昏君，你根本配不上我们家公子。尚且来不及做任何反应，那书童已经抄起案几上的茶盏朝他砸过来，其动作迅猛熟练，可见不是一日之功。昏君，哼，怎么？难道你不是啊？我们公子眼看着就要错过秋闱了，分明你写到圣旨就能解决的事儿，你非要公子亲自来求你才满意吗？晏殊，不得无礼。晏殊无心冲撞陛下，只是替我着急。陛下，您欲擒故纵也该有个限度。哼，你错过秋闱是你无用，与朕有何干系？再尊贵的天子，往日在他们公子面前都是低声下气，忽然被这么一呛，书童顿时气急。你说什么？今日是怀之唐突，日后宁家绝不会再来为难陛下。宁回之，好熟悉的名字。且慢，公子，奴说什么来着？陛下就是端着架子，其实……噗嗤，鲜血自书童脖颈处喷洒而出。萧府玉抽回剑，不紧不慢地擦去面颊上的血珠。你怎能杀他？御前行刺，罪无可赦，有问题吗？宁公子能有很多个书童，却只有一条命。书童不听话，朕替你管教了，但朕不会次次都心慈手软。这条命，你可得仔细珍重。我竟不知你何时这般狠毒。这次就算陛下求我，我亦绝不会原谅。哼，送宁公子出宫。不必送，我自己走。处理干净。宁回之是一本书里主角公的名字，穿书当皇帝这种有趣的事儿，终于轮到他了。萧福玉对主角公受的纠缠不感兴趣，如今最重要紧的是这本书的反派，帝王手底下最得力的臣子，萧领卫指挥使沈昭。这个时候反派的黑话值已经差不多快满了。方才主角公亲自来御书房找主角受，就是因为科举的事。主角公是为宁府的庶子，母亲性命都被家中主母拿捏，被逼无奈帮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会试上作弊，一朝事情败露，兄弟俩都被先帝剔除了科举的资格。2年前先帝驾崩，主角受登基，主角公便想让其下旨恢复自己的科举资格，进入朝堂。主角受也的确这样做了，导致朝中老臣对这位天子彻底心寒。恰逢此时反派黑化已久，瞄准时机拉拢朝臣，扶持宗室幼子，然后光明正大的逼宫。如今他偏不按原路走，倒要瞧瞧这反派如何造他的反，逼他的宫。杀死这到处挑拨是非的书童，仅仅是个开头。陛下，沈指挥使到了。让他进来。陛下。来人。陛下有何吩咐？到跟前来，给咱们的沈大人示意示意。哼，面见天子，该如何叩拜？小太监悚然抬头，偷瞄了眼殿中毫无反应的男人，又立马低下头去，咬咬牙，跪在地上3叩9拜。沈大人。萧福玉摆摆手，放小太监退下。跪吧。94，并在他看到的瞬间，94变成了95，又眨眼消失于无形，就像是他幻觉的一样。这是什么东西？臣沈昭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平身吧。沈爱卿见朕有何要事？陛下让臣寻找的高僧舍利，今已寻到。萧福玉将舍利子捏在左手把玩片刻，只觉索然无味，又随手丢回沈昭怀里。爱卿一路辛苦，该赏。沈昭头上鲜红的95变成了96。陛下，臣可不喜欢男人。巧了。萧福玉站起身，走到沈昭面前，捏起那颗舍利子，替男人挑开衣襟，塞进怀里。便是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
朕也不会饥不择食到什么人都能入眼，所以爱卿大可放心。陛下如旁的事，臣便退下了。倒是还有一事，太傅病了，下个月的秋闱主持，朕打算交给你。臣事无关，秋闱之事应由礼部主持。沈爱卿，朕是天子，朕说什么便是什么，你乖乖听话便好。爱卿不想主持秋闱之事，莫不是还想去沧州寻第二颗舍利子？沈昭一言不发，但沈昭头顶的数字从96变成了97。哼，退下吧。臣告退。大人，您脸色不好，那小皇帝不会又让大人跑腿去寻什么宝贝吧？天子脚下，皇宫大内，谁叫你这般口无遮拦？副使连忙捂住嘴，左右环顾一圈，刚松了口气，就瞧见沈昭从衣襟里摸出一颗琥珀色的珠子，随手朝着回廊外的太明湖一丢。没什么，我都看到了，那分明就是兄弟们花了3个月时间寻来的舍利子。大人，您这就丢了，不怕陛下？那又怎样？一个满脑子都是与男人卿卿我我的天子，也管得了我的事？这难道不比他口无遮拦还猖狂吗？反派黑话很正常，他一点都不记仇。陛下，陛下，陛下，奴才刚才在宁府送完赏赐的东西，瞧见宁公子怒气冲冲的回了府，您又惹宁公子不高兴了？怎么？哎呦，陛下呀，您可真是，奴才这是替您着急呢。你替朕着什么急？陛下呀，您好不容易才与宁公子关系亲近点，听奴才的，赶紧顺着宁公子的意思，为他下达旨意，解了先帝的封禁，这样宁公子便能消气，您也讨了人欢心了，不是？奴才还听陛下处死了宁公子的书童，陛下您说说，那书童不过是不小心砸破了您的头，何至于下如此狠的手啊？这不是存心的与宁公子过不去吗？依奴才看呐，陛下还是好好的安葬了那书童，早些去宁府赔不是才是啊。朕若不呢？你叫什么名字？回禀陛下，奴才来福，是刘公公的徒弟。你觉得你师父此言如何？奴才替师父请罪，陛下是天子，宁府藐视君上，便是株连其9族也不为过呀。你比你师父会奉承人，朕很喜欢。即日起，你便是新的御前总管。至于你，你既这般为那书童的死心痛，朕便赏你个恩赐，让你去陪他，好不好？陛下息怒啊！奴才失言，只是奴才这些年伺候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陛下饶过奴才这一次吧。好歹是宫里的老人了，怎么一句话就吓成这个样子？陛下定还是陛下的，仍旧如从前那般不敢对他如何，毕竟他可是宁府里出来的家奴啊。好了，不逗你玩了。你方才说去宁府赔罪，朕倒是有个好法子，就是不知道刘公公愿不愿意替朕。陛下，奴才是自愿的。那就好。一个时辰后，宁府。那是刘公公，刘公公他变成鬼来找我们了。宁府瞬间乱成了一团。宁侍郎扶着晕过去的夫人怒吼道：谁干的？敢如此挑衅我宁家，便不怕陛下怪罪吗？宁大人，慎言，陛下有旨。是他做的是不是？他闹到这般田地，就是为了逼我服软。劳烦公公回宫告诉他，我绝不会爱上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宁公子，陛下有旨，您得跪下听旨。陛下口谕，
刘才御前失言，藐视皇威，今次结舌之刑，送还宁府，并勒令其师悬挂府门之上7日，以敬校友。来福公公，这……宁大人，咱家还没说完呢，您急什么？陛下2年前曾于宁府避雨，曾不慎落了一枚如朕亲临的盘龙玉佩在宁府上，也就是宁公子腰间这块。陛下近日梦到先帝训斥他将皇室之物遗落，今日特派奴才来取。这玉佩明明是……这玉佩分明是陛下2年前偷偷放在宁回之枕下的，天子一言九鼎，哪里还有拿回去的道理啊？还望陛下日后不要再往宁家丢任何东西，宁府承受不起。宁公子说笑了，陛下是这大梁的天，宁府立于王土之上，也不过是陛下恩赐臣子落脚的地儿。能让公子妥善保管这玉佩2年，公子该谢恩才是啊。来福公公，今日之言，怀之自当谨记。他等着萧福玉后悔醒悟的那日。萧福玉何该明白，除了他，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但萧福玉后悔之日，便是这太监付出代价之时。这可真是一出好戏呀！陛下莫不是真的转性了？我还以为只要宁回之在御书房那么一闹，陛下定会让他去求为的，怎么如今看来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呢？哼，没用的东西。宁回之这没用的东西，连萧福玉都勾不住，他的计划全乱套了。大人，若是您被陛下中意，您会选择当皇后，还是考个进士慢慢往上爬呀？这种蠢问题有选的必要？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太医呢？此刻宫门已进，普通的官镇腰牌进不去，奴才只得去了西城街的林太医府邸。林太医近日本部当值，是有闲暇的，可他说太医院只给宫里的主子治病，让宁府另请高明。那就来寻个大夫来给母亲看病。这2年宁府大小病痛皆是由太医随叫随到，府中并没有应急的府医，管家无奈应下，又急忙离开。怀之，你今日入宫，到底对陛下说了什么？为何陛下突然这般？他想欲擒故纵，让我屈服，只是未免做得太绝。他终究是天子，不如你入宫服个软吧。其实只要你点头，陛下说不定一高兴，咱们宁家还能出个皇后，帝王恩宠惠及子孙，未尝不是件好事。父亲，您是不是忘了，当年若非王氏用我娘的性命威胁，断我仕途，如今我何须与一个昏庸懦弱的君主虚与委蛇？为父早已依你的意思，将王氏送去郊外寺庙静修，如今府中皆以你娘为重，过去的事何必再提？宁回之没说话，转身走到窗边，抬眸看向屋檐边的残月，眼前浮现的却是那张轻慢含笑的脸，下巴处似乎仍残留着天子剑锋利冰冷的触感。皇后？宁回之怒意竟渐渐淡了。3日之后便是秋闱，若萧福玉能在3日之内主动道歉，他不介意给点甜头。次日清早，天子称病罢朝。陛下好端端的，怎么就病了呀？我看这不是病了，而是与那宁回之较劲吧。哎，今早那具宁府门前的尸体，你们都瞧见了，怪吓人的。就是不知道陛下能硬气到什么时候。我赌最多不超过3日，陛下便又要服软。不论如何模仿，他都无法写出与主角兽一样的字。正3品萧陵卫指挥使沈周
石梅书中反派没有世家背景，没有父母族人，甚至在上云京里连座府邸都没有，居无定所，日日都在不同的客栈里歇脚。这样一个人能坐稳指挥使的位子，对别人狠，对自己只会更狠。简而言之，不好对付。来福，陛下，朕要出宫，备车。这位公子，您怕是走错地方了。我找你们沈大人。我们大人近日在忙秋闱的事，一时片刻怕是没空。若不是什么大事，其实找我们也是一样的。都我在这做甚？小爱坐。沈爱卿平日里都这么凶吗？不凶一点，如何替陛下震慑恶徒？如何做陛下的刀呢？爱卿如此忠心，朕心甚悦。陛下且在此处歇脚，臣去就回。慢着，朕一来，沈爱卿就要跑啊！莫不是朕不在的时候，杨凤因为做了坏事，心虚了？昨夜刚抓了几个写诗骂陛下的穷书生，臣怀疑其背后有人指使，正要去赵玉审人。赵玉脏得很，会吓到陛下。萧福玉一眼看透他的激将法，但偏偏他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哪里危险往哪里走。整个天下都是朕的，区赵玉，朕倒是要瞧上一瞧，里面藏着什么牛鬼蛇神。去备车。但萧福玉的意思显然不是让来福去备车。来福无声看了眼沈指挥使，又默默地收回目光。陛下，萧灵司可没有马车这种碍事的玩意儿。是吗？可朕偏要。启禀陛下，马车已经备好。沈爱卿，你的副使比你听话。朕记得你叫陆长京。是。名字不错，人也不错。显着你了。这场与天子的较量已被自己的下属背刺而告终，倒是小瞧了这个小皇帝，不仅喜欢使唤人，还喜欢到处勾搭人。沈爱卿脸色不好啊，怎么，朕夸你的副使，你不高兴了？陛下夸他，与臣没有任何关系。陛下，沈爱卿还不来扶朕，连御前的规矩都不懂。陛下可扶稳了，若是不慎从马车上摔下来，岂不是又不能上早朝吗？若爱卿连朕都扶不稳，这指挥使也不必做了，不如就当个马夫，只要驾车倒也省心。天子的手很白，压在沈昭深红袖袍上时，愈发衬得每一根指节皆血白剔透，堪比最无瑕的和氏璧。陛下，您想瞧的犯人就在过道尽头的第一间牢房里，需要臣领路吗？大人，草民真的是被冤枉的，您和沈大人求求情，放我出去吧。大胆！陛下圣体，尔等怎敢玷污？你是陛下，凭什么你天生就能在宫里享福？我们不过犯了一点事儿，就要被你的走狗折磨，一起下地狱吧！而沈昭半靠在另一侧的牢房边，一条腿懒散的屈起，高大的身形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没有半点上来帮忙的意思。这沈大人是瞎子吗？就在那傻站着，这么没有眼力劲儿，难怪20几岁还娶不到妻。来福，抓住他的手。萧福玉吩咐完，抬脚踩在囚犯的手背上，倏然踩碎了囚犯的手骨。沈爱卿，管好你抓的疯狗啊！若再有什么脏东西凑到朕面前，朕就说不准踩碎的是谁骨头了。陛下息怒啊！沈昭试图让这些萧灵卫瞧见他的狼狈，让他失了威严，真是好不要脸的手段。去给朕寻双干净的鞋，顺便洗干净手。只听见牢门合上的声音，下一瞬间他甚至什么都来不及反应，就被男人抵在墙边。沈昭，你放肆！若是陛下，朕的确放肆该死，可若不是陛下，臣何罪之有呢？你不是萧福玉，我没说错吧？怎么瞧，这张轻易便可蛊惑人心的脸都无法与从前的愚蠢的天子联系在一块儿。你把他人丢哪儿了？埋了还是分尸喂狗？
背后指使你的又是谁？方才那囚犯的手踩得爽快吗？萧福玉笑了笑，挣脱不开沈昭的手，干脆泄了力道，懒洋洋地往男人身前靠。其实还有比踩那囚犯更爽快的事，沈爱卿想知道吗？我只想知道萧福玉在哪儿。你弄疼我了，让我怎么说？萧福玉转身发觉沈昭与他对视时，头顶的数字逐渐在降低，最终停留在了60。他走上前一步，面上淡笑，抬手一耳光甩向了沈昭的脸。比起踩一个囚犯，当然是教训欺君犯上的臣下更让朕爽快。来福，把他按住。几个侍卫走上前，压住沈昭的肩膀，让其跪在了萧福玉脚边。敢咒朕被野狗分食，沈昭，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男人头顶的数字从60急剧飙升到99后停止了。今日在赵狱当值的萧灵卫都有谁？给朕滚进来！按照你们赵狱的规矩，欺君罔上的罪名要受什么刑？启禀陛下，若是言语冒犯，当以烙嘴之刑；若是冒犯陛下龙体，轻则鞭笞80，重则杖打80。看在沈爱卿往日劳苦功高的份上，今日朕便小惩大戒，赏你80鞭。萧灵卫上下一同观刑，就在这里用刑。你故意的，你算计我。对啊，就是故意被你算计，否则朕怎么能知道朕的指挥使私底下竟对朕如此不敬呢？长边上淋了盐水，每一抽下来都能让人皮开肉绽，只是那血迹染在深红的飞鱼服上并不显眼。沈爱卿，你再敢用这样的眼神看朕，便连同眼睛一并挖了。萧福玉何止是想挖了这乱臣贼子的眼睛啊！若是能就地杀了了事，他不会有半分犹豫。帝王天生就是残忍的，他没做过皇帝，还没见过猪跑呢。可如今还不是时候。上云京世家权贵之间关系复杂，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出第二个背景干净、无家族牵扯，还能像沈昭一样扛得住多方势力打压为难的萧灵卫指挥使。只要他今日处死沈昭，明日指挥使这个位子就会成为一块疯狂被抢夺的肉。萧福玉绝对不允许自己处于被动，就像他今日故意被沈昭引入诏狱一样。陛下，奴才伺候您换鞋吧。谁犯的错谁来，刚领了罚，不要再惹朕生气。沈昭指腹无意识地在萧福玉脚踝上烙下一个指印，眸底浮起阴郁。一个假货，一个敢掌管他的假货，理所当然个屁呀！快点养好你的伤，不要误了给朕办事。怀里上好的金疮药被他摔在地上，再用靴底一点点的碾碎。萧福玉，大人，这金疮药摔了怪可惜的，皇宫独有的你不用，寻常的药愈合的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哎，大人，你要去哪儿啊？去哪儿？当然去谢恩呢。陛下可是想念先帝了。当初他将朕丢在冷宫不闻不问，朕想念他做什么？陛下这是与自己置气呢。当初万寿宴上那北蛮奸细御前行刺，陛下连自己的命都不顾，冲到先帝面前挡下那一剑，可见陛下心中仍是挂念先帝的。萧福玉盯着手臂上的伤痕，这条疤也是主角兽救先帝时就留下来的。可是不对呀，这条疤分明是在他穿书之前，他母亲在年幼时候误伤他留下的。世上当真有如此巧合之事？不仅同名同姓同一张脸，就连身体上的痕迹都毫无差别吗？他伸手扯过天子的手腕，似乎在寻找什么。最终他的目光凝在了萧福玉手背内侧的伤疤上，不信邪似的用粗粝的指腹来回揉搓，直到天子娇嫩的皮肤被搓红，那疤痕也不曾褪去。该死！
居然是真的，这个家伙手段够厉害的。男人正欲丢开萧福玉的手，谁知榻上的人于梦中模糊地训斥了句放肆，一耳光甩在他脸上。未久，黑影气势汹汹地作罢离开，床帐合拢遮住月色，榻上的人仍旧安眠。萧福玉垂眸看着手臂上红肿的疤痕，陷入沉思。愈合已近2年的伤口，难道还会感染发炎不成？陛下的手怎会如此啊？奴才这便去换太医来。不必兴师动众，将来过了一夜，朕的沈爱卿也该学乖了。你去香菱司宣人入宫，朕今日去练武场，要他伴驾。陛下，沈大人已在殿外候命。让他进来。臣参见陛下。平身吧。萧福玉抬眸，本是随意一扫，目光却忽而顿住。他轻笑了一声，来回在打量男人面颊上一左一右2个巴掌印儿，唇角根本压不下去。哼，爱卿，你的脸怎么了？难道是怨朕只赏了1巴掌不够好看，自己补了另一边？昨夜去抓猫，不慎被猫抓了脸罢了。再狡猾的猫，就算得意一时，也绝对逃不出臣的手掌心，总有被抓住尾巴求饶的时候。是吗？但朕觉得爱卿早晚有一日就栽在这只猫的身上，怎么没用朕赏你的药？陛下赏的药，臣自然会与那颗舍利子一块供起来。难为你有这份心，年年狩猎，沈爱卿都能拔得头筹，只可惜朕未曾仔细瞧过。今日兴致正好，朕要你教朕。陛下自幼便精于骑射，上云经无人不知，哼，还需要臣来教？沈爱卿记错了，朕并不善骑射。演都不演了。萧福玉微微偏过头，鼻尖几乎与他相抵，眼底蕴着与生俱来的傲慢。再敢这样与朕说话，便割了你的舌头喂狗。只怕要让陛下失望了。上云京胃口太大的狗都已经被臣处理干净，剩下的那些除了会摇尾巴没什么用，他们吃不下臣的舌头。几乎在他弯弓搭箭的瞬间，鲜血一点点渗透了后背深红色的布料，他的伤口裂开了，但不妨碍这一件野心勃勃，当着天子的面正中靶心。萧福玉的面色不变，摊开手，身侧伺候的工人连忙将另一把弓递至他掌中。第一支箭中途掉落，第二支箭擦着箭靶而过，第三支箭胜在弦上。天子金贵细嫩的掌心已被勒红，铩羽而归。萧福玉看着掌心红痕，不是说主角兽擅长骑射吗？怎么掌心连个茧子也没有？明明只有他自己的身体才没有茧。哼，依臣看，殿下还是去御书房批折子更好。朕让你教，没允你对朕指指点点。哼，既然爱卿不教，朕倒是琢磨出了个练剑的法子。一盏茶后，上云京闻风丧胆的沈指挥使被几个禁卫军结结实实地绑在了箭靶上。沈爱卿，你说朕这一箭能不能中呢？若中了，这块玉佩就赏你，好不好？若不中，沈大人便只能和这玉佩一块粉身碎骨了。沈昭盯着那寒光凛冽的剑尖，下颌无声绷紧，眸中并无恐惧，反而隐隐兴奋。一个时辰后，兴奋变成了困倦。天子射了1个时辰的箭，勉强学会了如何弯弓搭箭，却连一支箭都不曾碰到沈昭。箭靶上的男人微微垂着头，看不清神情。萧福玉想，简直是不把朕放在眼里啊！看来臣没这个福气拿走陛下的玉，不过这样陛下也安心，毕竟是宁回之带了2年的玩意儿，给了旁人多晦气。爱卿不曾听过以毒攻毒吗？他染上的晦气被爱卿的嘴咬过之后，便算抵消了。
陛下牙尖嘴利，臣自愧不如。洗干净后再给朕。奴才遵命。你倒是比那萧福玉更有模有样，像个皇帝，只是莫非装的久了，就真把自己当皇帝了。爱卿总是胡言乱语，说些朕听不到的话。不过无妨，对于有用的男人，朕一向有耐心。放肆！陛下先论摸的臣，怎么还说臣放肆？臣可不喜欢男人。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爱卿当真不知道吗？我的目的当然是教训教训某些目无君上的混账东西。话落，他贴在沈昭肩头的手倏然用力往前一推，只听得一声闷哼，那目无君上的混账东西掉进了太明湖里，湖面水花四溅，浅淡的血色蔓延开来。陛下，发生什么事了？快来人护驾呀！走近一瞧，天子正神色悠哉地立在湖边，原来不是陛下落水了啊，那没事了。爱卿，朕让你上来吗？哪里会有皇帝像萧福玉这样到处勾人的？哎呦，陛下，这眼看着快下雨了，回养心殿定是来不及了。旁边便是揽月亭，陛下龙体要紧，不如先去避一避雨啊。也好。爱卿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朕瞧在眼里，实在心疼啊。跑这么急做什么？也不怕冲撞了陛下。陛下，广济寺有人来传话，太皇太后病重，已是弥留之际，想见陛下最后一面。萧福玉沉下眉，原书里并没有这一出，可为何会有这一出呢？他不得不怀疑是因自己强行改变剧情，牵一发而动全身。去备车，你跟朕一块儿去。剧情出现意外，像反派这种不省心的混账就得放在眼皮子底下。皇祖母，陛下，你来啦！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当初在冷宫的小可怜儿也这么大了。哀家。皇祖母，有话直说便是。来，你到御前来。臣妇参见陛下。这位是？回陛下，臣妇王氏，乃宁侍郎嫡妻。这些年，哀家在广济寺替皇室祈福，偶感孤寂。2年前，王氏来此，与哀家投缘。此番便是要求陛下一个恩典，哀家舍不得他，早已将她当作亲生女儿。待哀家100年之后，务必要让王氏殉葬。只是王氏前尘未了，总是惦记家中那几个不成器的晚辈。太皇太后说到此处，萧福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请陛下看在王氏陪哀家殉葬的份上，解了宁家那2个孩子的封禁。皇祖母，此事是先帝谕旨，朕做不了主。哀家早已想到陛下会如此说，也不愿让陛下为难，故而哀家会留下懿旨。先帝是哀家亲生，想来为表孝义，也不会忤逆哀家的意思。哀家今日唯有此求，
陛下要狠心拒绝吗？皇祖母唯有此愿，朕如何拒绝？王氏为太皇太后殉葬，你可自愿？臣妇自愿。就连老天都在帮宁惠之，哪怕他篡改剧情，宁惠之最后还是会娶春梅。既如此，朕自会一切按照皇祖母意愿去办。倘若宁惠之注定还是会通过科举步入朝堂位极人臣，那么沈昭再如何训，最后也会造反逼宫。萧福玉敛下眼底杀意，彻底没了逗弄的兴致，冷淡地从男人身侧走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太皇太后疯了！大人，好消息啊！陛下想尽法子让宁惠之去参与科举，一看就是放不下那宁家子，咱们的计划又可以继续了。宁惠之能去科举，你这么高兴啊？怎么，您也喜欢他？大人，从上次陛下与宁惠之闹僵就可以瞧出来，咱们的计划并不完美，属下有个更完美的计划。你最好有。陛下何等人也，九五之尊，天下之主，就算再喜欢宁惠之，日后也不可能虚设六宫不留个子嗣。这次就能瞧出来，陛下也是有脾气的，不会事事都依着那宁惠之的。这对我们的计划有利无害。若是陛下厌弃宁惠之，谁替我们继续蛊惑那小皇帝呢？陆长京越说越兴奋。大人，不如我们也选个长相模样不比那宁惠之差的。那宁惠之性子高傲，喜欢端架子，我们便送陛下一个知冷知热的，左右开弓，必让陛下沉迷后宫，不理朝政。大人大事可成。选谁？大人，您看我如何？我这模样身段，必能将陛下伺候好。待陛下尝了我的甜头，哪里还会喜欢那无趣古板的宁惠之呢？陆长京，我记得萧福玉昨天敲的是你的肩，没往你脑子里灌迷魂汤啊！你这副指挥使若是不想当的，就滚回家里种地去，别来碍我的事。这么大的气性，今日这是吃错药了。真病了。男人的声音低沉，忽远忽近，分不清是在梦中还是在榻边。萧福玉被撬开唇瓣，灌入苦涩的药汁，口中含糊地骂了句放肆，又再次陷入了沉睡。上云经接传，陛下是因太皇太后过世太过伤心，方才染了风寒。5日后太子痊愈，又为太皇太后守孝半月后，于琼台设宴赏菊，说什么情深似海，非卿不可，今日还不是开了赏菊宴呢？既然宁惠之称病不来，不愿见那昏君，他要替宁惠之瞧瞧，这昏君所谓的喜欢，到底能不能经受住考验。怀着这样的念头，谢无居顶着被边疆打仗老爹发现的风险，偷偷摸摸地翘了课入宫来了。陛下万岁，万岁！满殿群臣纷纷跪下叩拜。众爱卿不必多礼。谢无居此前都在北境混迹军营，忙着随父征战，上个月刚溜回来，还未见过天颜。未曾想到这昏君的声音如此好听，不由得抬头。他瞬间愣住，宁惠之也没说这小皇帝长得这么好看呢。你就是谢将军的幼子吧？你唤什么名字？回禀陛下，臣名无居，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个好名字。瞧你一直偷看朕，多费劲，坐朕跟前来，臣遵旨。大人，你看，咱们错失先机了吧？这恰好证明了你的想法毫无可用之处。他昨日夸你名字好，今日夸谢无居的名字好，明日又要夸谁呀？见个模样不错的男人就勾搭，就凭你把握得住？也没有啊。陛下不只夸了我名字，还夸了我人。他若知道你在背地里做了什么，还会夸你？他玩你们
跟玩狗似的。大人，莫不是陛下没夸你名字的好，你不服气？沈昭捏碎了手里的瓷杯，无需多言，眸底的嘲弄表达了一切。陆长京悻悻地闭了嘴。什么赏菊宴，连最稀罕的万寿菊都没有，还不如宁府后花园里那堆多的没地儿放的菊花来的稀罕。萧福玉自然认得他，太皇太后的亲生儿子，与先帝一母同胞，他的皇叔。原书里反派扶持的宗室幼子就是平王的孩子。实在是母后薨逝突然，平王伤心太过，日日买醉，才在御前冒犯了陛下。平日里并不这般，还请陛下见谅。他散漫的目光落在平王妃怀里抱着的质子时，眸底划过了一丝暗光。这是红轩吗？一转眼都这么大了。平王妃低声应了声是，又把孩子往怀里藏了藏。抱过来，让朕瞧瞧。王妃，将孩子给奴才吧。陛下想瞧瞧小世子，可是他的福气呀。陛下，小世子给您请安呐。乖，不哭。方才还啼哭不止的平王世子忽而止了声，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与天子对视。就是这么个小东西，敢抢他的皇位。沈昭那混账东西是大反派，这小东西便是小反派啊。陛下与小世子有缘，陛下一抱他就不哭了。哼，既然皇叔因皇祖母的薨逝沉痛买醉，想来也管教不好世子，不如这样，让红轩留在宫里住上一段时日。朕如今尚无子嗣，正可与红轩作伴，替皇叔教他如何做好皇室宗亲的本分，来日也好替平王府撑起脸面。陛下，红轩还小，不懂事。朕知道你们母子情深，自是舍不得，所以待红轩想家了，朕自然会送他回去。臣父遵旨。真乖。从前的天子性格温和，难免总有人挑衅。可如今平王前车之鉴在此，满殿的皇亲国戚皆歇了不安分的心思，乖乖赏起局来。哼，谢家小子，你一直看着朕做什么？陛下恕罪，臣只是觉得陛下与传闻中不太一样，一时之间入了神。是吗？朕也觉得你与传闻中的拼命谢家郎不太一样，不像你父亲说的那般不像话。臣羞愧。陛下下手这第一个位子，果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一场宴会下来，挺得腰背都直了。若居无竹，朕以为菊花气节亦不逞多让，你觉得呢？你有没有觉得陛下和从前不一样了？哎呀，这次平王是栽了个大跟头，平日里拿捏陛下习惯了，谁能料到陛下今日发威，小世子被压在宫中，那平王就这么一个儿子，只得乖乖夹着尾巴给陛下驱使了。就因为平王提及我，他还是这般上不了台面，分明想借法子让太皇太后了解先帝的封禁，还要玩欲擒故纵这一套。够了，直呼陛下名讳是大不敬。惠智，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为何私底下对陛下如此刻薄？少将军，你这是怎么了？我只是觉得，既然你不喜欢他，如今也已得偿所愿去了秋闱，何不与陛下说清楚？你不与他断干净，又日日在府里埋怨他，他再怎样也是大梁的天子。惠智，你不该这样的。可你从前不也很讨厌陛下吗？我是讨厌他，但一码归一码。若我是你，便不会忍心这样对他。大家好聚好散，不好吗？少将军，你今日很奇怪。谢伯爵严肃的道。惠智，你在回避我说的话。宁回之再次沉默。
不知为何，这2年来纠缠自己的天子是何等模样，他总是无法清晰记起，哪怕在梦中都模糊不清。可唯独那次在御书房中萧福玉执剑杀人时，瑰丽的面孔被血珠溅染，时时刻刻都让人心尖颤抖，就好像那副让人厌烦的躯壳忽而有了灵魂一般。宁回之猛然回过神，惊觉自己在想些什么可怕的东西，愈发的烦躁了。你腰间的菊花是何处来的？哦，陛下赏的，去赏菊宴的官员家眷都有赏，我再不喜欢也不得不带在身上，免得陛下追究下来连累谢家。是吗？那为何我从宫中得来的消息是，陛下不仅让你丝毫在侧，还独独赏了唯一一朵凤凰阵雨给你？我怎么知道那昏君在想什么？我本就是为你特意去看着他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啊？你知道？我与你是至交好友，上云今无人不知。他身为天子，怎又会不知？如今他将你也牵扯进来，不过是做给我看，想要逼我服软罢了。少将军，你又被我连累了。原来是这样吗？你放心，他如何纠缠我都可以，但牵连我身边的人，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要怎么做？其实没什么的，被你连累真的没什么。陛下，宁公子在宫门外求见。求见？哼，是求见还是让朕去见他？陛下还是那样了解他。让他来御书房。是。陛下，连御前觐见的规矩都不懂吗？臣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平身吧，你非要见朕，又想做什么？这话应该我问陛下才对。陛下到底想做什么？你难道有什么地方值得朕做什么？若是这样最好不过。谢小将军是无辜的，陛下不论想对我做什么，尽管冲我来，不必将旁人牵扯进来。是谢无居让你来警告朕的。朕赏他一朵花，是瞧得起他，他还不乐意了。是我自己。这样啊，来福，拿下。是。萧福玉，你身为天子就可以对臣民强取豪夺不成？放肆！胆敢对陛下无礼！朕似乎提醒过你，好好珍惜这条命，看来你没有放在心上啊。昔日在他面前委曲求全、卑微到尘埃里的天子，居然会有朝一日踩在他脸上，打趣他，羞辱他，视他如卑贱的狗。萧福玉，你不是说想要我的爱吗？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你放开我，我也不是不可以。看来臣来的不巧，误了陛下的好事。谁准你不经传召就进来？滚出去！陛下恕罪，萧灵司有10万火劫的事，必须陛下批准。宁回之御前无状，赐50鞭，于府中闭门思过。春闱之前不可出府半步，若再不知悔改，即刻流放北境。来福，把他带下去，说说你10万火急的事。今日早朝，工部几位官员说起皇陵款项，臣才想起萧灵司上月修缮诏狱的款项还未结，陛下不如一块结了。工部替朕修皇陵，款项再多朕也乐意，因为他们足够听话，朕要他们修什么，他们就修什么。至于你，沈爱卿，朕让你做什么，你也会做什么吗？萧灵司只属于陛下，自然只听陛下一人号令。朕说的不是萧灵司，是你，沈爱卿，你又听谁的号令？沈昭没说话，深黑瞳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眉头下压，显出几分不太好惹的狠劲儿。过来，到朕跟前来。原来你也会怕死。哼，朕还以为朕的指挥使无所不能，
无所畏惧，与那些寻常男人不一样呢。萧福玉指节微微用力的扣紧，指腹下男人凸起的喉结无声滚动。沈爱卿，你觉得朕不像天子吗？像。那就安分一点，不要惹朕生气。陛下要朕做什么？朕最厌恶有人欺君犯上，年节之前寻出平王意图谋反的证据。朕要让所有人知道，不论是谁逼宫谋反，都逃不过朕的眼睛，都不会有好下场。离年节之前还有3个月，3个月后便是袁术反派与平王联手造反的日子。平王以为得了沈昭的效忠，却不知反派从未想过再居于人下，欲挟天子令诸侯。两人各怀鬼胎，这才让主角团抓住这点缝隙绝地反杀。可萧福玉不喜欢绝地反杀，他要的是绝对掌控，将一切苗头斩杀在冒出之前。陛下也将平王世子捏在手里，还怕平王不安分？不论他是否安分，3个月后，朕就要他不安分的证据。这是他目无尊上应该付出的代价。臣遵旨。沈爱卿，若朕对你不好，你也会像平王一样意图谋反吗？不会。款项朕批了，留下陪朕用午膳。朕喜欢和忠心的臣子一块用膳，用得安心。男人从善如流，应了事。来福，传膳。陛下，宁公子领完鞭后昏迷过去了，不知是等他醒来还是……沈爱卿，你以为呢？50鞭都扛不住的废物，难道陛下还指望他自己能走回去吗？既然如此，午膳后就劳烦沈爱卿替朕将人送回宁府了。是。天子膳食每日皆是20道不重样的菜肴。萧福玉兴致缺缺，喝了半碗汤便没了胃口。抬头一瞧，男人坐在他下手，手边已经堆叠了4个空碗。沈爱卿，朝廷发的俸禄不够你吃吗？陛下，萧灵司干的都是力气活，您见谅。也难怪反派要造反啊，为了宝贝日日奔波，连饭都吃不饱。沈大人，这道菜还没尝过呢。吃菜的小太监大惊失色，还未动筷，盘子就见了底。爱卿倒是不怕有人在菜里下毒。臣若被毒死，陛下还能让谁去办事呢？萧福玉半眯起眼，这话在理儿，但他想让反派下线的念头更强烈了。自古以来就没有皇帝能忍受这般嚣张无礼的臣下，包括他。志同的哭喊声隔着侧殿传来，打破了大殿的安静。怎么回事？陛下恕罪，实在是小世子哭闹不肯吃饭，或许是想家了。放肆！报过来，太医如何说？太医没查出世子有何不妥，说是小世子怕生，在闹脾气呢。萧福玉接过小世子，修长的手拍了拍志同的背，哭声便渐渐停了。张嘴。平王世子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竟张嘴乖乖地咽了下去。这不是能吃吗？可等那乳娘要来抱孩子，小世子死死揪住天子的衣襟，哇哇大哭起来。娘，我要阿娘。沈爱卿，你在笑朕吗？臣不敢，只是臣没想到陛下还会带孩子。沈昭渐渐坐直了身，与天子恰恰相反，他的腰腹肌肉结实，是萧灵司里面最硬的，才不会像萧福玉的小腹一样，因吃饱了就鼓起来，一点点到处勾人。你想不到的事还多得很呢。转头一瞧，反派头顶的99变成了98，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陛下打算一直将世子养在身边？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爱卿还不走，是打算留下来与朕一块带孩子吗？臣可不喜欢小孩子。臣告退。陛下，陛下，慌什么？陛下，宫外传来消息，今日午膳后，沈指挥使说是奉陛下的命送宁公子回府，谁知他不知从哪儿寻来一个麻布袋子，将重伤昏迷的宁公子套进去，然后就连人带袋子绑在马后，在朱雀大街拖了一路，最后丢到了宁府门口。哎呀，朱雀大街上的血现在还没擦干净呢，这也就罢了，偏偏碰在那在相国寺礼佛数月回来的宁老夫人，老人家本来就年纪大，经不住下，以为自己的大孙子被人抛尸，当场便晕了过去，此刻怕是还没救回来呢。陛下，那宁侍郎正跪在宫门口求陛下做主呢。宁回之御前失仪在先，宁家还有脸求朕做主？沈昭在何处？陆大人已经绑着人在外头候着了，说是刚才在天上人间找到的人，还醉着呢，就等陛下示下了。让他进来。是，陆大人，陛下让您带着人进去。就这样进去吗？可是我们身上都沾着酒气呢。陆大人，莫让陛下久等了。哦，陆长卿，你长本事了。大人，您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在小皇帝的款项批下来之前，面子得做足。我呀，这都是为了兄弟们好。大人啊，您就委屈委屈，可别在陛下面前露了馅儿了。微臣参见陛下。陆爱卿，辛苦你了。臣羞愧。你退下吧。臣告退。沈昭，你好大的胆子！谁准你在朱雀大街托人游行？朕的名声都被你败坏了。臣做的事怎会败坏陛下名声？看来爱卿的酒还未醒。上云京谁不知道啊？萧灵司的意思就是天子的意思。臣以为陛下让臣这样做。哼，朕何时说过？陛下独独让臣去送的，就应该猜到臣会这样做。既然陛下都罚了他禁足，这么一个在御前犯错的玩意儿，还要臣供着送回去不成？是爱卿，谁准你在御前这样回朕的话？陛下受罪，不如陛下也罚臣50鞭子，臣绝对自己走回去。朕看你眼里就没有礼法，你今夜便跪在朕床边思过。宁府那被你吓晕的老夫人何时醒？你何时起来？陛下是在替宁府出气？宁府算什么东西？朕不喜欢有人擅作主张。怎么，朕罚你，你不服气？臣不敢。等他拔除了朝中蛀虫，收拢血迹，谁还需要一条不听话随时反咬的恶犬呢？好好跪着反思，不要惹朕。可正如沈昭所说，一个时时刻刻都准备造反的逆臣贼子就跪在床边，能安心就寝吗？莫说卧榻之侧，便是龙榻之下，又岂容旁人觊觎啊？跪到外边去。陛下怕了？朕怕什么？还能是什么？怕臣吵着您呗？总不能是怕臣对您做什么吧？既然知道，就安分一点。陛下，咱们走着瞧。他身怀恶意的低声呢喃着，粗粝的指腹扣住天子的下巴，五指稍稍收紧，就在那细腻的皮肤上留下了红指印。睡梦中的人似乎不太安稳，被他掌心烫得细眉蹙起，马上就要睁开眼。天亮了，深秋的清晨没有鸟叫，萧福玉是被一阵闷响惊醒的。来福，外头怎么回事？陛下，养心殿侧殿的房梁年久失修，塌了一根，正命人修着呢。
平王世子可有恙？无恙，就是被吓着了，哭了好一会儿呢。得亏沈大人清早去瞧了一下，把小世子救了下来，否则难说呀。应老夫人醒了？是，萧令卫延时便回来禀了，老夫人已醒，宁公子也只是受了些皮外伤，都不妨事。皮外伤？不愧是主角公，命可真大呀。陛下说宁老夫人醒了，沈大人倒也不必跪着了。这不一大清早，沈大人便忙着替陛下安抚小世子，就等着陛下醒来复命呢。你倒是会替他说话。朕记得当初让你教他行礼，你可是受了不小的惊吓。陛下打趣奴才，奴才这不是看着陛下终于不……陛下，您的脸上……拿铜镜来，让沈昭滚来见朕。陛下换成何事啊？黑靴随意踩在铜镜片上。陛下每日起身都这么大气性？跪下，给朕换几个禁卫军来，按住他。爱卿这般不老实，是存心惹朕生气吗？陛下恕罪，臣忘了陛下是断袖，轻易摸不得。不论朕是不是断袖，你也不配。朕交代你的事办好，少想些有的没的。是。给朕滚回小灵司去。不让人摸，不让人碰，又留着香气，等着勾搭谁呢？得亏他不是个断袖，若是陆长京那个见色就昏头的蠢货，还不得被玩死？臣告退。宁侍郎昨夜夜叩宫门，胆子也不小。正看在他母亲遭遇无妄之灾的份上，不与他计较。你去宁府敲打一番，罚他3个月俸禄，以儆效尤。若再有下次，正看他这吏部侍郎也不必做了。是，陛下。谢小将军在殿外求见。让他明日再来。小将军，陛下今日身子不适，不见人。陛下不见我，去见了他。昨日沈大人闯了祸，陛下发了好大的火，罚沈大人跪了一夜，今早才让人离开。陛下如此动怒，果然还是放不下宁回之吗？这位公公，劳烦你替我传话给陛下，臣今日是来献宝贝的，马上便是秋收，此马乃北境纯种汗血宝马，可日奔3000里，父亲特意从北京送来，进献给陛下。那小将军您稍等。他本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这一瞧得他瞬间气血上涌，险些昏了头。陛下晚安。平身吧，能让谢将军亲自送回来的宝马，朕倒是要见一见。这袁书的主角团之一怎么瞧着有点傻呀？哼，小将军，你在朕的寝殿里瞧什么？陛下恕罪，臣一时出了神，并非刻意窥伺陛下寝殿。你回京也有一段日子了，怎么今日才想起来给朕送马？为何呢？因为赏菊宴前，纵使父亲千叮万嘱，他也认为这档汗血宝马献给那满脑子都是情爱的昏君，不过暴殄天物。后来更是彻底忘了这事儿。今日拿出来，本也是那位宁侍郎登门相求，让他看在宁回之的面子上入宫来探口风，他才恍然想起被自己散养在马场的这匹马。北境的马野性难驯，臣怕这马伤了陛下，驯好了才送来。依你的意思，是觉得朕驯服不了这马了？罢了，朕不逗你。就连身后的来福都不禁惊讶，为何陛下对宁府态度如此恶劣，可对于与宁府交好的谢小将军却温和许多？当然是因为价值。他暂且不杀沈昭，是因为反派目前无可替代。谢家却不一样，整个上云京除去数不清的皇室宗亲，就要数谢江2大世家最为显贵，稳稳地将其他世家踩在脚底，
势力错综复杂，几乎渗透进大梁的半壁江山。这些都是大梁历代皇帝纵容宠爱的缘故。如今再想打压，实是有些晚了。谢老将军是死忠之人，但这位谢小将军却不是。能稍微解用最好，受不了再想办法一点点铲除。陛下，可要上马一事，臣替陛下牵马。萧福玉抓住缰绳，翻身上马。陛下，您昨夜似乎未睡好，臣瞧您眼下都有乌青了。怎么，你替宁府当说客来了？臣只是好奇，起初在北京，臣便听闻陛下对回之情根深重，可如今真见到陛下，臣又觉得并非如此。昨日朕已罚了沈昭，宁侍郎夜叩宫门，朕也没问他的罪，朕仁至义尽，怎么宁府还不满足吗？竟还要你来试探朕。看来这些年，朕真的是太惯着他们了。陛下息怒，臣无他意。这马，小将军还是带回去吧。陛下，太温顺的畜生，上云经里多的是，朕不太喜欢。萧福玉离开了，雷霆雨露俱是奸恩，帝王喜怒无常，本是寻常。谢无忌盯着草地上被天子落下的明黄手帕，鬼使神差地捡了起来，闻了闻，然后神色如常地塞进怀里。谢小将军，宫里情况如何？陛下说他不会计较宁大人夜叩宫门的罪，大人大可安心。就这个，老夫在宫门口跪了一夜，膝盖都跪疼了。陛下就只这么一句话，他知不知道怀之受了多少委？委屈？全天下人的委屈都被你们宁府独占了不成？我今日为了宁府的事，巴巴地牵着马去献宝，结果连人带马被赶出来，陛下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就不委屈了。宁回之，你自己说，若不是你跑去宫里犯贱，哪来这破事？到头来你老子还给我委屈上了。就连他还尚有几分火气呢，那陛下呢？这2年对宁府委曲求全，却还要被宁府暗中诋毁的天子，又该何等委屈啊！父亲，你先出去吧。惠之，依我看，你要想宁府安心，便去和陛下好好道个歉。少将军，你不过进宫了2次，已经会为萧福玉说话了。我不是为谁说话，只是凡事得论一个理字。宁惠之，你莫把我想得太龌龊。哎，惠之，你这个老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话若是被那群御史听见，陛下都保不了你们。我明白你的意思。昨夜我做了个梦。什么梦？我梦到了陛下。梦里我似乎真的被陛下打动了。少将军，我知你是好意才说了这么多话，但我改变主意了，我愿意给陛下一个机会。陛下刚赏了你50鞭子，还罚了禁足，你不介意？马上便是秋收，我无法去，劳烦少将军替我转送给陛下，他会高兴的。腰封乃是男子的私密之物，不可随意赠人。宁回之却要赠与陛下，意思不言而喻。顺手的事，什么劳烦不劳烦的？既然你意有决断，我自不会干涉你。你好好养伤。哎呦，陛下呀，这如何能行啊？龙体若是受损，奴才岂不是罪该万死啊？朕闻见荤腥便恶心，让沈昭滚进来。陛下万安。跪过来点儿。萧福玉闻到他身上郊外野草的气息，心口的恶心缓解了些许。拿出来。陛下要朕拿什么？萧福玉耐心见底，直接伸手，指尖挑开男人胸前的衣襟，探进去。陛下，放肆！谁准你阻拦朕？萧福玉眸底浮起冷光，轻飘飘地甩了沈超一巴掌。趁着男人被打偏头，他终于在对方怀里摸到了那串糖葫芦。桌案上那碗鸡汤归你了。
酸甜的滋味在舌尖蔓延，天子那刁钻的胃终于又活了过来。沈昭没动，一眨不眨地盯着天子粉色的舌尖从唇齿间探出来，将唇瓣上的糖衣舔湿成晶莹剔透的红。吃个糖葫芦还要勾人。他舔了舔嘴唇，端起桌案上的鸡汤一饮而尽。行了，这里没你事了，滚吧。他的帕子呢？你拿了朕的帕子。什么帕子？陛下的帕子不见了，为何要问臣？臣可不喜欢那种绣了花的帕子。是吗？陛下，臣的帕子绣了花，您暂且用用。周围静了一阵，陆长京看了看笑得耐人寻味的陛下，又转头看了看面无表情的直属上司，好像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同样都是萧灵卫。萧福玉指尖夹住那帕子的一角，慢慢地从陆长京的手里抽走，轻笑道：陆青怎么就这么贴心啊？手心像是被什么挠了一下，痒意直达心底。这一瞬间，陆长京觉得自己出现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怪沈昭太不贴心了。其实这都是臣的分内之事，臣帕子上的绣花驾！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陛下，明日便要狩猎，到了夜里少不了要吃烤肉，您舟车劳顿，先将脾胃养一养吧。蠢货，歪了，你这钉子往哪儿钉？实在钉不好，就钉脑门上。滚过来！陛下又要吃糖葫芦不成？朕不吃。将方才朕扔的银子捡回来。陛下，其实1块银子不打紧。银子不打紧，但这沈指挥使的皮却紧得很，时不时就得让人替他松松。他不喜欢太温顺的狗，但太不听话的照样也不喜欢。天子不仅胃刁钻，脾性也是1等1的刻薄。萧福玉隐约体会到了为何传书前那些个领导都见不得手底下的人太痛快。陛下，谢小将军求见。朕今日疲乏，让他明日早些来。谢小将军，陛下已经睡下了，您明日早些来吧。哦，不好！谢武居扭头只看了一眼，瞳孔骤缩，猛然推开来福，冲进营帐里，在所有人尚未反应过来之前，抱起床榻上沉睡的天子就往外跑。哎呦，小将军您这是……来福急忙跟上去，话尚在喉间，下一瞬，身后整个天子营帐被山坡上滚下来的巨物彻底冲垮了。烟尘四起，白日里众多萧灵卫精心搭建的天子营帐刹那间化为废墟，守在营帐旁的2个萧灵卫没来得及撤退，肉身被碾碎，混进了尘土里。来福，陛下，让沈昭来见朕。可是陛下，这营帐都毁了，总不能让天子光着脚丫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见臣子吧？这成何体统啊！陛下若不嫌弃，可先去臣的营帐。臣尚未就寝，被褥床榻都是干净的。可天子双腿交叠坐在主位上，因暂未寻到合脚的新靴，只得赤脚踩在一个小太监的背上。沈昭进来时便是这番情形，那趴在小皇帝脚上垫脚的小太监面红耳赤，鬼知道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陛下，臣来请罪。今夜之事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沈昭动的手，要么是萧灵卫里出了奸细。方才营帐倒塌，禁卫军统领及所有萧灵卫皆来请罪。沈爱卿，那个时候你在哪里？陛下让臣去寻找丢掉的银子，陛下忘了吗？哦。玉足自小太监的背上抬起，踩在沈昭肩上。1块破碎银找了半日，朕还要夸你不成？陛下怀疑是臣动的手？都下去，即便朕不怀疑，你身为指挥使，
也难辞其咎。沈昭，方才朕险些命丧营帐之下，木兰围场的所有人，朕都不会信。臣若想对陛下做什么，不会用这种拙劣的法子。沈昭抬手扣住天子纤细的脚腕，慢慢的从自己肩上扯下来，搭在腰上。臣若是凶手，要么不做，要么做绝。都把朕的营帐弄垮了，还不算绝吗？上云京里皇室宗亲如此之多，即使陛下驾崩，后续变数仍旧数不胜数。臣若是他，便在今日之前弄死除自己以外所有可能继位的皇室宗亲，将一切的变数淹没在事发之前。沈昭，你好大的胆子！臣只是在为自己辩护。朕倒是有个法子，不过需要爱卿你配合朕。萧灵卫指挥使意图弑君，百口莫辩，被朕押送回京候审。臣辈冤枉，恨极了陛下。若是这个时候有人能替臣洗刷冤屈，臣自然愿与其合作，铲除昏君。四目相对，萧福玉倏然冷下脸。禁卫军何在？末将参见陛下。萧灵卫沈昭意图弑君，给朕拿下，押送回京候审。可是陛下，若臣送他回京，陛下身边岂非无人？若非萧灵卫副使向朕揭发，朕也不会知道朕的指挥是如此大逆不道。你且放心押送人回京。臣领旨。沈昭被带了下去。陛下，喝碗安神汤再歇歇吧。都是奴才没用，照顾不好陛下。行了，下去休息吧。朕瞧你也受惊不小。奴才想守着陛下。妈妈，我是小玉啊！妈妈，不要杀我，小玉害怕，妈妈。你为什么要活下来？你是疯子生出来的，你也是疯子，不会有人爱一个疯子的。这辈子注定是一条贱命，被人抛弃的贱命，和妈妈一起去死好不好？去死！不好，不好！陛下，陛下！一道惊雷自营帐顶上劈下来。陛下，奴才是来福啊！来福？朕吓到你了。陛下，奴才去请太医来。朕方才是不是像个疯子？陛下，您只是梦魇了。去请太医吧。陛下今夜受了惊，神思不宁，再加上深秋寒气入侵，围场不比大内有地龙镇压，难免梦魇。心神受惊，难免有阴邪侵袭，阴气太重，便需阳气来补。若能有阳气旺盛之人在陛下就寝之前暖床，并时时守在龙榻旁替陛下驱散阴气，陛下自可安眠。来福立在一旁没说话，他是太监，就属他最没阳气，无法替陛下暖床榻了。怎么，朕养着你们太医院，到头来正经治梦魇的药开不出来，还需要朕自个儿找个男人来治病。陛下恕罪，臣所言并非危言耸听，所谓阴阳协调，自古便有。再者，是药3分毒，陛下昨夜刚服了安神汤，明日又要狩猎，实在不宜再服药。让陆长京进来，你们都下去。今夜你在此处守着朕。萧福玉扫了一眼刚沐浴完准备替天子暖床的陆长青，只见青年的神情肉眼可见的变得失望。果然还是这种比较蠢的男人用起来安心呢。天蒙蒙亮，
萧福玉慢慢睁开眼，只觉得被褥格外的热，尤其是脚心。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将坐在床尾，漆黑的眼珠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而他的脚就踩在男人坚硬如铁的腰腹上。陆长青不知何时被打晕，丢在营帐角落，本该守在他床榻边的人变成了饥肠辘辘的饿狼，一匹对皇位愧死已久的饿狼。陛下醒了。沈昭。萧福玉挑眉，一脚将人踹下榻。你最好说服朕，为何擅自逃回来？陛下，您的那些禁卫军实在古板无趣，臣一路上快闷出病了。押送队伍刚走，那幕后之人不会这么快行动。臣又听闻陛下需要阳气，便回来帮帮陛下。臣的阳气够吗？到底是来献阳气，还是怕朕半路反悔，让你背了罪名回来试探朕？爱卿心里清楚。沈昭能在禁卫军的眼皮子底下偷天换日的跑出来，只能说明一点，禁卫军里也有沈昭的人。臣自是回来献阳气的，陛下错怪忠臣，未免让人心凉。是吗？可朕听闻阳气纯粹者皆是童子，爱卿如今已是24岁的年纪，阳气如此精纯，不会还未经人事吧？臣早就算到会有今日，阳气特意给陛下留着。哦，朕竟不知爱卿如此神机妙算，那不如爱卿再算一算。算什么？当然是算一算你什么时候能洗脱冤屈。说完，他忍不住笑了一声。爱卿似乎很失望，难道还想算其他的东西吗？陛下，您醒了吗？此妖方里有朕亲笔密信，不论是否能捉出幕后之人，朕都不会让你真的顶罪。君无戏言，爱卿满意否？臣很满意。来福，让谢无居来见朕。拿好这封信，朕给你7日时间，将玄机营的兵调回来。你是谢将军的儿子，但你更是谢无居。朕知道你不想活在你爹的威名之下，现在朕给你这个机会。接下来7日，朕会让人给你打掩护。你从木兰围场外的山路走，务必掩藏所有踪迹，记住了吗？臣必不辱使命。去吧。陛下既已与沈大人说好，为何又……你以为朕大费周章，只是为了捉一个心怀鬼胎的皇室宗亲吗？就是可惜他还未曾寻到下一个适合萧灵卫的指挥使。可惜这样有用的男人却不能为他所用，还是死了比较安心。要怪就怪沈昭的手伸得太长，居然连禁卫军都敢插入眼线，再不出去日夜难安呐。可是陛下腰封里的确写有密信，来日若那厮昭告天下，岂不是让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失约了？你是说这封信吗？陛下，这万一沈大人发现……他不会发现的，就像他胆大妄为偷走朕的帕子，以为自己不承认朕就拿他没办法一样。这一次他照样不会将朕放在眼里。咱们这位沈爱卿可自负得很呢。萧福玉说完，瞥了眼角落里昏迷不醒的陆长青。在围场这几日，多给他找点事情做。陛下放心。听闻先前的赏菊宴，你老子自己病了，还非逼着你去，我就好奇了。小皇帝连宁回真的假清高的玩意儿都看得上，你不是也挺喜欢装清高吗？小皇帝怎么没在赏菊宴上看上你啊？你们取笑我便罢了，还攀扯到陛下身上，这酒我看你们是不想喝了。姜子牙，你抽什么风啊？平日里你也没少编排那小皇帝和宁回之的事儿，
现在装模作样给我脸色看，真以为老子怕你不成？都编排了什么趣事，也说给朕听听。这是小皇帝，可惜这样好看的小皇帝会看成宁怀之那么个玩意儿啊！大胆！见到陛下为何不跪？陛下万安！一群不识好歹的小畜生！姜子牙，太傅的病可好了？禀陛下，家父年事已高，风寒刚愈，又患了头风，怕是还需休养几月。太傅虽病了，但对你的事却上心。你在秋闱上写的那篇文章，朕看了，很有你父亲昔日风采，可见他平日对你没少管教。陛下谬赞，臣愧不敢当。行了，都平身吧。好你个姜子牙，我说怎么从赏菊宴回来后，你小子便一声不吭，竟偷偷去了秋闱？还有那谢家三郎，日日在府里摆弄一朵枯了的菊花，我还以为他练武练坏了脑子，原来是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就咱们3个不知道。赵玉那个蠢货，昨日还写诗嘲讽陛下其貌无颜，才会痴恋大臣之子，我还夸了他一夜，丢死人了。都怪你，陛下定是厌了咱们了。别说了，片言不可冒犯，你我则可随意编排。陛下，这群皮猴子实在太不知收敛，以为旁人都是聋子吗？不如让奴才去教训教训他们。朕现在没工夫管他们，正事要紧。陛下，沈大人的囚车被劫走了。沈大人，你看，陛下并未信任你，还选了第2个男人来保他的皇位。王的猜忌可是很可怕的，如今他只是不信任，保不齐来日就想着斩草除根。我知道你和萧福玉之间的交易就是为了引出我，可事已至此，何不将错就错呢？哼，你好好考虑清楚。不必考虑，你打算何时动手？不急，咱们可……不行，最迟2天后。沈大人这么急做甚？2日如何够我策反禁卫军？你手里的萧灵卫也未必全听你的吧？比如那个陆长京，一看就被小皇帝迷昏了头，每次上早朝啊，他的眼珠子都快贴萧福玉脸上了，哪里还认得你这个老大？依我之见，还是稳妥些为妙。反正这谢武居从玄机营调兵，最快也要5、6日才能赶回木兰围场。你不急，那你接我的车。装什么呀？萧灵卫用不着你操心，只要赶在谢无居搬回救兵之前解决，能有他什么事儿？谢家效忠皇室，小皇帝和所有的黄金宗室都死光，他们能效忠的人自然只剩你了。都死光？行不行？一句话。行。平王殿下会前途无量的。啊，你怎么知道？黑人面具后的脸大惊失色，沈昭瞥了眼他臃肿的肚子。我不想。算算日子，谢无居也该到了。今日天公不作美，雨天山路难行，谢小将军怕是没那么快。不过陛下大可安心，那3、4个人假扮谢小将军走官道的暗卫，都挑了不同的时间出发。那反贼再如何算无一策，也无法算到哪个才是真的谢小将军。沈昭那厮音讯全无，朕看他是真的想造反了。来福，朕不能坐以待毙。有禁卫军守着，陛下也不必太忧心。禁卫军，原书里反派造反逼宫的时候，禁卫军的确誓死抵抗。禁卫军统领更是为护天子周全，年纪轻轻的死在了沈昭的刀下。如此忠心的臣子，书中却连他名字都不曾留。不对呀，年纪轻轻的禁卫军统领，可如今的禁卫军统领分明已年逾40，马上便要告老还乡了。这2个禁卫军统领根本不是同一人。
可这么重要的事却与主角攻受感情线无关，原书作者根本没有提及。小侄儿，识相点儿，就乖乖出来。要我说，你们还抵抗什么？一个只知道和大臣之子卿卿我我的天子，有什么可效忠的？哼！陛下，这可如何是好啊？慌什么？乱臣贼子！哼！世子王妃尚在京中，皇叔未免太急了。他也不想这么急呀，都是那沈昭催着他动手，结果今日他动手了，这厮却连人影都不见了。哼！待本王来日登基，还怕没有王妃世子吗？哈哈哈哈！要怪就怪你做事太绝，竟敢用无儿威胁我。你将他留在宫里时，可想过今日？你父皇从我手里抢来的皇位，今日本王便从你手里再夺回来。萧福玉，你的确命大，靠着一张蛊惑人心的脸，睡在榻上都有男人帮你度过一劫。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皇位可不是靠一张脸就能坐稳的。本王早已洞察你会让谢无居去请救兵，只可惜他再快马加鞭，也需2日后才能赶到。现在只要你自愿写一封退位诏书，本王也不是那么绝情的人，便大发慈悲，留你一命。朕的龙椅不大。萧福玉扫过他的肚子，笑了笑。皇叔怕是坐不下呢，给本王动手！陛下，您先走。禁卫军副统领回过头，露出坚毅俊秀的年轻面孔。臣为您殿后。陛下，这里应该臣不过刚离开几步，陛下怎么就将自己弄得如此狼狈？天子乌发散落，身形消瘦，握剑的手微微颤抖，伶仃立在风雨中，可怜极了，也美极了。沈大人止步！平王名不正言不顺，来日即便成事也会被世人戳着脊梁骨骂。大人可莫要走错路啊！来福，退下。陛下可真沉得住气啊！与他肌肤相贴的是绣春刀的刀背。哼，装腔作势吓唬谁呢？爱卿都沉得住气，朕为何沉不住？为何要让谢无居回玄机营调兵？陛下就这么信不过臣吗？谢无居难道比臣有用？平王提前动手，爱卿却毫无音讯，这不正说明朕的怀疑没错，你的确背叛了朕。陛下觉得为臣会为了平王那刀珠临着雨和陛下对峙？难道不是？不是，臣是在自保。若非让平王那个蠢货提前2日，等2日后谢无居调兵回来，陛下第一个要杀的就不是平王，而是臣。哼，胡说，朕可舍不得杀你。是吗？那陛下要如何解释这封密令呢？你把它打开了？不是臣打开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臣尽心尽力，陛下却想杀了臣，臣的心都被您伤透了。你想如何？还请陛下在这道空白信件上写下一道特赦令，日后不论做了什么以下犯上的事儿，陛下都会赦免臣的罪。哼，以下犯上，爱卿胃口不小，不怕撑死。陛下，您要的是臣的命。和陛下的冷血心肠比起来，臣这点自保手段算得了什么？陛下的胸膛便是被人挖开，里面多半也是空的。
这话好不清白，旁人听了还以为朕是负心汉呢。只要陛下知道，臣与陛下清清白白便好。陛下，写吧。此处无笔无墨，如何写？待朕回营帐解决叛党。陛下的手指便是笔，现在有墨了。僵持半晌，萧福玉叹了口气，隔着脖子上的毫无杀伤力的刀背，仰起头凑近，凸起的唇珠在男人的薄唇上一触即分，敷衍又轻慢。够了吗？头顶的数字从99变成了90。陛下，捅一刀再给根骨头，您把我当狗玩吗？朕以为你又会说你不喜欢男人。臣的确不喜欢男人，所以陛下这调教狗的手段对臣无用。是吗？好吧，那实在是太可惜了。他的话还没说完，男人宽大的手掌扣在他的脑后，裹挟着滚烫的鼻息，低下头，急切而用力地含住了他的唇。绣春刀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无人理会。来福立在一旁已然看呆，又是惊悚又是崇拜。不愧是陛下，如果一个吻安抚不了乱臣贼子作乱的心，那就2个。大禹一直在想，萧福玉被困在山壁与男人的胸膛之间，素白的指尖被迫染上男人掌心刀口流出来的雨水都浇不拢的血。怎么会有男人恶到和想杀了自己的天子十指相扣呢？可笑。萧福玉喘了口气，闭上眼，任由雨滴顺着他们相贴的唇缝淌下去。臣送陛下回去。沈昭的背很烫，几乎要将萧福玉胸前的衣襟喂出水汽来。他闭眸枕在对方的肩头沉思。他被袁术误导，不曾想到禁卫军统领是平王的人，不仅让沈昭的私兵继续有理由藏起来，还让平王自信到敢提前动手。一旦萧灵卫听从沈昭的命令也跟着反，他根本等不到谢无惧救驾。可沈昭没有这样做，反过来用萧灵卫阴了平王一手，将救驾的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绕了这么一大圈，就为了想谢无惧这点功劳。沈昭不是连皇室宗亲都不放在眼里吗？他知道沈昭对自己有欲望，只是死要面子不承认。这样的男人他见得多了，罢了，总归2个吻换一封特赦令，不亏。童男沈昭连亲嘴都不会，简直和被狗啃了无任何差别。萧福玉抬手，指尖穿过男人头顶鲜红的75，左右晃了晃。这个东西应该是类似于黑化值吧。方才亲嘴的时候，男人头顶的黑化值从90落到0，又从0飙升至90，来回多次，最后停在了75。听到了吗？即便没有你，没有萧灵卫，朕仍可反败为胜。你们提前2日，却还是晚了。是吗？那真是可惜。臣随便插了一手，他也晚了。哟，谢小将军这是来救驾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咱们萧领卫比你快了一步。陛下呢？沈昭，你胆敢蒙骗本王！我说你怎么如此心急催我动手？感情是怕谢无惧抢你功劳，抢你恩宠？你这个贱人，为了给你主子表忠心，居然利用我！你们萧灵卫果然没一个好东西。事后你爬上萧福玉的龙床，莫不是还要让陆长京给你当陪嫁的妾？不要脸的死短袖，本王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萧福玉，太皇太后婚事不满半年，你敢对我赶尽杀绝，就是不孝！今日玄机营的兵在这里，禁卫军也在这里，
文武百官都在营帐里听着，你敢说你和萧灵卫那群男人清清白白？难怪那日沈昭入宫，请你批款项，能批几个时辰？哪里是什么款项，分明是你用来养萧灵卫那群面首的赃款。借着自己有张蛊惑人心的脸，一个宁回之不够你玩，你还要玩一群？萧福玉，大梁江山迟早毁在你这种断袖手里。既然注定要毁在你手里，为何我不能抢过来？朕从来不在意败者的谩骂。从玄机铁骑抵达木兰围场时，你就该明白，就算没有沈昭搅浑水，今日你照样玩不过朕。待朕沐浴更衣，再来收拾叛党。谢小将军，臣在。臣来迟，没能帮到陛下。你来的不晚，朕很满意。你唤什么？微臣季英。季统领，今日就驾，你属头功，朕记住你了。切，来福，去杯热水。奴才这就去。沈爱卿，拿上朕先前吩咐你准备的东西来营帐见朕。至于这些叛军，先关押起来，朕要亲自审问。陛下，晚安。让你找的证据找到了，需要臣进来呈给陛下吗？哼，不劳烦沈爱卿。来福。是，沈大人，给奴才就好了。好，来福公公可要接吻了。哎呦，陛下，您看他。来福公公不中用，还是得臣亲自呈上来。陛下，你先下去，东西给朕。陛下确定要这样看吗？那就把东西放下，你滚出去。哈，臣说笑罢了。这叠书信全是方才叛乱之时，臣从平王营帐里翻出来的。萧福玉粗略地翻了翻，基本上都是与皇室宗亲以及朝中部分官员的密信，有且不包括卖官如何交易，官员之间如何徇私包庇，贪污的赃款如何平分，以及保留这些书信作为威胁，逼心怀叵测之人上平王的贼船。连营帐里都能搜出这么多，平王府里怕是更多。或许朕得给这些人一点喘息的机会。然后再一锅端了。爱卿这件事做得不错，先退下吧。待夜里摆宴，朕自会论功行赏。陛下借了季统领头功，又要给臣记几段功呢？沈昭，朕记得方才在后山咬的是你的舌头，不是你的脑子。朕如何决策，轮得到你盘问。为君上尽忠，本就是萧灵卫的本分，爱卿可莫忘了自己的本分。臣告退。来福，你说，若朕处死所有被平王鼓动造反的禁卫军，百姓是否会骂朕残忍？陛下是天子，若不处置这些反贼，留他们一命，来日给他们机会再生事端，惹得上云京动乱不安，遭殃的不还是百姓吗？百姓若不能体谅陛下的苦心，便是愚钝，陛下不必理会。只是死了，未免便宜他们。哼，个个都是年轻有力的汉子，既然如此闲不住，就让他们去天极山给朕修皇陵。奴才这就去宣旨，让朕的皇叔一块儿去。哼，他那么惦记朕的皇位，朕不能给他，但是皇陵还是能让他修一修，好好修。陛下如此仁慈，实在是百姓社稷之福，就连奴才都跟着沾光呢。哼，就会说些漂亮话哄朕。奴才脑子笨，也就能说几句好听的吉祥话，不像沈大人仗着自己有本事，
在陛下的面前连句好话都不会说，奴才看在眼里，都替陛下生气。这次没能杀他，日后再想动手便难了。让季英来见朕。微臣参见陛下。来福，去请太医来看看季统领的伤。陛下，微臣承蒙陛下赏识，继任统领之位，以示者也。同是为陛下赴汤蹈火，若陛下对禁卫军偏爱太过，恐会惹起萧领卫不满。是吗？若朕非要请太医给你瞧瞧，你难道要抗旨不成？微臣不敢。抬起头来，名字不错，模样也不错。哼，朕果然没赏识错人。陛下这话先前也原封不动地夸过谢小将军。头一次见识到这样死心眼的男人。怎么，朕一句话不能夸两个人？季统领也要造反不成？微臣不敢。朕一直好奇，你今日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挡在朕面前？你不怕死吗？这句话陛下5年前也曾问过微臣。5年前，朕还是皇子的时候。5年前陛下欲在冷宫投井，微臣那时不过是个在冷宫守门的侍卫，彼时恰好巡逻，便跳入井中救下陛下。陛下不记得了？先皇后被先帝厌弃打入冷宫，然后生下了九皇子，也就是本书的主角兽。但是10年前，这主角兽就因在冷宫被主角公帮扶一次成了恋爱脑。为了见到主角公，说什么也要活着爬出冷宫，怎么可能想不开去投井呢？这5年发生了太多事，朕的确记不清了，但朕想听你说说。许是冷宫艰苦，那时陛下是短发，穿的很奇怪。您趴在井边喃喃自语，似哭似笑。谢谢你啊，大好人。九殿下既然会感谢微臣，又为何要想不开？我只是想回家，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跳第2次了。我已经找到回去的方法了，不过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九殿下尽管吩咐。这么好说话，那是不是不论我让你做什么，你都会乖乖去做，就像小狗一样？你叫什么名字？季英。名字不错，人也不错。待日后我夺了皇位，就封你做禁卫军统领。殿下慎言。怕什么？这鬼地方连条狗都没有，你们不会说出去的，对吗？说出去也不会有人信啊。就算说出去，旁人也只会当冷宫的九皇子在说疯话。所以季英替他保守了往后所有的秘密，甚至后来3年默默地替这位九皇子传递了不少消息。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出冷宫，在陛下生辰宴精心设计出一场苦肉计，夺得帝王的宠爱，然后踩着无数人的枯骨登上皇位。然而他没有等来那封他为禁卫军统领的消息，等来的是全然陌生，宛若被抽离魂魄的心帝傀儡。他偷偷去养心殿探究过无数次，那位心帝总是神情呆滞地坐在桌案前，有人进来便麻木地说过几句话。身侧的御前总管对他无理嘲讽，他也只是呆呆地笑着。久而久之，御前侍奉的人都觉得心帝没脾气，是个懦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尤其是那个宁回之身边的人，个个一气指使，仗着心帝无条件的听从，在上元京作威作福。就连与心帝敌对多年始终无法铲除的神指挥使都被他们挑衅过。能从九子夺嫡里杀出一条血路的天子，忽而懦弱，却无一人觉出怪异，只是私底下笑话天子为了一个男人失了心智，丢尽了皇室的脸。季英偶尔也会偷溜进去，替心帝擦去手上无人去管的墨痕。他知道这具傀儡里的陛下不见了，但身体却是陛下的，不能让旁人如此怠慢。直到2年后，他照样走过冷宫那条路，却听见宫人议论纷纷，说陛下性情大变，杀死了宁回之的书童。他知道
那位让他誓死追随的天子回来了。陛下，朕无事。朕当皇子的时候，与沈昭是仇家。陛下，您从前从未独自与沈大人打过照面，最多朝堂上与他政见不合，只是在上云京，世家权贵也好，平民百姓也罢，都当沈大人是仇家。人嫌狗增的混账东西，人人仇视也不足为奇。微臣一直不明白，为何陛下在登基的前一夜会让微臣务必杀了沈大人？哼，很显然你失败了。微臣无能，没能完成陛下嘱托。可他又想起了今日天子被谁吮吸到红肿的唇，这么多年戒英还是看不懂，为何有人会与想杀的男人接吻呢？那么如今陛下还想要杀他吗？陛下，太医来了。去给季统领看看伤。是。哎呀，季统领，您是不想要自己的手了？这伤口都快化脓了。怎么来得这么慢？今夜的赏功宴准备得如何？陛下有旨，底下的人哪里敢怠慢呢？都已经备好了，只待陛下移驾了。不急，今日诸位爱卿受惊不小，让他们都缓缓。陛下，如今玄机营、禁卫军、骁灵卫俱在，明日不如办一场狩猎赛。啊，季统领、谢小将军，二位意下如何？微臣领旨。臣都听陛下的。陛下一走，底下的臣子们霎时活络起来。听闻陛下处置平王叛党的旨意已经下来了，为何迟迟没有公布？陛下今日回来的时候还说要亲自审问，也不曾审问。季统领，你如今最得陛下信任，不知陛下打算何时处置这群叛党？陛下都不急，诸位急什么呢？守好臣子本分，不该问的别问。季统领，陛下让你宴会结束后去见他。多谢公公。老大，你不会没有赏赐吧？陛下说是赏了我100金叶子，其实啊有300。你说陛下是不是？300金叶子就能让你死心塌地？哼，可真好打发。老大，我看你啊就是嫉妒作祟，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嫉妒？嫉妒你被萧福玉当成狗玩吗？既然如此，明日的狩猎赛让我带兄弟们去，如何？明日狩猎赛若赢了，便能得到陛下的彩头，我想要。咱们兄弟一场，反正你也不喜欢陛下，出风头的机会就让给我，不过分吧？行啊，祝你得偿所愿。他差点以为自己要被揍了，幸好沈昭不是断袖。怎么，朕是能吃人？哦，臣身上有酒气，怕熏到陛下。虽然平王叛党已然被镇压，朕仍旧心有不安。臣定护陛下左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朕知道你的本事，只是你太耿直，怕是玩不过某些心机深重的混账。所以，朕要你暗地里替朕去查一件事。朕要知道，沈昭的私兵养在哪里，规模几何。只是这需你下职后才能去查，朕不希望被他察觉。你能做到吗？天子的语气轻柔，温热的鼻息喷洒耳侧，季英险些忘了呼吸。臣定不负陛下所托。好，明日狩猎，朕期待你们禁卫军的本事。这个，赏你了。季英紧紧攥着残余温度的玉狮子，退出了营帐。明日参赛的花名册已经送过来，陛下可要过目？骁灵卫领队的是陆长京，
是呢，听说是沈大人对明日的彩头不感兴趣，便让副使上了。最好如此。对了，奴才方才去煮醒酒汤时，瞧见谢小将军一直在营帐外来回走，却又犹豫不敢进来，不知是不是有事儿想见陛下。既然他不进来，朕便只当什么都不知道。你也是。是。陛下都就寝了，妖风还是过几日再送吧。怎么不见陆长京？奴才正要说呢，昨夜陆副使还好好的，结果今早起来就没瞧见人，后来被人从马厩里拖出来的，此刻还没醒呢。奴才差人去瞧了，沈大人说是陆大人昨夜巡逻时头不小心撞在树上，又不小心晕倒在马厩里，被马踩了一脚，伤势说重不重，但今日的狩猎只能让沈大人替他上了。哼，是吗？那真是太可惜了。这件披风是朕18岁生辰时先帝赏朕的，这2年来朕只穿过一次，后来肩扣损坏，朕重新镶了宝石珠子与穗子上去，便算作今日的彩头。祝诸位勇士所向披靡，安我大梁社稷。关上台下士气高涨，本就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更是盯着天子手里的披风盯红了眼。陛下，陆副使醒了。让他过来。是。陛下。好端端的怎么会撞到树上？今日错过狩猎比赛，未免可惜。让陛下见笑了。行了，看在你这样可怜的份上，就坐在这儿陪朕观赛。是。沈指挥使，是男人就各凭本事，强抢算什么英雄好汉？我喜欢强抢，上元京人尽皆知，你才知道。陆青，你说今日谁会赢？属下觉得沈指挥使会赢。哦，为何？他那么会抢，谁能抢得过他呀？哈哈哈哈！今年的狩猎赛错过了便错过了。萧福玉素白的指尖捏起了一颗葡萄，丢进陆长京怀里。陆青能陪在朕身边吃葡萄，难道不是美事一件？陛下，臣给您剥葡萄。萧福玉看了他一眼，张嘴咬下。他剥一颗，陛下便吃一颗。陆长京渐渐忘了自己错过的狩猎赛的不忿，剥葡萄皮剥得乐不思蜀，直到一盘葡萄全被他剥光了。他抬头瞥见萧福玉被葡萄汁液滋润的殷红的唇瓣，心脏狂跳，耳边恍惚想起了沈昭说过的话：他玩你们跟玩狗似的。我这样很像狗吗？陆青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陛下见笑，臣说着玩的。桌案旁的最后一炷香燃尽了，铜铃声响，胜负已分。陛下，3支队伍所猎猎物皆已记在册上。抢了禁卫军3只大雁、6只兔子、1头鹿，夺了玄机营1头羊、2只狐狸、4只雕，毋庸置疑拔得头筹。偏偏夺来的猎物都是在其他队伍射中箭之前抢先射下，旁人也无法说什么。恭喜沈爱卿抢到头筹。陛下，沈爱卿，你得跪下接受朕的赏赐。沈昭盯了他片刻，撩开衣摆跪下。萧福玉低下身子，将那半件披风披在了沈昭的身上。哼，穿着朕的披风倒是人模狗样。回陛下，这正说明人模狗样的臣与陛下的披风甚配呢。你不是说你不喜欢陛下吗？你不是说你不是断袖吗？那你今日这又算什么？你下作，你不要脸！哈，那又怎样？一件披风而已，想要就抢了呗。什么叫做就一件披风？那是一件披风的事吗？你明知我……你什么？明知你喜欢他，
你喜欢他就凭自己的本事去抢啊！我不是给你机会了，结果你连巡逻都能撞树上，蠢到这种地步，若真让你去，今日萧灵卫的脸都要丢光了。自己抢不过，怪谁？沈昭，你敢说你今日夺魁只是为了这件披风？随你怎么想。陆长青恶狠狠地瞪着他，急促地喘了口气，忽而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就这么华丽丽的气晕了。你这么想要见朕，现在朕来了，你说吧，你最好杀了本王，否则带本王去了皇陵，第一件事就是想法子将你的皇陵炸了。哼，不是你说太皇太后薨逝不久，朕杀你便是不孝吗？怎么，你也有尊严了？皇叔，你不会以为你造反，朕还要留着你的爵位，供着你继续在上云京享福吧？你想活，朕恩赐你活，但你想要尊严，门儿都没有。妄图造朕的反，这便是下场。萧福玉，你不过是凭借这张脸蛊惑人心，你当真以为那些男人是真心臣服你？早晚有一日你会玩火自焚，本王就在你的皇陵里等着看，看你能得意到几时。陛下，平王不死，来日未免不会卷土重来呀。哼，他不是去修皇陵吗？修皇陵每年死那么多人，多他一个也不多。陛下圣明。哈，不好意思啊，打歪了。谢小将军，你不是说陛下已经收到我的妖风了吗？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妖风还在你这里？抱歉，你也知道木兰围场发生了大事，陛下很忙，我实在是没有机会送出去，才是没有机会，还是你根本不想送？你先前总是劝我与陛下断干净，说什么你也瞧不上他，我还当你是替我着想，原来是替你自己想。从赏菊宴开始，你便总是心不在焉。那朵陛下赏赐的凤凰阵雨，你口口声声说不喜欢不情愿，其实日日瞒着我在府里悉心照料，当我不知道吗？谢无惧，你当真够虚伪。我虚伪？宁惠之，难道不是你一边立贞节牌坊瞧不上陛下，又舍不得陛下赠你的权势地位？如今陛下不搭理你，你又放不下脸面，便想让我去替你示好。怎么，你的脸面是脸面，我的脸面就不是脸面？你不曾见过陛下在围场是何等艰险，也全然不担心他的安危。我回来后，你第一句话便是问你的破妖风送没送出去。我告诉你，全上云京就说你最虚伪，像你这种假清高的伪君子，根本配不上陛下。原来君子之交撕破脸也没体面到哪儿去，与市井骂街之流没有任何的区别。精彩，实在是精彩啊！沈昭敷衍地鼓了两下掌，笑着开口：“宁府做完了，二位慢慢唠。”混账东西！陛下在梦里骂谁呢？谁知平日里牙尖嘴利的天子像是浑身没有骨头似的，往前一栽，靠在他怀里，寻了个舒服的地方继续睡。嘿，把他当枕头呢。先说好，臣不喜欢男人。萧福月，沈爱卿，你让朕好等啊！哼，你瞧，朕等你等的都睡着了。臣竟不知陛下还有如此有趣的一面。你的意思是，朕平日里很无趣了？萧福玉半眯起眼，血色从眼底蔓延到眼尾，泛起森冷的杀意。他像是清醒了，又未曾完全清醒。混账东西，你也配对朕评头论足？不过是朕的一条狗，让你做的事做好了吗？沈昭正要说什么，忽而皱了皱眉。
萧福玉也跟着皱了皱眉，眉眼的不悦尤为明显，有什么东西硌得他大腿发疼。下流东西！他反手甩了沈昭一耳光，把你的脏东西给朕收回去。陛下恕罪，臣收不回去。难道不是陛下勾引臣在先？臣都说了，臣不是断袖，不喜欢男人，陛下还要往臣腰上坐。引诱？那你倒是说说，是朕甩了一耳光引诱你，还是掐你脖子引诱到了你？哼，都有。你这个逆……萧福玉冷冷地看着他，突然吐出了一口血，剧烈咳嗽起来。消瘦单薄的背霎时弓了起来，扣在男人脖子上的手也颤巍巍地松开了。陛下吐血了，沈大人越权行刺，快护驾呀！整个养心殿乱成一团，无人顾及得上他。他干脆也不走，这可如何是好啊？自从木兰围场，陛下受了惊，梦魇的症状越来越多了。把了这么久还没拔出来。陛下，您自木兰围场后便忧思深重，劳心伤神，微臣等写的方子也只可治标不可治本，若想全然除去梦魇困扰，唯有陛下放松心神，心情愉悦。怎么，这次不说朕缺阳气滋补了？先前陛下在木兰围场，山林所处之地难免湿冷，如今回了宫，有地龙紫薇之气镇守，阴邪自是无法侵袭陛下圣体。宫里是无阴邪，可若是有人阳气太盛冲昏脑子，太医可治得了。以菊花泡茶，可降火却燥。来福，听见了吗？还不去泡壶菊花茶来，给朕的沈爱卿降降火。奴才遵旨。沈大人好大的福气啊！过奖，也就比来福公公多一点。让沈昭滚进来。陛下，赏你的，喝完再走。特意煮了给爱卿降降火。朕待你好吗？好。沈昭端起海碗一饮而尽，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唇。再倒。接着第二碗，第三碗。若是旁人早就吐出来了，偏偏沈昭面色如常，眸底的火光半分不减。也不知是吃什么长大的，不仅吃得多，喝的也多，食量与驯兽场里的獒犬不分上下，活脱脱像是恶鬼投胎转世。陛下，您的菊花茶降不了臣的火。朕交给你的事做好了吗？与平王私底下有过交易的，除去了100多封书信里的名单，另外还有主动自首者302人，死不承认却被搜出证据者524人。臣没寻出证据但有嫌疑者70人，其中5成皆是皇室宗亲，涉及朝廷官员有3成，剩余2成全在禁卫军与萧灵卫里。没有证据，仅凭你的怀疑就把人抓回诏狱，朕是这么嘱咐你的。臣入这禁卫军是刑部，是任何一个代表大梁脸面的官员，自然要凭证据让人心服口服。可萧灵卫是天子鹰犬，一向恶名昭著，想咬谁便咬谁，还有这个必要吗？哼，朕当真不知除了你，朕还能让谁替了你的位子？沈爱卿天生就该当朕的鹰犬，横的男人都比不了。明日早朝，若是有人弹劾爱卿，仗着朕的旨意胡作非为，无凭无据抓人，朕该怎么办才好呢？臣保证，明日不会有人在早朝上多嘴。沈爱卿的能耐就是大呀，朕的皇位有爱卿这样的鹰犬，乃大梁之幸。行了，你退下吧。陛下，宫门已关闭，臣回不去。哼，
若非你这么晚才入宫复命，会被锁在宫里头。臣的错。哼，沈昭，你要造反不成？陛下不是说让臣自己找个地方歇脚吗？臣觉得陛下床榻边的这块地就挺好。来福，陛下，他去给他找个没人的寝殿，离朕的养心殿越远越好。奴才遵旨。沈大人随奴才走吧。打发完人，萧福玉一把拉拢暗帐，闭眼躺在榻上，被褥裹住脑袋，只露出一双脚丫，准备就寝。萧福玉一夜安眠，只是次日醒来时，右脚心隐隐有些不舒服。陛下，该起来上朝了。陛下，虽然寝殿烧着地笼，但不好好盖被子很容易着凉啊。来福正念叨着，忽然瞥见什么，大惊失色起来。这，朕就再睡一炷香。来福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又惊又怒，瞧着帝王圆润光洁的脚趾间隙里那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干涸白痕。来福虽然年纪尚轻，但8岁入宫就当了小太监，宫里下作阿扎的事不知见了多少，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老天爷呀，他嫩得和白菜似的陛下居然被野男人轻薄了。这宫里除了陛下，本就没有第二个男人能住，也就只有昨夜那一个死皮赖脸不肯走的野男人。他与沈昭不共戴天。来福，你这双眼睛不想要了。陛下恕罪，奴才伺候您穿衣，有事起奏，无事退朝。臣有奏，臣要弹劾孝令卫指挥使倚仗陛下圣旨滥杀无辜。昨日指挥使奉命清剿平王叛党，却在私下无凭无据抓走无辜臣子，祸乱朝纲。臣恳请陛下重罚沈昭，以儆效尤。哦，沈爱卿，可有此事啊？谢无居说臣无凭无据抓人，那谢无居指控臣的证据又是什么呢？陛下，他抓了那么多无辜大臣去诏狱严刑拷打，今日陛下在此，不如提他们来宣政殿，由陛下亲自审问，便可知臣与沈昭到底是谁无凭无据，在上云京欺凌旁人。那就传吧。陛下，您救救臣！臣与平王当真没有任何干系，臣是清白的。其余几位被抓的大臣连忙跟着开口表忠心。沈昭，你好大的胆子！瞧瞧，把朕的臣子都吓成什么样子了。陛下，谁说臣没有证据了？这几位大人的确没有在私底下与平王通信，但自陛下从木兰围场回来至今，已经过去这么久，他们若想毁坏书信，自可毁得一干二净啊。再者，在平王谋反之前，这些人没少借着与陛下政见相左的名义，多次在朝堂上阻挠陛下，甚至这些阻挠里大多次都与平王站在同一边。臣合理的怀疑他们就是平王留在暗处的棋子，把他们抓起来不过分吗？你这分明是诡辩。谢无居，你这么大火气，莫不是昨日我戳破了你和宁回之之间虚伪的交易，你恼羞成怒，记恨上我了？微臣向来公私分明，沈昭，你少在这里给陛下上眼药。诏狱是什么地方？那是为了陛下不受奸臣的蒙蔽，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的地方。臣抓他们问心无愧，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臣为何不抓旁人，偏偏就抓他们呢？他们不曾想过，可见他们毫无悔意，指不定还在心里如何埋怨陛下。陛下，以臣之见，就该严刑拷打，若再不老实，便连9族一块抓来诏狱，臣必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平王余党，让陛下再无后顾之忧。你放肆！昨日上云京血流成河，朱雀大街上现在还残余着混杂着污血的积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陛下早已不是这2年来昏庸懦弱的陛下了。朕相信几位爱卿无辜。沈昭，放人。沈昭御前无状，鞭刑40，现在行刑。沈昭，朕罚你，你服不服？沈昭掀起眼皮，阴晴不定地笑了一下，头顶的75变成了85。当然，40鞭，每一鞭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甩在了男人背上，皮开肉绽的，愣是一声不吭。40鞭结束，萧福玉摆了摆手：“行了，下了朝，让你手底下的人乖乖地将朕的大臣们送回去。这件事到此为止。”谢陛下开恩。没旁的事就退朝吧。萧福玉起身走下台阶，只是在经过沈昭身侧时，不经意地踩了男人的手一脚，只踩他，不踩旁人。这勾搭男人的新手段，还真是一个接一个的厉害呢。你再看，陛下也不会回头看你。哼，我看他一眼，瞧把你急的。哼，不知道的还以为这2年在皇宫登堂入室的是你呢。我忘了，你和宁回之挚友深情，你替他说话无可厚非，你们喜欢同一个男人也无可厚非。娥皇女杨见了你们都要往边上靠啊。沈大人说旁人说得如此轻巧，也别忘了自己。哼，你抢自己副使风头的时候，怎么忘了你和陆长京也是兄弟情深了？这一点，沈大人与我半斤8两，谁又比谁高贵？别以为我不知道，陆长京那眼根本不是撞到树上，是被你砸晕丢进马厩里的。陛下若是知道，不知又该如何看你。哈，陛下若是知道，只会觉得我比陆长京更有手段，更有用。是吗？那为何那日赏功宴，陛下将头功给了季统领？你那么有用，他怎么连个赏赐都没给你？哈，谁说他没给我赏赐啊？沈昭忽而低低笑了一声，凑近谢无惧耳边说了几个字。下一瞬，只见谢无惧浑身的肌肉骤然暴起，一拳朝沈昭脸上砸过去。哼，瞧瞧，我不过说了一句话，谢小将军怎么气成这样啊？贱人，你怎敢？你怎么敢？别打了，别打了！陆大人，还不把你家大人拉开？打，快点打！季统领，让他们打。季统领，你就不怕陛下知道了生气？哼，你不了解他。陛下，若非臣通报及时，这样人怕是要将宣政殿的屋顶都给掀了。宁侍郎，陛下，朕让宁回之在府中禁足思过，他可有悔改了？陛下您也知道，那孩子自幼倔强，自尊心又强，与陛下置气也只是因为心里有陛下，有怨陛下这么久都不来看他，昨夜还在雪地里跪了一夜，就为了和自己赌气。微臣瞧着也替陛下与怀之着急呀。哼，朕让他禁足思过，是想让他学规矩。怎么听你这么说，他对朕很不满？到底是宁回之不懂规矩，还是宁府藐视君上言传身教呢？陛下息怒，犬子年少不懂事，臣回去一定好好教导。哼，看在你今日通报及时的份上，朕便不计较了，你退下吧。是。你们俩好大的胆子，敢在朕的宣政殿闹事。陛下，是谢小将军对陛下处置臣的结果不满，与臣起了争执。你，分明是你。好吧，是我，陛下，都是臣的错，您罚臣吧。
分明沈昭将错全揽在自己身上，他该解气才对啊。可是恍惚之间，他竟在沈昭身上看见了父亲后宅里那群姨娘的影子。谢无居，你父亲不日将回朝，谢府与玄机营都需整顿一番，今日的事就此作罢，你先回府吧，替你父亲接风洗尘要紧。臣遵旨。将药拿来，跪过来，衣裳脱了。也不知道什么毛病，沈昭脱了个衣裳也要盯着他瞧。转过身去，萧福玉指尖取了一点药，用力地按在男人伤口上。陛下，您这算是打臣一巴掌再给个枣吗？男人头顶的黑化值从85变成了60。今日在早朝上演得不错，朕能赏你颗枣，就恭恭敬敬接着。只是在早朝上演得不错。哦，臣与谢无居在宣政殿打了那么久，若陛下想谈，不过一句话的事。陛下分明是故意促成这件事，甚至今日在早朝上对臣轻拿轻放，也是故意激起谢无居心里的不服气，想要臣激怒他。如陛下所愿，他在早朝上闯了祸，陛下却不计较。谢老将军马上回来，必然会知道这件事。陛下知道自己这2年做的混账事传到北境，谢家再忠心，心里未必就没有一点失望，所以陛下先发制人，让谢老将军欠你一个人情。臣说的没错吧？知朕者，爱卿也。滚回你的萧灵司，老实待着，别给朕惹事儿。臣告退。萧福玉起身绕过屏风走进了内殿，即将走到床边时，鞋尖忽然踢到了什么东西。这是一本巴掌大的书，书封上的字有些褪色。如何成为天下第一奸臣的秘籍。第一点，永远对君主阳奉阴违。第二点，没有钱的奸臣不是好奸臣。最后一点，永远不要爱上你的君主。就放在这儿，朕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回来捡。该死的，跑哪儿去了？脑袋转了一圈，忽而定住。只见床幔垂落的缝隙里伸出来一只手，纤细柔软，在黑夜里白得晃眼。再往下看，那手腕下压着的赫然就是他要找的东西。来都来了，当然要做点恶心小皇帝的事儿啊。男人低下头，森白犬齿叼住男人微微蜷起的食指，毫不费力地留下了一个浅红色的咬痕。哼，这小皇帝连就寝时手指头都要抹香粉呢。咬完食指，他犹觉不够，呲着锋利的犬牙就要咬第二根。谁知那只手忽然扬起，甩了他一耳光。该死的，怎么会有人喜欢在梦里甩人耳光啊？这又是哪门子勾搭男人的手段呢？若沈昭再敢咬他，他不介意再给对方左脸一耳光。好在对方暂且安静下来，只是低着头，高耸的鼻尖贴在他指尖这边闻闻，那边闻闻。萧福玉蹙着细眉，表情有些一言难尽。不知过了多久，他已经渐渐生了倦意，狐狸眼半耷拉着，快要睡过去。床帐外的男人终于记起了正事，一点点抽走了他手下的书。萧福玉手腕翻转，指骨微微用力按住男人的手背。爱卿半夜觐见，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朕一声？一列禁卫军在身后团团的围住，臣这是体谅陛下辛苦，只是落了一本书在养心殿，何必打搅陛下的好眠？哼，还不给朕拿下他？爱卿若只是落了一本书，何必偷偷摸摸？怎么，怕朕看见你私底下是如何学着当天下第一大奸臣，如何想着造朕的反？冤枉啊，陛下！陛下莫不是要用一个书名定臣的罪啊？什么奸臣秘籍？巫山云雨，春宵苦短，无数露骨的字眼一股脑地钻进了萧福玉的眼睛里。
萧福玉放下书册，抬眸对上男人欠揍的眼神，这分明就是一本套着奸臣秘籍的验书啊！沈昭这厮简直混账，好得很。沈爱卿，朕当真小看了你。彼此，臣也小看了陛下，特意抹着香粉在榻上等臣，真是厉害呀，好香啊！陛下，还有更香的，要试试吗？沈昭喘着粗气，直直盯着他，裂开唇角道：“臣却之不恭。”动手。两个禁卫军冷着脸将沈昭压在温泉池旁，按着男人的头浸入水里，几息之后再放出来，反复数次，沈昭浑身上下已全然湿透。朕沐浴过的池子香吗？香。沈昭舔过唇边的水，半眯起眼。既然爱卿如此喜欢，那么日后便用朕用过的水沐浴。他猛然用力一脚，沈昭被他彻底踹进了池子。什么时候把你身上的脏东西洗干净，什么时候出来。萧福玉本就欲这样起身离开，谁知一眼瞥过去，男人还惦记着怀里的书册，趴在池边将打湿的书册摊开晾着，真是好得很呢。来福，陛下这次可得好好的教训他。传旨下去，沈昭私闯大内，惊扰圣驾。朕念在他不久前刚立下救驾之功，便饶了他的命，但活罪难逃。到明年开春前，他都不必回孝陵司了，便待在汤泉宫洗池子吧。病了，莫不是想偷懒吧？陛下呀，您不知道，今早奴才也以为他装病，特意派太医去瞧了瞧，说是指挥使在池子里泡了一夜，不小心睡着了，背后的伤口化脓，还闹了风寒呢。朕可没让他在池子里泡一整夜，他是猪脑子吗？还是昨日脑子进了水？那自然怪不得陛下，能替陛下洗池子，可是宫里人人抢着做的差事，他没福气罢了。照你这么说，朕昨日罚他是在奖励他，所以指挥使这不是遭天谴闹风寒了，老天都在替陛下出气呢。让他乖乖待在榻上养病，若是跑出来过了病气给旁人，朕饶不了他。那是，陛下最是人心呐。3日后，沈指挥使痊愈，便开始和汤泉宫的其他工人一块儿给陛下备热水、撒花瓣、洗池子。萧福玉当天夜里去汤泉宫沐浴时，便瞧见捧着花篮乖乖撒花瓣的沈昭，但是那男人是什么货色，萧福玉心知肚明，所以命人蒙住了沈昭的眼睛。沈昭，你觉得朕心狠吗？陛下何出此言？2年前在先帝生辰宴上，朕挡下那一刀时，你不是说朕够狠吗？陛下，臣可不记得臣说过。不过陛下舍得在手上留下这么长的一条疤，的确对自己够狠。到底是没说过，还是不记得？臣若说了，便没什么不敢认的。萧福玉拧眉，记忆里说这句话的人不是沈昭，他的直觉是错的。谁准你过来服侍朕的？滚远点儿！这几日本是刻意为难男人，连沐浴的次数都变多了，谁知日复一日，1个多月过去，却发觉汤泉宫里备热水的是沈昭，撒花瓣的是沈昭，洗池子的也只有沈昭。沈昭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他是法人呐，可也不想沈昭真的累死在宫里，日后哪里去寻这样得用的鹰犬呢？陛下，奴才冤枉啊！实在是那沈大人自从来了汤泉宫当差，便把奴才们的差事都抢了。奴才前夜里抢在他前头给陛下撒花瓣，
便是连上个月偷吃了陛下吃剩的点心也被抖了出来了。他还说奴才抢活干就是觊觎陛下，想爬龙塔糊弄后宫是要被抓去诏狱凌迟的。奴才一个太监怎么能爬陛下的床呢？后来汤泉宫其他宫人见他手底下的消息如此灵通，手段如此狠辣，哪里还敢跟他抢啊？唯恐自己那点事儿全传到陛下耳中，进了诏狱就出不来了。奴才都已经3日不曾干活了，每天夜里都睡不着，唯恐被陛下厌弃。陛下，奴才不该偷吃您吃剩的点心，您饶过奴才吧。你下去吧。陛下，那奴才日后还能在汤泉宫当差吗？奴才喜欢服侍陛下，给陛下撒花瓣。沈昭正来解决，你安心回去待着。小太监感激涕零，面露喜色，退了下去。那陛下，那沈指挥使那儿？指挥使？从现在开始，他不是指挥使了，把他送去蚕室。这么喜欢替朕洗池子，那干脆就留在宫里当太监好了。菊花茶治标不治本，今日朕让他除根。奴才这就去。事情办完了？暂时还没有。来福支支吾吾低下头，凑在萧福玉耳边嘀咕了几句。什么叫做装不下？这话怕是污了陛下的耳朵。反正实在是沈大人他非同寻常，人都用麻绳绑着了。那蚕室的师傅愣是被他那身杀气吓得刀都不敢握，连他的身都不敢进，眼睛也不敢睁。沈大人说，谁敢碰他便是毁他清白，日后化作厉鬼是要挖人祖坟的。碰他便是毁他清白？哼，照他这么说，朕打过他的脸，替他上过药，看过他的背，岂不是早就毁了他的清白？罢了，他待在宫里，除了闹得四处不得安神，也无旁的用处。再过几日便是除夕，谢老将军将要回朝，朕没心思应付他，让他滚回萧灵司去。是，怎么罚了一遭不爽快的成了他呀？且慢，陛下，先让他到朕这儿来。萧福玉偏不这样轻易的放过他。是，陛下，衣裳脱了。陛下，还要脱吗？萧福玉俯下身，抬手搭在沈昭肩头，指尖每往下滑一点，沈昭便要粗重的喘口气。听说爱卿吓坏了蚕室的老师傅，不肯净身呢。怎么，是想要朕亲自给你净身吗？沈昭的脸上不曾有丝毫慌张，甚至兴奋地抵住那锋利的刀尖。沈爱卿，你当真是比朕想的还要下流。陛下都骂臣下流了，臣自然要下流到底啊。哼，是吗？爱卿这么听话，那朕自然也要奖赏一番。哼，下流还能有奖赏？这小皇帝果然就是喜欢勾搭男人。萧福玉丢开绣春刀，一脚踩上去。沈昭闷哼一声，像是痛，又像是带着旁的愉悦。好了，朕罚了，退下吧。陛下，您故意耍臣呢？对呀，耍的就是你这种目无君上的下流货色。沈爱卿，领着朕给你的奖赏，滚吧。养心殿外候旨的来福正焦灼地来回走动，陛下不知道，可他却记得那该死的野男人他对陛下做了什么，让陛下与如此狼子野心之人独处，他实在放心不下。来福转头瞥见男人一脸欲求不满的阴郁模样，险些笑出来。哟，沈大人这是怎么了？被陛下训斥了，脸色怎么如此难看呢？来福公公很想知道，只可惜我脸色为何难看，来福公公一个阉人怕是这辈子都体会不到呢。所以
我说了也是白说，就不劳公公操心了。沈昭理了理胡乱收了衣襟，斗志昂扬的大步走远了。有话便说。陛下，平王妃她上吊自尽了。平王府的老管家方才来禀告，昨日平王世子得了风寒，平王府里忠心的侍从都被当作叛党处死，不忠心的也都跑光了。平王妃不得不抱着平王世子去街上寻医问诊，可是没有大夫愿意冒着被萧灵司视作平王余孽的风险给世子治病。直到深夜宵禁，平王妃抱着昏迷的世子回到了王府，把自己锁在屋内，一直不曾出来。老管家今日去瞧，才发现平王妃已用白绫自尽，并留下血书一封。臣父为平王发妻，自知罪孽深重，不敢承受陛下饶命之恩，故去王土之下，向萧氏列祖列宗请罪。然稚子无辜，臣父不忍，只得独去，恳请陛下救他一命。萧福玉凝眉不语。他本来将平王母子放在那儿，就连平王世子也不过是他用来敲打平王的棋子。留了平王母子一命，也不过是因为杀死了平王叛党太多，连带着许多无辜的皇室宗亲、世家权贵都被波及。上云京被闹得天翻地覆，而他正好需要一颗棋子，替他挡下血洗上云京带来的怨恨与不满。要怪就怪平王野心勃勃，要恨就该恨平王一党，而他不过是自保罢了。萧福玉本就是不择手段的人。平王妃是为了他的孩子去死的。是的，陛下。世上竟真有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抛去性命。朕若是他，便杀了平王世子抵消仇怨，保全自己的清白。自己的孩子又怎样？死便死了，下半辈子装出一点愧疚，照样能潇洒活着，这样不好吗？来福，你说他是不是蠢啊？来福看着他眼底开始弥漫的血色，怔怔未语，心底没来由的抽疼。他自然而然地想到当年发疯放火烧冷宫，妄图拉着还是九皇子的陛下一块儿去死的废后。陛下，罢了，去给平王世子请个太医，待他病好，任他自生自灭便好。是。陛下，陛下，陛下，奴才去请太医，奴才马上就去请太医。来福说着便要换人来，被萧福玉猛然扣住脖子，脸上的血色迅速翻涌。来福双目涣散，忘了挣扎。好在这次萧福玉只是闭眼缓了片刻，便平静地松开了手。陛下，你吓坏奴才了。哼，瞧你如此紧张朕，莫不是平日里背着朕得罪了人，怕朕出事没人替你撑腰了？陛下定是这几日批折子批到深夜累着了。朕歇息片刻，你不必守着了。来福跪在榻边，仔细地替他盖好被褥，小心翼翼地退出殿外。他去太医院请了院手，却不是急着去平王府，而是带着太医进了养心殿，隔着明黄床幔偷偷地替沉睡中的天子把了脉，然后又无声无息地退出去。赵院手，陛下这病到底如何呀？恕老夫直言，陛下这病像极了当年的废后。你我都知道，当年废后为何会被打入冷宫，不过是先帝无法接受自己母仪天下的皇后是个疯子罢了。如今陛下只是梦魇，外加偶然头疼，还不算真正发作。待来日真的发作，
只怕是会如废后般，将任何靠近他的人都视作要谋害他的仇人。老夫先前扯谎，说什么阳气滋养，也不过是想要陛下派遣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守在御前。年轻人阳气足，自然耐打又耐用，被陛下误伤便罢了，总比陛下来日失控伤了自己的龙体要好。谁让他来的？来福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白衣男子傲然而立，正在仔细整理自己的衣襟。今日除夕，朕要赏北境那么多功臣，没工夫收拾他那身晦气，让他滚。陛下放心，来福暗自思忖，宁回之胆敢偷偷抗旨入宫，不过是见陛下不再恩宠宁府，想着见面三分情，自以为陛下还会回心转意。可惜陛下早已不是从前的陛下，光抗旨这条罪便足以让宁回之掉了脑袋。但偏偏今日陛下提到了除夕，除夕不宜见血，陛下不想沾了晦气，真是便宜他了。你这人是怎么起的马？皇宫重地，你也不怕伤了人？宁府小厮怒道：好狗不懂斗。哼，宫内不可骑马，沈大人何必装模作样？也行啊。沈昭翻身下马，随手将手中的马绳一扔，那马霎时间没了压制，又记恨着方才被拦住去路，直直地向前冲去。公子小心！宁回之精心打扮的一身装束，此刻凌乱不堪，成了笑话。这身衣裳是他与萧福玉初见时所穿，他今日特意穿出来，就是为了在宴会上让萧福玉回忆往昔，然后后悔这些日子以来对他做的事儿，与他重新开始。偏偏这沈昭就是与他过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坏他的事。沈指挥使，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作甚与我过不去？你未免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何时与人过得去了？这是陛下的披风，不过现在是我的了。我知道了，其实你故意针对我，不过是因为嫉妒罢了。我嫉妒你，嫉妒你矮，嫉妒你丑，还是嫉妒你品行低劣到在会试上舞弊被先帝封禁？他每说一句，宁回之的脸色便难看一分，偷看的来福啧啧称奇。这沈昭平日里嘴贱得很，今日倒是让他都忍不住夸句好。来福公公，是陛下让你来的？算是吧。沈大人，你做甚呢？快说，他让你来找宁回之做什么？陛下自有陛下的道理，沈大人可莫逾越了臣子本分呢。再说了，今日是除夕，陛下还能让咱家做什么？沈大人，宴会预备着要开始了，你若想赴宴便赶紧的，莫误了咱家的事。大人也不想陛下生气吧？沈昭面无表情地让开路，气势汹汹地迈开腿，踏进了宫门。宫门口终于清静了。行了，他到底要说什么？若只是想让你来送什么东西，那便罢了。先前我便说过，我不会再接受他任何赏赐。宁公子，今日除夕，陛下不愿见血，否则就凭你在禁足期间抗旨离开宁府，便足以诛宁府9族了。他为何知道我今日会入宫？他方才在偷看我是不是？故意让你来恐吓我，不觉得太拙劣了吗？来福懒得再说，只是给了身旁小太监一个眼神。几个小太监上前用麻绳将人捆了，套进黑布袋里带走。来福，你想对我们公子做什么？咱家是陛下的奴才，自然是替陛下办事儿的。敢拦咱家，你有几个胆子呀？公子非要背着老爷偷偷出来也便罢了，还执意要入宫，结果被陛下的人抓了个正着，抗旨那可是要诛9族的。大过年的还得心惊胆战，谁家奴才像他这样倒霉呀？把他丢下去。
我要见陛下，我命令你马上放开我。宁公子，你以为陛下还会在乎你吗？他如今的确不在意我了，但去年除夕宴上，他亲口承诺过，日后不论我开口向他要什么，他都会无条件的答应我一次。君无戏言，来福，你当初也在场，你敢否认吗？现在我要用掉这句承诺，我要他见我。除夕宴都快开场了，难不成你要让文武百官都等着陛下见完你不成？那就让他们都等着。僵持半晌，来福面色不善，也只好道：松绑。朕若是你，便会将这样的承诺用在最要紧的时候，比如宁府犯下大错时，保全你的家人。但既然你用了，朕自会说话算话。你见朕要说什么？我要说的话事关重大，只能陛下听，不行吗？都先退下吧，说吧。陛下为何还不来？莫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耽搁了？怎会如此？我方才姗姗来迟时，分明在公道上瞧见御用教撵被抬去养心殿接陛下了，这会子便是徒步也该到了。沈大人，需要奴才再添一壶酒吗？你们陛下是打算等我饿死再来给我收尸吗？那酒还要上吗？这位沈指挥使未免太能吃了，活像是他们村里头娶不到媳妇儿的穷鬼，平日里连块肉都买不起，就等着逢年过节跑去旁人的酒宴上狠狠地饱餐一顿。怎么，陛下连一壶酒都赏不起了？满上。是。季英在，陆长京在，谢无居也在，文武百官里样貌不错年纪轻的男人就没有一个缺席的。小皇帝不来这儿勾搭他，还能去哪儿呢？不对，沈昭捏着酒杯的指尖忽而一顿，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丢了酒杯站起身。这些时日在府中禁足思过，我一直不明白，为何陛下会性情大变？为何从前满心眼都是我的陛下会突然对我如此狠绝？但今日我忽而想通了，难道宁回之猜到了？陛下定是太久不曾见到初见时的我，迷失了心意。我不会怪陛下，所以今日特意穿了这件衣裳。陛下，过去的事便让它过去，我们重新开始好吗？这一次让我来爱陛下。哼，宁回之，从前朕只觉得你愚蠢自傲，今日才知你不仅愚蠢，恶心人的手段更是无人可及。你说我恶心？先前难道不是你故意踩着我的脸，欲擒故纵，用这种把戏勾引我？你非要这么想，朕也无法。萧福月，色你狠！今日是我自取其辱，我再也不会原谅你，再也不会与你重新开始。当初在冷宫，我便不该生了恻隐之心帮你。从今往后，我们两清。所谓冷宫动了恻隐之心，不过是施舍了袁叔寿一瓶伤药罢了。这2年早已千倍万倍的还回去了。宁回之也配合他谈两清，一耳光甩向了宁回之的脸，清脆响亮。你脚下站的是朕的王土，你入目所及是朕的江山，你和朕谈两清？宁回之，你但凡长了脑子就该知道，想安稳地活下去，便该匍匐在朕脚下，讨好朕，取悦朕，用摇尾乞怜换你和你的家人一条命，而不是如此刻一般说一些令朕发笑的蠢话。来福，陛下要奴才做什么？取刀来。是。你想做什么？
来福很快呈上来一把绣春刀，萧福玉只觉得这把刀有些眼熟，小太监回养心殿取刀的速度也出奇的快，但他没多想，此刻他只想出一出心头的力气。按住他。而后他手腕翻转，手中刀尖抵在了宁回之的小指上。今日除夕，朕放着满殿大臣不管，在这里陪你吹了2炷香的冷风，这是你的第1桩罪。宁府仗着朕的恩宠无法无天，以至于你毫无自知之明，多次言语冒犯朕，忤逆朕，这是你的第2桩罪。朕不高兴，这是你的第3罪，但朕想当个人君。唉，朕看了你在秋闱上写的文章，的确不错，哪怕春闱也能位列前茅，也难怪你这几年郁郁不平不得志，所以朕大发慈悲，留你右手。日后入了朝堂，哪怕你怨恨朕，也不得不折下你那几斤重的文人傲骨，跪着替朕卖命。萧福玉的手腕用力，动作利落地砍断了宁回之的小指，血珠飞出，有些许挂在他的衣摆上。2个太监死死地捂住宁回之的嘴，将所有的惨叫声堵在喉口。眼睛也不想要了？臣不敢。还觉得朕爱你吗？臣不配。青年脸上再无半分自得，这2年来被袁叔巨熊捧出来的傲骨尽数粉碎，只剩惶恐。这副样子比沈昭那厮还让他顺眼。陛下，宁公子晕过去了。那就打发他回去。男人暴毙，斜倚在漆红的梁柱旁，肩上的披风猎猎作响，不知来了多久，就盯着他看了多久。不去金銮殿等着，来这里做什么？哈，当然是来给陛下递刀啊。臣的刀，陛下用的可还顺手？你的刀？哦，臣失言，天下万物都是陛下的。哼，算你识相。陛下，您的冕冠歪了。男人伸手扶正他头顶的帝王冠冕，而后从怀里摸出一张熟悉的帕子，轻轻擦过他面颊上残余的血珠。来福公公也是的，陛下的脸被弄脏了，也不替陛下擦擦。该死的沈昭又挑拨离间，陛下恕罪，实在是夜里太黑，奴才没能看清。萧福玉冷哼一声，指尖不紧不慢地从男人手里勾出那张帕子，抖了来细细打量，的确是他的帕子，只是不知为何洗得发白，丝帕边角还被扯变了形，也不知沈昭拿他做了什么。沈爱卿，你不是说没偷朕的帕子吗？这是臣捡的。哦，何时何地捡来的？就那日去木兰围场，臣见陛下的帕子丢在桌案上，硬是不要了，臣就只好捡走了。那沈爱卿下次可得长些记性，朕的东西即便朕不要，丢了喂狗，旁人也没有私自占为己有的份儿。那这帕子陛下还要吗？萧福玉抽过帕子塞进他怀里。这不是丢了正好喂狗吗？宁侍郎，你一直在瞧什么呢？臣只是见今年金銮殿中的宫灯格外别致，多看了几眼。朕还以为宁侍郎待在朕的宴会上，却心不在焉想着旁的事儿呢。宁大人怎么不带着宁公子一块儿来呀？哈，瞧我怎么忘了？宁公子还在禁足呢，若是偷偷跑出来，岂不是抗旨吗？抗旨可是要诛九族的。犬子自是在家中禁足思过，断断不敢做出抗旨这等忤逆之事。陛下支着下巴，修长白皙的指尖慢慢地晃动杯中的酒液，细长的眼尾染上了薄红，似是有些醉了。一旁的来福正在为他布菜，
将一块鱼肉剔干净伺候放在他碗里。沈昭盯着入了神，一瞬不瞬地看着萧福玉张开唇瓣，用那饱满的唇珠含住白嫩的鱼肉，一点一点地咬进嘴里。许是那鱼肉实在鲜嫩可口，天子明艳的眉眼微扬，愉悦地舔了舔唇瓣上的汤汁。吃个鱼都要勾一下人呐！沈昭直勾勾地看着，也跟着舔了舔自个儿干燥上火的唇。许是他的目光过分的灼热直白，萧福玉有所察觉，垂眸看了他一眼。来福。萧福玉附耳说了几句，来福连连点头。沈大人，陛下说您光顾着看他吃，也不吃这席上的菜肴，想必早就吃饱了，故让咱家来撤掉沈大人的席。沈昭猛然抬头，只见萧福玉又夹了一块鱼肉，慢条斯理地咬下一口咽下，然后斜斜地望着他，在他的视线下慢慢地舔过唇瓣。这一瞬间，他无比确定萧福玉就是故意招他。陛下说您若连酒也不好好喝，这席位也得撤了。撤了席位，那臣岂不是只能顶了来福公公的位置，去给陛下布菜了？你休想！来福气红了脸，走回了帝王身侧，不知添油加醋地说了些什么。萧福玉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隐含了警告之意。一个太监还和他抢上了。臣特意从北境带来了一件礼物献给陛下。陛下，那好像是一只狗。哼，呈上来给朕瞧瞧。这幼犬是北境獒犬刚下的崽子，还未驯过，难免活泼。朕喜欢活泼的狗，谢老将军有心了。萧福玉一只手捏在幼犬后颈，另一只手挠了挠幼犬的下巴，勾唇轻笑。当朕的小狗好不好？幼犬呆呆地看着面前的人，尾巴僵了一瞬后开始兴奋地摇晃起来。这只人好香，像母亲一样，狗喜欢。不愧是陛下，动动手便让这小畜生服服帖帖了。它不叫小畜生，它叫糖葫芦。空荡荡的桌案前，沈昭把玩酒杯的手一顿，又开始直勾勾地盯着萧福玉看。糖葫芦，故意的吧？新狗总比某些旧的还不听话的狗有意思。宣旨吧。是。随着封赏的圣旨一封一封唱完，赏赐也一轮又一轮的赏下去。殿中已经跪满了昂首挺胸、满面红光的北境将士，他们也不曾想到陛下就会如此大的手笔。他们的赏赐比京中那些王公贵族年节的赏赐还要重，这说明陛下心里最挂念的还是北境，他们奔赴前线都是值得的。宣北蛮使臣，陛下，北蛮太子说他为陛下准备了礼物。哼，你自己便是北蛮送来求和的礼物，一个礼物又能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陛下，他说他为大梁天子容颜所震慑，要为陛下舞剑。剑乃大梁之物，北蛮太子也用得惯吗？与大梁王土，舞大梁之间，见大梁君主。告诉他取下面具，朕便受他的礼。满殿的唏嘘声此起彼伏，萧福玉也半眯起眼。这张脸不仅足够英俊，还与宁回之有5分相像。这北蛮又打什么主意啊？难道这2年他痴迷宁回之的事儿已经传到北蛮去了？只可惜消息还是落后了一点点。他此刻最不想看见的就是宁回之那张恶心人的脸。什么破剑舞，舞了半个时辰还没舞完。萧福玉，陛下小心，快躲开！护驾呀！数道身影同时自席间跃起，朝高台之上冲过去。萧福玉瞳孔涣散，呼吸停滞，望着近在眼前的剑尖，某些模糊不清的画面不受控制的往脑子里挤，刺鼻的消毒水，跑不出去的医院走廊，以及永远拿着水果刀朝他逼近的母亲。
眉心泛起刺痛，痛到他看不清眼前的一切，但他依稀能察觉到来福视死如归的挡在他身前，却又被另一个男人匆匆拉开了，自己顶了上来。怎么会有人连挡刀这种事也要抢啊？直接捅死那个刺客不是更快吗？人才是瞎子，有人行刺躲都不会躲。放肆！谁准你凶朕？北蛮使臣及北蛮太子皆已拿下，等候陛下发落。陛下，禁卫军即刻封锁皇宫，等候陛下旨意。北蛮太子及使臣关入诏狱。谢老将军，朕命你明日领兵抵达北境。既然北蛮并非诚心求和，那便让北境铁骑踏破北蛮王都。粮草今夜便行，由谢无居亲自护送。臣领旨。周遭的人叽叽喳喳在说什么，一概听不清。郑玉站起身，眼前又阵阵发黑。萧福玉身形微晃，彻底晕了过去，无意识地倒进了身后男人滚烫的胸膛里。阿娘，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哼，陛下连根头发丝儿都没伤到，有什么可担心的？一群伪君子都忙着表忠心呢，当乐子看看便行了。可是龙椅上有好多血啊！哦，那不是血，那是软肋。阿娘，我听不懂。听不懂啊？无妨，你只需明白，再刀枪不入的男人，一旦生了软肋，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哼，沈大人真是命大，这一剑本是致命伤，若是挨在陛下身上，怕是……沈大人，这伤口太深，1个月都不可动刀动枪，每日换3次药，老夫再给你开。那人迅速穿好衣裳，就要往外走。沈大人，你动不得呀！刚包扎好的伤口又要裂开了。沈昭头也不回地走出侧殿，往主殿走去。哟，来福公公，你这是被陛下赶出来了？虽然你救驾比我慢了一步，也不至于给自己来一刀啊，手段未免拙劣。你说错了，你的伤是北蛮所致，我的伤是陛下赏赐。若要分高低贵贱，未必如你所愿。沈大人，陛下病发了，用剑伤了很多宫人。季统领怕陛下伤了自己，只好上前强行夺剑，方才被陛下划伤了手臂。咱家在陛下身边这么久，如何不知啊？陛下嘴上不在意，待清醒过来知道自己伤了这么多人，定会难过的。你在他身边待了久，未必就最了解他。这么说，沈大人很了解陛下了？那不知沈大人可安抚得了陛下的头疼？我不需要了解，你们陛下可不是需要旁人了解的菟丝花。小皇帝野心勃勃，凉薄狠毒，笑里藏刀，需要的不过3样：唯命是从的男人，助他玩弄权势的棋子，以及逗他高兴的狗。沈昭本以为自己会瞧见神情疯狂的天子，以及满地狼藉的寝殿，然而都没有。陛下，和这蠢狗有什么好玩的？和臣玩玩呗。你的命也就够朕玩1次。那死之前能让臣死个明白吗？所有想害朕的人都该死。所以陛下用剑捅了季统领，是因为他要害陛下？他不会害朕，但朕忍不住。朕觉得他们所有人都想害朕，只有杀了朕才安心。沈爱卿，你觉得朕应该坚持理智，还是随心伤人呢？半晌没听见男人回话，他一抬头便看见男人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脚看，头越来越低，越凑越近，马上就要一口咬上去。
萧福玉抬脚就踹，正好踹在男人胸口的伤上。你把朕的脚都弄脏了。那臣只好勉为其难，替陛下舔干净。温润湿热的舌头慢慢地扫过那白嫩的脚尖。舔干净了。陛下还有哪里不干净吗？萧福玉抽回脚，藏回衣摆下，手中的剑正要刺下去，被沈昭手疾眼快夺走。陛下，臣方才在金銮殿替您挡一刀，您忍心再捅一剑吗？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抢了来福的救驾之功，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哼，那也是臣凭本事抢的，谁叫来福没本事呢？你们都想害朕。沈昭眸光晦暗，手臂一捞，将人拢进怀里。男人显然是从未哄过什么人，嘴唇微动，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沈昭身形一僵，低头看了看那根刺入腰腹的玉簪，又抬头看了看弯起唇角笑得勾人的天子。怎么，你进来的时候姬英没告诉过你他是怎么被朕捅伤的吗？就像你这样，朕说朕头疼便傻兮兮地凑上来。朕早就看见你们背后藏着刀，装模作样接近朕，最终不还是栽在朕手里？哼，臣背后有哪门子的刀啊？就在这里，一把水果刀，你们所有人身后都藏着的。朕是天子，朕不会让任何人伤到朕。萧福玉手中的玉簪用力，缓缓地往里刺，语调温柔。当然，也包括沈爱卿。65、75、99。萧福玉半眯起眼，一耳光甩偏沈昭的脸。谁准你用这样的眼神看朕？98、97、96、64。陛下，那不是刀。不是刀，那是什么？是糖葫芦。少糊弄朕。那陛下可别眨眼。他随手撕下一块衣角，死死地勒住腰部的伤，而后像没事人一样，一只手绕到背后，谁知男人竟真从腰后变出了一串亮晶晶的糖葫芦。如何？萧福玉揉了揉狂跳的眉心，试探地伸手去接，头顶忽而传来一声巨响。他偏头，目光穿过虚掩的窗户缝隙，只见无数朵烟花在漆黑的夜幕上炸响。陛下，新年快乐。糖葫芦被塞进他手里，他垂眸，不紧不慢地张嘴咬下一颗，面颊鼓起一个小包。糖葫芦很好吃，但这种小摊上随处可见的玩意儿，爱卿还是少吃点，容易牙疼。沈爱卿愣着做什么？朕已经不头疼了，还不让外头的人都进来。沈昭喉结滚了几遭，饿得发绿的眼珠子终于从闭上嘴上撕下来。陛下，您可吓死奴才了。陛下，您可还有哪里不适？陛下，快让臣再把把脉。陛下，今日是臣没能护好您。今日你们辛苦了，都回去吧。季英，让金銮殿的大臣们散了吧。季英低声应了声是。来福，去太医院取金疮药给季统领。谢陛下。季英抬眸，触及他手里的糖葫芦，顿了顿，右手无声地攥紧了腰间的剑柄。其实这是小伤，臣不碍事。陛下，既然季统领觉得不碍事儿，想来是不想要陛下赏赐的药了，不如给臣。臣的胸口，臣的腰，臣浑身上下都难受得很呢。浑身难受就去看太医，还不快去？是。来福走了，季英也走了，沈昭赖着没走，被陛下一记眼刀飞过来，只好慢吞吞地转身。臣告退。沈昭话没说完，高大的身形一晃，
一脑袋扎进了养心殿的地毯里，顶着过半百的黑化值，背地里还养一堆私兵。哼，他比我忠心，鬼才信。陛下，沈大人他……送去侧殿，让太医给他重新包扎一下。若是醒了，便让他出宫，不必来回朕了。是。且慢，朕记得今年岭南府进贡了一株千年雪莲。萧福玉走近，见男人眼皮底下不断滚动的眼珠，耐人寻味道：既然沈爱卿救驾有功，便赏他了，免得说朕小气，自个儿跑来偷些不该偷的东西当赏赐。好不容易到了除夕，陛下也没能安稳过个好年。来福公公放宽心，处在陛下这个位子上，能安稳睡个觉，已比先帝强太多了。再说了，陛下还年轻，未必就喜欢安稳。今日刺杀，便给了咱们大梁师出有名的机会。来日将北蛮打下来，也是件青史留名的大事呢。那是自然，陛下就是无所不能的。手臂上的伤可好些了？多谢陛下关怀，臣的伤不足挂齿。季爱卿向来懂事，不让朕操心，不像有些混账，日日给朕上折子讨药，诉说身体病痛，一点也不懂事。如今尚在年节休沐的时候，爱卿不在府里陪伴家人，入宫有何要事？陛下先前让臣追查沈指挥使豢养私兵一事，如今已有眉目。只是什么？只是臣一路追查下去，却发觉沈指挥使疑似偷藏私兵的地方，陛下登基之前曾亲自去过。臣潜伏多日，还打听到沈指挥使自陛下登基以后就再未去过那里，里头的管事人并不知道上头的主子是谁，也不知道为何从2年起就再未联系过上头的人。朕知道了，继续查。陛下，马车备好了。陛下要出宫？朕去萧灵司瞧瞧。陛下，臣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当年陛下曾说臣是陛下的明旗，但陛下的暗旗，不论登基之前还是登基之后，臣从未见过。陛下，那枚暗旗是沈昭吗？若不是，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他？萧福玉笑了一声，对上了季英直熟的眸子，然后一耳光甩在了季英脸上。朕最厌恶身边的人试探朕。陛下，臣知错了。回去好好养伤，追查的事不急。季统领，你明知陛下的脾气，怎么今日如此冒失啊？是啊，他为何会如此冒失呢？来福公公，我嫉妒他。咱家懂，咱家都懂，只是季统领还是好好养伤。您可是陛下的左膀右臂，这些日子便莫入宫了，陛下不会真的与你置气的。听说陛下赏了头一朵千年雪莲，按理来说头的伤应该好了才是，怎么还是一副虚弱的狗样子呀？千年雪莲？你是说那朵他在萧灵司里显摆了一圈，然后种在土里的花？我还寻思是陛下赏的花，原来是雪莲呢。他放着不吃，是暴殄天物吗？谁知道他呢？可能是瞧不上呗。毕竟头自己说的，真男人呀，不用金疮药，用金疮药的都他妈是废物。哎呀，也不知道那金疮药又哪里惹到他了。哎，这宫里的饺子就是好吃，比萧灵司的伙食好多了。宫里的饺子哪儿来的？当然是陛下赏的。头，你不会没有吧？千年雪莲都是随随便便给我，你觉得我稀罕一顿饺子？哦，那我们继续吃了？吃什么吃？沈昭抽走那碟尚且冒着热气的饺子。今日的差办完了，不就几个饺子吗？
你们要造反？这不是普通的饺子。听闻御膳房包了1000个饺子赏人，里头还有10个是陛下亲自包的。若是吃到了，今年都会守龙气庇佑，升官发财都是手到擒来啊！头儿，你别闹了，想吃自己去诏狱拿，说不定陛下还没走呢。陛下去诏狱做什么？头儿，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陆大人没告诉你吗？陛下呀，早早传了指令过来，说是今日要亲自审问北蛮太子，还特意赏了饺子。这会子怕是都快审完了吧？哎，对，我想起来了，头儿，你那会儿正好在给雪莲浇花呢。陆大人说没必要去打扰你，就替你接驾了。我们以为你都知道呢。陆长青，好得很啊！他在几个萧灵卫敢怒不敢言的目光下，几口吞完了剩下的饺子。陛下，喝茶。还不肯说实话吗？扰乱了朕的除夕宴，便是让整个北蛮陪葬，朕的好心情都回不来。朕不高兴，你们谁也别想高兴。消息里，大梁皇帝不过是个昏庸懦弱、被一个男人迷昏头的傀儡，群臣百官都无人在意，就连身边的宦官都瞧不起，无人会为他付出性命。故而他在除夕宴上那一箭不曾做任何准备。只要大梁皇帝一死，大梁必定内乱，就算杀了他泄愤，北蛮也会反扑大梁，替他报仇。却不曾想到一切都错了，一步错，步步错。北蛮太子想不通消息为何会有这样大的差错，难道是北蛮探子里也有人被这位大梁陛下迷惑，背叛了北蛮？陛下，他说他不知道潜入大梁的北蛮探子是谁，就算陛下杀了他，他也不知道。这次北蛮敢让人易容成与宁回之相似的脸来接近他，恶心他，必定是受人指点。不找出来杀了泄愤，他心里的气便不平。陛下这样审问，当然是什么也问不出来。陛下，您想撬开他的嘴，找陆长青不如找臣呢。沈昭的鼻息炙热，喷洒在他脖颈。臣最喜欢这种嘴硬的玩意儿了，审起来才有趣。臣的副使还是嫩了点儿，怕是帮不上陛下的忙。原来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如此不堪一击啊，就像狗一样，稍微丢根肉骨头就能相互撕咬争斗起来，真有意思。那就让朕瞧瞧咱们指挥使的本事。陛下不留下来看看？不了，朕在外面等爱卿的好消息。陆卿，你一直在看什么呢？臣就是觉得陛下这身衣裳好看，就不小心多看了几眼。只有衣裳好看是吗？臣不敢妄言。陛下，您可要替奴才做主啊！一炷香后，来福添油加醋阐述完。哼，他的胆子是愈发大了，在朕的眼皮底下也敢这般无法无天。陆长京，陛下，朕不在的时候，你们指挥使也经常这样动用私刑吗？陛下，臣不知，臣鲜少来诏狱审问犯人，诏狱一应事宜都是由沈指挥使一人决断。到底是诏狱事宜由沈昭一人决断，还是说整个萧灵司都只听他一人命令？陆卿，你说这萧灵司还是朕的萧灵司吗？臣只效忠于陛下，还请陛下明鉴。这么爱闹腾，朕可受不住。把你赏给来福公公，好不好？陛下，这狗可聪明得很，知道奴才低人一等，说不定哪日就养不起它了。唯有跟着陛下，做陛下的狗，才有富贵日子过呢。朕喜欢这样聪明的狗。陆爱卿，你说是吗？陛下圣明。朕让你审的人审出东西了。那是自然，臣可不是某些只会端茶倒水的男人。陆长京，哼，下作。
纸上写有38名从北蛮太子嘴里撬出来的细作名单，上到朝中重臣，下到上云京里一个不起眼的马夫。很难想象沈昭是用什么法子撬出来的。做得不错，朕向来赏罚分明。说吧，要什么奖励？陛下，臣想吃饺子。朕今日命人送来了1000个饺子，你没吃饱。陛下赏了臣饺子？何时的事啊？臣怎么不知道？来福，将方才朕没吃完的饺子赏给沈指挥使。沈爱卿，还满意朕的赏赐吗？臣谢陛下。端来吧，朕看着你吃。献给陛下的饺子，就连每一处褶皱都是精心叠好，不胖不瘦，正好能让秀气的陛下张开嘴时能一口一个。但萧福玉不喜欢一口一个，一个饺子永远要先咬一半，将醋蘸在肉馅上，才不紧不慢地吃掉剩下的一半。这盘饺子里就正好还有一个剩了一半的饺子。沈昭看见了，然后抬头直勾勾地盯着他。爱卿，快吃吧。沈昭夹起那半个饺子，看了眼饺子边缘的一圈咬痕，当着萧福玉的面舔了一下，然后放入嘴里，慢条斯理地嚼烂了咽下去。好像不是在吃饺子，而是旁的什么。萧福玉眯起眼，感觉自己的舌头也被咬了一口。陛下，臣吃完了。既然赏完了，朕便与你论一论罚。沈昭，你擅自动用私刑，朕该罚你。但念在你因救朕重伤未愈，朕便不雪上加霜了。还有2日便是上元节灯会，朕不想出宫，却想看见朱雀大街的灯花。不如这样，你便在上元节时替朕扫去观星台上的雪。观星台上的每一块琉璃瓦，崖下的每一颗夜明珠，脚下的每一块玉窑金砖，都不可残于雪水。沈爱卿，记住了吗？记住了。陛下要臣陪着去登观星台，然后一块赏花灯。沈大人放肆，陛下也是你能攀扯的。无妨，爱卿记住便好。来福，回宫。乔老大都高兴成什么样了？我也好想和心上人去看花灯啊。心上人胆子不小啊，敢编排我？难道我们说错了？老大你这么高兴，不就是因着陛下是你的心上人，用明罚暗赏的让你去陪他赏花灯吗？不像我们上元节还得蹲诏狱吃牢饭。我不喜欢男人。老大，属下只能很遗憾地告知您，您好像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个儿喜欢陛下的人。哎，老大，我问你啊，若有个人他心情不好便扇你，心情好他也扇你，当如何？剁了他的爪子喂狗。那若是有人捅你还甩你鞭子，还时不时便罚你跪着呢？那就分尸再喂狗。那若这个人是陛下呢？与他何干呢？以上所有，陛下每日都在对你做，怎么是老大不敢剁陛下的爪子吗？若是陛下也扇我一耳光的话，哼，不过是他勾搭男人的手段罢了，但他也不是什么男人都勾搭，比如你们。说完，他大步走出诏狱，像是急着回去处理公务，又像是落荒而逃。老大，你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喜欢陛下的人。也罢，断袖就断袖吧。男子汉大丈夫，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有何可在意的？沈昭哄好了自己。陛下，今日沈大人偷偷进宫了，都还未给陛下请安，大清早的便去了太医院。他又想做什么？让院守来见朕。陛下。张院守，听闻今日沈清来寻你，他寻你做什么？陛下何不亲自来问臣呢？朕想问谁便问谁，轮得到你智慧？好，其实臣只是问张院守要了一点治断袖的药罢了。陛下要试试吗？
从沈昭进来到现在，一直耷拉着眼皮，就算口出惊人，故意惹他，也不曾与他对视。沈昭在回避他的目光，这真是见鬼了！荒唐！太医院哪来什么治断袖的药？陛下怎知没有？怎么，陛下治过？朕治没治过不重要，重要的是，爱卿好端端的，为何会觉得自己是断袖呢？陛下误会了，臣可不是断袖，只是同僚里断袖太多，寻个方子预防罢了。朕倒是有个法子能预防。这本佛经是昨日广祭司送来的皇祖母遗物，朕赏你了。哼，佛经最能净化脏东西，爱卿每日多读几次，什么病都能治回来。臣谢陛下赏赐，这厮如此反常，又憋着什么会呢？你退下吧，仔细明日的观星台，若血扫不干净，朕要你好看。臣告退。陛下，您切莫听他胡说。什么治断袖？他来太医院就是让微臣开些降火凝神的药。他若是着急上火，就去上云京街上的药铺。朕的太医院，他也配用？就是，他也忒猖狂了，陛下定要狠狠地罚他。罚，自是要罚的。昨日糖葫芦换下来的狗链子在何处？回禀陛下，还放在糖葫芦的狗窝里呢。那小畜生霸道得很，时时刻刻都趴在链子上睡觉，谁也不让碰。那正好，也不必拿去洗了，就这样赏给沈爱卿，反而配他的身份。糖葫芦怎么带，就让他怎么带。朕要让他老老实实带着朕的狗链子去观星台扫雪。去吧。是。来福有苦说不出。陛下不可，这上头危险，这沈大人又一贯……陛下定是想问，为何偏偏早来了半个时辰，还是没能瞧见陈郎被扫雪的样子？放肆！朕的心意也是你可以随意揣测的。陛下要罚臣了？怎么，爱卿很期待朕罚你？这狗链子果然配你，喜欢吗？还行吧，管他是拴狗还是陛下用来勾搭野男人的，总归是金的，值钱呢。沈爱卿，你最近奇怪得很，不敢看朕，莫不是又背着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臣又不是断袖。哼，朕问你是断袖了吗？爱卿这话好生奇怪。陛下这花灯还看不看呢？一直看着臣，莫不是又想勾搭臣？想让朕勾搭，爱卿还不配。陛下不怕牙疼了？朕说了要吃吗？朕要吃瓜子，你给朕剥壳，用手剥，莫把朕的瓜子弄脏了。哦，陛下，这不怪臣呐，是您乱摸的，摸得臣怕极了，只能往后躲，谁知陛下非要接着摸呢？你的手再乱动一下，朕便把你砍了。萧福玉伸手去抓瓜子儿，素白指尖无意识划过了男人粗糙的掌心。沈昭垂眸，五指痒得无声地蜷缩起来。谁知萧福玉正好伸手过来抓瓜子，连带着那只雪白细腻的右手都被他完全握在掌中。软的，他可是天子，从来只有他戏弄旁人的份儿，哪容得旁人戏弄他呀？沈昭这厮果然无法无天，竟敢戏弄他。萧福玉抽回手，轻飘飘一记耳光甩偏了沈昭的脸。你还想摸到何时？陛下，吃瓜子儿。来福公公，陛下这是生气了吧？沈大人被咱们瞧着受了陛下的掌掴，脸丢光了呢，会不会记恨咱们呀？记恨？陛下从头到脚都由他们这群奴才精细伺候着，连一滴灰尘都沾不到，
就连头发丝儿都是香的。沈昭这狼子野心的男人，怕是早就爽得要升天了。来福公公，季统领，这会子你不去逛花灯，怎么还在宫里巡逻呀？方才巡逻时听见上头的动静，以为陛下出了事，便来看看。来福这才发觉青年气息急促，像是一路狂奔而来。陛下好着呢，只是……来福冷哼了一声，瞥了眼屋顶上贴着陛下坐着的男人。季英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屋顶上俩人挨得极近。陛下一边吃着手里的瓜子仁，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远处舞动的龙灯。可偏偏旁边的男人总是要闹出些动静，若是惹恼了陛下，便会得到一耳光；若是陛下不理他，便时不时地拽一下陛下的衣袖，指尖碰碰陛下的手背，不亦乐乎。陛下既然无事，我便先走了。统领，您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见着陛下了？花灯呢？送出去了吗？统领，你这些日子做了那么多展，就这一展还能入眼，不送出去多可惜啊！陛下肯定会喜欢的。待统领讨了陛下的欢心，咱们禁卫军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陛下应该不需要这盏花灯，观星台上能看见的东西远远比一盏花灯要耀眼，也不缺讨他欢心的人。来福，陛下，方才季英来此处所为何事？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巡逻时听见动静，以为陛下出了什么事儿，过来查看一二。的。爱卿为何发笑？臣只是好奇，来福公公身为陛下的奴才，怎么这么喜欢为一个外臣说话呀？他们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吧？嗨，臣说这么多都是为了陛下着想，可不是故意针对谁。来福公公不会生气吧？陛下，奴才冤枉啊！奴才就是随口一提，奴才是陛下一人的奴才，绝不会和外臣有牵扯的。奴才可以以全族起誓。瞧你吓的，朕知道你是好心，起来吧。陛下，奴才听闻民间的上元节都会放孔明灯祈福呢，所以奴才特意……来福公公怎么知道臣特意给陛下准备了孔明灯呢？陛下要许愿吗？来福在袖中摸索的手顿住了。怎么，沈爱卿是觉得向上苍许愿比求朕这位天子开恩更有用？陛下又冤枉臣，臣这是想让陛下轻松些，让上苍替陛下卖命。好啊，朕会将爱卿的话转达给上苍的。陛下许了什么？莫不是真的只向上天告臣的状了？朕替爱卿许了个愿。爱卿昨日不是去太医院求治断袖的药吗？想来定是苦恼已久。太医院怕是治不了了，朕只好让老天帮帮爱卿，让爱卿得偿所愿。哪怕和断袖亲了嘴摸了手，此生也不会真的和朕这样的断袖扯上关系，更不会喜欢上男人。如何？这个愿望爱卿满意吗？满意，臣自是满意极了。就是可惜啊，这个愿望成不了。何出此言？许的愿说出来便不灵了，实在可惜啊。陛下，您这不是存心毁臣的愿望吗？爱卿错了，心诚则灵，愿望灵不灵，得看爱卿这颗心诚不诚啊。不过爱卿还是自己许一个吧，许一个藏在心里头谁也不说的愿望，说不定老天瞧你可怜，心不诚也准了。好。沈昭闭上眼睛开始默念，半个时辰后，孔明灯的火都被风吹灭了，他还未默念完愿望。这是要把从小到大的所有愿望一口气全念上了。萧福玉耐心见底，忍无可忍，一脚将人踹下了屋顶。沈爱卿，人太贪心可是会遭天谴的，这一脚正是替天警戒，你好好受着，
不必谢恩。来福，陛下，奴才在。回宫。只是走到观星台下，却出了状况，御用的教辇断了一根支架。来福急得满头大汗，百思不得其解。奴才出养心殿前分明仔细检查了，检查无误才敢让陛下做，这好端端的怎么会坏了呢？陛下，需要臣帮忙吗？朕竟不知爱卿还会修教辇。一炷香后，经过神指挥使修理的教辇又断掉了一根支架，彻底不能做人了。沈昭拍了拍手上的尘屑，若无其事的准备起身，却被天子轻轻踩住衣摆，不得不跪下来。陛下，臣只是不小心失误罢了。朕看你是存心来捣乱的。朕换教辇的钱从你的俸禄里扣，爱卿意下如何？臣的俸禄可不够这教辇呢。不过陛下都这么说了，臣只好却之不恭了。朕有说就这样放过你吗？你弄坏了朕的教辇，那么从现在开始，就由臣背陛下回去。萧福玉看着男人灼热直白的眼睛，在其眼底寻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情绪。是什么呢？他有些好奇，但凡他好奇的东西都该乖乖浮出水面。他轻笑道：哼，爱卿属实想多了，朕并无此意。他要不傻，让沈昭这次背他回去，非但整不到人，说不准他还在背后笑呢。朕只是想让爱卿跟在朕后头，将这坏了的教辇拖回养心殿，应该难不倒爱卿这样的男子汉大丈夫吧。看来在陛下心里，臣是个很厉害的男人。爱卿苦中作乐，朕实在钦佩。来福，去帮沈爱卿绑一绑绳子。沈大人，看来陛下没能让你如愿呢。来福公公不知道吗？越是不能如愿，越让人惦记呢。你承认了，你果然对陛下有不轨心思。那又怎样？沈昭瞥了眼不远处背对着他们正低头命令小太监给自己擦鞋面的陛下。那小太监手笨的要命，面红耳赤，低着头去摸陛下的鞋尖，反复擦了数次，才让陛下舒展开了眉眼。不用想，他也知道那鞋尖上也定是涂了香粉，否则一个阉人何至于羞成这样啊？沈昭瞧得眼热，恨不得一脚踹开那没用的阉人，替萧福玉擦了。让他到处勾搭人，活该被他惦记。可他还得拖这破教辇，只准你们陛下时时刻刻勾搭人，还不准别人惦记了。好，我忘了，你们陛下谁都勾搭，就是不会勾搭阉人。来福公公这是嫉妒了吧？沈大人已经准备好了，陛下是要走回去吗？不必，随意换个禁卫军来背朕回去。乱臣贼子不高兴了？哼，那他就高兴了。哼，沈爱卿，像朕这样的断袖就喜欢驱使男人当牛做马。不过爱卿放心，朕知道你最怕断袖，故而背朕回去的这种事就不劳烦你了。行了，你背了朕一路也累了，今夜不必再去巡逻，好生歇着吧。陛下赏给你擦汗的，还不谢恩？莫叫谢恩。今日出了汗，须得沐浴。他未曾瞧见身后沈昭头顶的数字变了，89。萧福玉沐浴完走出来时，沈昭还坐在台阶上，只是神情恢复了懒散，正慢悠悠地捏着一张帕子给自己擦汗。他随意一瞥，只觉得颇为眼熟，再定睛一瞧，正是方才他赏给禁卫军的帕子。一如既往的土匪行径，萧福玉竟已习以为常，懒得训斥这混账。他只当不曾瞧见，收回目光进了养心殿。沈爱卿，朕有召你进来吗？陛下方才看臣一眼，不就是暗示臣进来吗？否则陛下眼高于顶，好端端的为何要看臣呢？罢了，
其实你进来与守在殿外也无甚区别，那就好好跪在屏风外，替朕守夜。陛下，明日要早朝了。所以，臣背后的伤还没好。爱卿，你这是在向朕卖弄可怜，向朕求饶吗？陛下不喜欢人求饶。哼，求饶？顶着89的黑化值求饶，心里指不定如何记恨他呢。喜欢。臣出了很多汗，背后的伤口也裂开了。禁卫军有陛下赏的帕子，臣没有。哼，莫把朕当傻子，你怀里的帕子又是从何处抢来的？陛下赏的帕子，又没说旁人不能抢他的。放肆！哦，朕说放肆时，爱卿不该这么打。爱卿连求饶都需要人教吗？需不需要朕让来福进来，再教一教沈爱卿呢？陛下，沈昭喘着粗气，直勾勾地盯着他。臣错了。萧福玉没动，直到他瞥见沈昭头顶的黑化值降到了70，看来是真的认错了。虽然奇怪，但反派都服软了，他也不介意逢场作戏，给个面子。衣裳脱了，朕看看你的伤。话音刚落，这一次沈昭倒是果断得很，不曾有半分犹豫，立马扯下腰带剥了衣裳，露出了缠满绷带的上半身。来福，陛下，取金疮药来。来福酸溜溜地应了声，很快取到药呈上来。想让朕亲自上药？萧福玉笑得耐人寻味。沈昭望着他，喉结几番滚动后，慢慢摇头。算你识相，让朕上药，爱卿还不配。莫不是见鬼了？他只不过是在外头守了片刻，还在等着陛下呵斥着私闯大殿的男人，谁知等来的却是恶犬扑了温柔香。这沈指挥使媚上欺下的手段果然不一般呐！陛下，臣上好药了，就连睡着了也不忘怎么勾搭男人。沈昭跪在榻边，一点点地挪动身子贴近。陛下。沈昭伸手，指尖挠了挠萧福玉搭在枕边的手。真睡了。他勾起唇角，刹那间恶从胆边生，高大的身影趴在龙榻边，凑近，再凑近，眼看的影子马上就要碰到榻上人的唇。药上完了？啊，臣上完了。萧福玉神色艳艳地睁开眼审视他。上完了为何不换朕？臣换了，陛下您未听见。到底是朕未听见，还是爱卿想趁朕睡着时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哼，此事尚且不提，朕另有事交代你去做。他从袖中摸出那份北蛮细作的名册，丢进沈昭怀里。明日上朝，给朕复命。臣遵命。去吧。还有事？陛下，臣有东西给你。神神秘秘地从背后掏出一盏花灯。这花灯庞的不说，光是灯壁上拼成金龙盘旋模样的金叶子便价值不菲，绝不是朱雀大街那群大小商贩手里头能买到的样式。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陛下圣明啊，臣可不正是奸臣吗？陛下，那本奸臣秘籍里头的玩意儿，也就目录能哄哄人了。奸臣秘籍倒数第2条，不能哄君主高兴的奸臣，不是好奸臣。一个有用的奸臣能替帝王的任性承担骂名，沈昭这厮倒是有这个本事。陛下，这花灯可是花了臣1年的俸禄，你若是不要，臣就拿回去卖了换钱。哼，你这花灯还抵不过朕轿辇上那根被你弄坏的指甲。沈爱卿，
你的奸臣秘籍修炼的味道火候，都送到朕跟前的东西还想要回去，就是不知道朕若砍了你的脑袋，你可还能安回来？所以陛下的意思是收下了？朕罚了，你退下吧。嘿嘿，老大，说好的啊，我又是顶着砍头的风险帮你弄坏陛下轿辇，又替你送花灯的，今年你的俸禄可都归我了啊。沈昭暴毙瞅着他，想起自己已经被扣光的俸禄，嗤笑道：行吧，届时你替我去领俸禄。哎，老大，你这么晚还要回萧灵司吗？让职业的兄弟都醒醒，无聊了这么久，今夜终于有活干了。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那封写满北蛮细作的名字名册上，涵盖了多少大梁供养的王公贵族，他们踩着百姓养尊处优，到头来竟会被北蛮蛊惑，便是杀了都不足以谢罪。所以萧福玉让沈昭在今夜砍下他们的头颅，悬挂于菜市口，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宁侍郎哆嗦着双腿走进大殿，神情恍惚无比。宁儿死了，他唯一的嫡子就这样死了。昨夜子时，萧灵卫破门而入，个个神色冷漠，什么都没说。为首的萧灵卫指挥使径直路过宁府的所有人，但凡阻拦者皆被镇压。直到沈昭手中的绣春刀砍下了宁二公子的头，只给宁府留下了一具无名尸体，没有理由，没有罪名，就这样提着头翻身上马离开了。宁府还算好的，人是在府里被抓的，当场杀了便无事了。听闻昨夜长公主的驸马在花满楼正与花魁卿卿我我，结果被沈昭一脚踹开房门，用绣春刀割了脑袋，那血全溅在了花魁身上，人当场便吓晕了过去。整个花满楼的客人都被吓得四散而逃，老鸨再厉害，在背后有人，遇到萧灵卫这群煞神，也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还有听到风声想逃，最后照样死了，还连累了一家子被抓进了诏狱。造这么多杀孽，来日迟早下了地狱。季统领，宁大人不必忧心，该死的人昨夜都死完了，萧灵卫不会对你如何。再者，比起旁人，昨夜宁二死的也不算痛苦，宁大人安心便好。多谢陆大人宽慰，不过陆大人为何会知道犬子死时不算痛苦？哦，因为昨夜菜市口那些人头都是我挂的，旁人的脑袋有些一次没砍下来，砍了2刀，切口呢难免不平，但是宁二公子的切口那叫一个平整，是一刀毙命。死的时候呢，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自然就不是很痛。宁大人放宽心就好了。宁侍郎心里话说，他就知道萧灵卫没有正常人，更何况陆长京能当上副使，怎么可能与善良2字沾边啊？宁侍郎仍旧忍不住有些火气，抬头一看，却又愣住。这位好脾气的陆副使眼底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恶意，这恶意何其相似啊！一如处处为难他的沈昭，一如对他满眼厌恶，连话都不屑于说的季英，一如宁回之翻脸之后时时刻刻用鼻孔看他的谢无居。这群年轻人做什么与他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东西过不去啊？宁大人似乎很委屈啊，为何自己什么都没做，总有人与你过不去呢？其实宁大人只要想想，这2年陛下对宁府如何优待，宁府却仍旧处处对陛下不满，不就能想明白了吗？听说宁怀之对春闱的假绑志在必得呀。呵呵，来日他入了朝堂，这好日子才刚开始呢，就先恭喜宁大人了。哼，你倒是装是好人了。哎，哪里，比不得老大，深更半夜还要让手底下的人去送花灯，真是手段了得呀。哎，
老大，不是说用金疮药的都不是真男人吗？怎么身上一股子药味啊？送花灯怪不得我，谁让陛下喜欢呢？你想送他也未必要，一身药味也怪不得我，谁让陛下非得赏呢？可真能显摆。哈哈，他若是知道你这2年做的事，你再如何送花灯，怕也是白费功夫吧。一条船上的人，彼此彼此。今日陛下定会晚半个时辰上朝。你如何知道？昨夜陛下看花灯看得晚了些，我陪着他也就晚了些。后来陛下又要看着我上药，将近子时才就寝。他本来就梦魇，精神头不好，贪睡也是人之常情。你说是吧，陆副使？这话说的暧昧之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和陛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踏上关系。半个时辰后，殿外终于传来了来佛的声音：陛下驾到！臣有奏，陛下。臣入朝为官数十载，对陛下对大梁可谓忠心耿耿，从未有过错处。可昨日神智会时，却声称奉承陛下旨意，闯入臣府中，斩下臣发妻头颅。臣恳请陛下告知臣，臣的发妻究竟犯下何等滔天大罪，以至于陛下要下旨杀他？亦或是有人魅惑君上，扰乱朝纲，假借圣旨名义铲除异己，意图动摇我大梁江山，求陛下做主，求陛下做主。沈昭，你可有话要说？这样的情形何其眼熟啊！年前平王谋反，诛杀叛党后的朝堂上，亦是男人一人面对无数人的口诛笔伐。自北蛮太子可以易容御前行刺后，臣便好奇，北蛮是如何知晓陛下私事，又是如何顶着一张易容的脸，躲过层层搜身靠近陛下的？难道诸位大臣就不好奇吗？这与你昨夜行凶的行径有何干系？哼，当然有关系。这封血书上的字，就是赵玉从北蛮太子口中撬出来的细作名单。可就算如此，大可将名单上的人抓去诏狱再审问，若有被冤枉者，也可趁此洗清嫌疑。断断没有你这般直接闯入我等府邸杀人的道理。若那北蛮太子刻意污蔑，岂不是冤枉了好人？如今人死无对证，自然什么都是你一张嘴说了算。若我不当场杀了，到底是给无辜者自证清白，还是给某些官官相护的人拖延时间，好从诏狱里救人呢？上了诏狱的嫌疑人名单，又无利益可图者，便是宁可杀错1000，也不放过一个。臣这么做，可都是为了陛下无后顾之忧。陛下可不能被某些心怀鬼胎的人挑拨了去，让臣寒心呐。行了，沈昭此行虽戾气过盛，但的确是奉朕的旨意处置细作。若非有北蛮细作，朕也不会在除夕宴上险些丧命。还是说诸位爱卿心里，朕的性命、通敌叛国的罪名，都比不得家中亲人的一条命重要。若你们非要计较一番，沈昭奉命行事，那么罪魁祸首便是朕。
你们来索朕的命，可好啊？臣等不敢。百官纷纷跪下，唯有沈昭没跪，目光灼灼地盯着龙椅上的陛下，唇角得以勾起，做足了奸臣的派头。萧福玉也很满意，奸臣就是用他来替他担暴戾之名的。如今虽已过年节，北境的雪却要下到3月。往年这个时候本该休战止戈，休生养息，但朕已决定要让北蛮付出代价。北境将士扛着严寒替大梁奋战，朕也不愿薄待了他们。故朕已决定让户部拨款，以往年3倍的俸禄赏给将士们的家人，聊以慰问。若无父母儿女手足，便着人押送粮饷去往北境。诸位爱卿，以为如何？陛下，您体恤边关将士，不如像往年那般让他们每日加一顿羊肉汤。您不当家不知油米柴盐贵，如今国库空虚，又是打仗又是修建皇陵，户部一时之间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的饷银？瞧这话说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敢问韩尚书，你是把自个儿当做陛下的皇后，开始当起陛下的家了？沈大人，话可不能乱说。老夫一把年纪，又是男子，如何能给陛下当皇后？我看分明是你以己度人，做贼心虚，以为人人都和你一般，抱着某些不干不净的心思，想爬上陛下的龙榻当皇后。韩尚书，你这话未免诛了咱们沈爱卿的心。沈爱卿亲口说过，她可不喜欢男人。好好的朝会，一群大男人突然开始争论起断袖之癖来。沈昭身旁本就在看戏的陆长京险些笑了出来。陛下说的实在太妙了。沈昭本人面无表情，陛下的记性真好。爱卿是朝中重臣，朕的左膀右臂，你的话朕自然记得清楚。朕意已决，朕给户部3日时间，不可有误。退朝。在闹什么？皇宫大内也敢如此喧哗？统领，他们都笑话属下。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属下也不知道，昨夜巡逻时被人打晕，醒来后便这样了。也不知那贼人与属下有什么深仇大恨，偷东西便罢了，还要揍属下的脸，害得今日在官道上遇见陛下，属下连头都不敢抬，唯恐吓到陛下。偷了你什么东西？也没什么，就是一张寻常的丝帕。丝帕？以你的俸禄，1年也未必能买得起上云京的丝帕。好吧，其实是昨夜巡逻时陛下赏的。禁卫军迎着一众同伴羡慕的眼神，磕磕巴巴地将昨夜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那你的帕子多半是要不回来了。陛下，在喂狗呢？朕没召见你，谁给你的胆子在宫里逗留？陛下没召见臣，臣也没进养心殿的门，趴个窗而已。陛下不会这么小气吧？当真是在朝上利用完他，便扔到一旁，凉薄得很。沈昭直勾勾地盯着人看，游离的目光渐渐往下，在瞥见那幼犬脖子上的金链子时，倏然凝住。男人低头看了看自己藏在衣襟里的，又看了看幼犬脖子上的。该死，除了粗细不同，其他的居然全都一样。糖葫芦舔完一碗羊奶，朝沈昭龇牙咧嘴的一顿狂吠，迟早有一日把这蠢狗的牙拔光了。陛下，臣怎么觉得这畜生脖子上的链子有些眼熟呢？你脖子上的是朕的糖葫芦不要的，只是改了个尺寸，
自然眼熟。好，爱卿若是介意，便取下来，朕另外送人。呵，一条金链子，臣有什么可介意的？男人说完，头顶的70变成了75。爱卿戴了这链子，倒是比从前讨喜许多。你在看什么？鲜血猝不及防地从他鼻下淌出来。臣近日有些上火。朕看出来了，火气不小。陛下不给臣一张帕子擦擦？爱卿昨日不是抢了一张？朕的帕子可不轻易赏人。沈昭木着脸扯过自己的衣袖，胡乱地擦掉鼻血，就是不用一张帕子。陛下笑什么？朕笑朕的小狗可爱，不关爱卿的事。好，陛下打算如何处置北蛮太子？赵玉的伙食，北蛮人怕是吃不惯，臣怕他哪日吃死在里头。不急，待北境大军得胜归来，让他见一见北蛮王的脑袋挂在菜市口是何等场景，让朕出了被行刺的气，再好好处置他。你确定那些细作名单他都吐干净了？陛下这是怀疑臣的实力了。既然爱卿都这么说了，朕自是信的。萧福玉微笑，端起一旁工人奉上的羊奶，浅浅喝了一口。哪怕放了杏仁除腥，他仍旧不太喜欢这个味道。拧眉喝了一口，便放在桌案上，碰都不愿再碰。这是什么？沈昭盯着他被羊奶晕染的唇珠，跟着舔了舔唇。陛下怎么喝一口便不喝了？爱卿若是馋了，便直说，朕不会笑话你。一碗羊奶，朕还不至于赏不起。百灵，去给沈大人盛一碗。哈，何必这么麻烦？这不是有现成的？爱卿和糖葫芦一样，都喜欢喝朕剩下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东西人能吃，狗可吃不了。区别不大。陛下说什么就是什么呗。陛下，季统领求见。让他进来。沈爱卿还不打算走？难道陛下要和季统领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哼，放肆！臣失言，陛下莫怪。微臣参见陛下。臣来得不巧。朕与沈指挥使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什么巧不巧的。说吧，所谓何事？臣来禀告陛下，昨夜皇宫出现刺客，于深夜袭击巡逻的禁卫军，想请示陛下是否要禁言宫门出入。季英简单复述了一遍那位禁卫军的遭遇。陛下赏他的帕子乃御前之物，贸然丢失，他很自责。哼，好歹是正八品的禁卫军，竟会这么容易遭人暗算。季统领，你手下的人连张帕子都看不出，也不知平日里你如何训练他们的。和萧灵卫比起来，禁卫军为贴身护卫陛下，的确不需要那些阴私手段，难免容易遭人暗算。气氛愈演愈烈，眼看着两个男人没完没了，萧福玉敲了敲桌案。沈爱卿，拿出来吧。陛下在说什么？臣不太懂。哼，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还不将帕子还回去？堂堂萧灵卫指挥使，就这点气度？气度能当俸禄花？原来这帕子是在沈指挥使手里，难怪臣手底下的人会连张帕子都看不住了。臣若不呢？沈爱卿，你要抗旨吗？臣哪敢呐！陛下，使点劲儿啊！萧福玉也朝他笑了笑，轻柔地甩了他一耳光，不痛，但响亮。松手！沈昭胸口起伏，薄唇绷成一条直线，指腹卸下力道。萧福玉抽走了他手里的帕子，在他阴森的目光注视下，将帕子塞进了另一个人手里。
记得送还给你手底下的那位禁军。谢陛下做主，多谢沈大人相让。行了，朕罚了，要午睡。臣告退。沈大人，陛下要就寝，您自个儿出宫玩吧。陛下今早便没精神，的确该好好休息，只是午膳还未吃呢。朕没胃口，醒来再说。来福。陛下不好了，沈大人和季统领在养心殿外打起来了。看来这午觉是睡不了了。都愣着做什么？有人御前行刺，还要朕教你们怎么做吗？给朕绑了，帕子拿过来。陛下，臣错了，恳请陛下责罚。错了？何处错了？臣身为禁卫军统领，明知公规森严，却不以身作则，在养心殿外与他人打斗，还扰了陛下午睡。这只是你最轻的错误，你们一个想护，一个想抢，可最终却让朕的帕子变成这副样子。朕赏的东西，哪怕是朕不要了，丢了送人，你们也得给朕好好供着。御赐之物有损，这就是你们抢到最后的结果，还满意吗？臣明白，是臣无用，逞能到最后却不能护住陛下的帕子，丢了禁卫军的脸。陛下，朕让你说话了。陛下不让臣此刻说，难道是想私下里偷偷说？季英，朕一向知你乖学，今日之事亦是某些不安分的挑事在先。你自行去禁院领80鞭，停职1月，罚俸半年，好好在府里闭门思过。臣领旨谢恩。领罚之前，去上访领碗长寿面吧。本是要命人送去你府里，既然你今日来了，吃热的总比冷的好。陛下，您还记得？萧福玉不会告诉他，这不过是帝王用来收拢人心的手段，也不会告诉他，若非今日受了罚，根本没有什么长寿面，打一巴掌给一甜枣罢了。长寿面对于御膳房那群专门伺候陛下刁钻胃口的厨子而言，根本不算什么。而对于萧福玉而言，任何人的生辰都不算什么。陛下，其实今日臣也过生辰。来福翻了个白眼儿，怎么会有人无耻到这种程度，简直闻所未闻呢？把他拖过来。抬脚踩在男人脸上，萧福玉柔声细语道：沈爱卿，欺君之罪可是要砍头的。臣可没欺君呢。萧灵司人人皆知，臣每月都过一次生辰，这样臣每个月都能收到属下们的贺礼，连住客栈的钱都省了。这样省的钱就可以给陛下做金龙花灯了。哼，你的意思是，朕收了你的花灯，便该纵容你无法无天了？臣哪敢呢？去把花灯拿来，多好看的花灯啊，可惜了。那闪烁金光的华丽花灯，不知道花了男人多少心血，就这样被抛进了他脚边的炭盆里。沈昭脸上散漫的笑不知不觉地淡去，盯着炭盆里倏然窜起的火花，眸底的黑也随着花灯变黑，一点点加深了。沈昭，这是你弄坏朕的东西何该付出的代价？回答朕，这个结果爱卿满意吗？沈昭仍旧盯着炭盆里面目全非的花灯，没有看他，只是头顶的数字变成了97。半晌，不满意，臣不满意。你只是朕的臣子，朕的奴才，你满不满意都不会改变今日惹怒朕的后果。去宫门口领30杖，所有禁卫军与萧灵卫一同观刑。领完罚，朕不管你滚去哪里闭门思过，反正这个月都不要来按朕的眼。萧灵寺一切事宜暂且由副使接管。沈爱卿，退下吧。臣告退。陛下，
您不是一直想试试北境的烤羊肉与上云京有什么不同吗？正好谢小将军来问过几次，他特意学了一手烤肉的手艺，想让陛下赏脸呢。朕知道你是替朕费心，就依你说的办。是。爱卿杀羊都如此赏心悦目，却不能上战场杀敌，被困在京都替朕守着玄机营，会不会心有不甘呢？同样是替陛下效命，臣与家父并无不同。陛下放心，臣自幼被父亲教导君臣之道，绝不会与沈大人一般，总是惹陛下生气。咱们这位沈爱卿啊，果然是个人嫌狗憎的东西。陛下，其实光吃炙羊肉容易腻，臣来时瞧见太明湖的冰已经化了，不知可否抓几条鱼上来，臣烤给陛下吃。准了，何事大惊小怪？陛下，来福捧着一颗洗去血污的珠子呈上，谢小将军从鱼肚子里抛出来的，奴才怎么觉得有些眼熟啊？是朕赏给沈昭的舍利子。这沈大人简直是……这件事谁也不准说出去，朕另有打算。是，哼，这沈大人真是好福气，这样陛下都不怪罪他。老大，你怎么又惹陛下生气了？老大，有事去找陆长青，别来烦我。他们从来没见过沈昭这般架势，莫不是爬不成龙怕，恼羞成怒，没脸见人了？虽然心中好奇，他们也不敢再上去招惹，更不敢真的问出口。朝堂上难得安安稳稳过了1个月，没有戾气，没有争执，文武百官其乐融融的和谐一片。开春后马上便是春闱，先前太傅病着，朕一直让沈昭这厮接手，如今太傅病愈，也该让他与太傅交接。臣于府中养病许久，得陛下挂心，自当尽心极力替陛下分忧。让沈昭进宫，1个月已过，朕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长进。是。萧灵司的人说沈大人还病着，许多天没出来见人了，怕是面不了圣了呢。病了？哼，病了也罢，陆卿与太傅交接春闱事宜，想来也是一样。哼，陛下说的是，谁来都是一样的。此次参与春闱的学子尤为多，御书房里的议事上一直持续到夜里。哼，不是病了，又跑进宫来做什么？臣有话说与陛下。1月不见，爱卿清简不少啊。臣送陛下的花灯烧坏了，自然就扔了。怎么，你今日入宫就是来找朕追究1月之前的事？朕让你闭门思过，莫不是就躲在屋子里咒了朕1个月？从来没有旁人配追究朕做过什么事。沈爱卿，你也不配。臣不是来追究，臣是来谢恩。谢哪门子的恩呐？谢陛下烧毁花灯之恩。说来听听。却见沈昭从袖中摸出来一盏新的花灯，依旧是金龙细灯的图案，只是灯壁不再是纱布密织，而是琉璃。这盏花灯比从前的更大、更亮，更配得上陛下的身份。琉璃做的灯壁，哪怕陛下丢进炭盆用火烧，也烧不坏了。禁足思过1月，爱卿竟令朕刮目相看。只可惜，花灯不论是被烧毁还是重做，都算不得什么。花灯算不得什么，那陛下也有臣亲嘴儿，又算什么呢？朕怎会知道？这个问题应该问不是断袖的爱卿自己才对。一边厌恶男人，一边又要亲朕的嘴，算什么呢？总不会是像宁回之一样，一边标榜自个儿清高，一边又舍不得朕的恩宠吧？
臣不清高，走到今日，亦从不靠天子恩助。陛下，臣为何会去抢帕子？您当真一点也……爱卿饿了，没有晚膳就跑进宫，这么急做甚？朕又不会抛下江山皇位和什么野男人跑了。沈昭微微侧过头，犬齿咬住他的指尖，又被他扇开。爱卿，你和糖葫芦一样喜欢咬朕的手。那只蠢狗也就只能咬咬陛下的手。这1个月，沈昭大部分的时间都将自己锁在屋子里。他以为自己该愤怒，该怨恨，该做些表面功夫，但禁足惩罚一过，依旧阳奉阴违地做他的奸臣。可每一日，他都能从那群碎嘴的萧灵卫口中得知很多事儿，比如陛下今日和谢无居以视察玄机营的名义去踏春，比如陛下昨日和陆长京以暗中考察科举学子的名义去游湖，比如陛下明日还要去探望同样被禁足死果的季婴，还让太医亲自留府照料，君臣之谊成为佳话。他的确有怨恨，他怨恨地想将这些男人都杀光，但比怨恨更先刺穿他心口的毒是他想见萧福玉。10万火急，刻不容缓，时时刻刻梦里梦外都想见萧福玉。见那个3心2意、玩弄人心、薄情寡义、引诱他又作进他的天子。见到萧福玉坐在轿辇上的第一眼，他想陛下瘦，可随即又反应过来，其实萧福玉没瘦，只是他错过了早春，朱雀大街的花灯早已没人买了，还傻傻的以为上云京的雪没来得及化掉。他落到今日的下场和那些蠢货一样，被人当狗玩，又算什么？和花灯一样，不算什么吗？来福，陛下，让御膳房备膳，朕要待客。沈昭，不论你方才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朕让你闭门思过，只是想让你明白一点，你私底下如何揣测朕，朕不管；想从朕这里得到什么，朕也不管。但你第一眼看到的朕，必须是你的君主。回答朕，这1月闭门思过，爱卿觉得自己有长进吗？这样调教人的话，陛下也会对旁人说吗？还是只有臣如此？是只有你欠管教。朕让御膳房备了膳，爱卿去偏殿候着吧。可臣方才的话还没说完。不急，朕等你吃完。这算是臣献花灯的奖励吗？一盏不算什么的花灯。若爱卿希望是这样，那么也可以是，因为这对朕来说也不算什么。陛下不但引诱人的手段了得，敷衍人的手段也了得。没爱卿说的那样厉害，也就与爱卿阳奉阴违的本事不相上下罢了。陛下记得等着臣。该死的，花了3日时间，不眠不休的重做花灯，换来一句不算什么。把他当什么了？他再也不会高兴接受小皇帝的敷衍了，他只会冷漠的接受小皇帝的敷衍。哼，萧福玉，走着瞧。陛下，沈大人没吃饱，让御膳房加餐呢。他是恶鬼转世。主要是御膳房都是按陛下的胃口备的膳，哪里想到那个沈大人如此能吃啊？那就加，朕不至于连一顿晚膳都舍不得，就当是喂狗了。去看看咱们这位沈爱卿到底要喂多少东西才能把它喂饱。一句而空。你们陛下每日就吃这么些吗？一盘菜3口就没，胃口小的跟猫似的。再来一碗。沈大人，自古以来御膳房都只按陛下的喜好备膳，您如此说，难道是对我们陛下不满吗？你们陛下是金贵人，为个小才精致，我干的可都是力气活，不吃饱些，力气太小，万一你们陛下不满意又该如何呀？陛下，沈大人求见。让他进来。陛下，
臣吃完了。饱了？陛下何必明知故问呢？哼，那朕该如何问？问爱卿是否有力气让朕满意了？陛下偷听臣说话。爱卿站在朕的皇宫里，说朕偷听，敢污蔑朕，诛你9族。陛下，臣的9族只有臣一人。这么可怜啊？那朕将糖葫芦赐给你当9族如何？他如今可是朕的爱宠，绝不会委屈了你。那臣岂不是多了一张保命符？保命符还是催命符？爱卿的话说早了。今日是朕的爱宠，明日未必也是。陛下还记得方才答应臣的话吗？爱卿可以把话说完了。臣为何屡次3番讲帕子，陛下当真一点也不知其中缘由吗？爱卿还带着朕的金链子呢。陛下赏的，臣岂敢不带？是吗？那朕怎么没瞧见朕赏给你的那颗舍利子呢？爱卿不会把它丢了吧？朕相信爱卿定是将它供起来了。不如这样，爱卿此刻出宫回去拿一趟，向朕证明你的确忠心耿耿，配知道朕的答案，朕便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臣将其藏起来了，找寻需要时间。无妨，若爱卿找到了，再来养心殿寻朕便好，什么时候都可以。臣去找。陛下，沈大人跳湖了。又过了半个时辰，来福再次鬼鬼祟祟地进来。陛下，沈大人快要把太明湖里的鱼抓光了。让他抓。陛下，既然陛下已经知晓沈大人将那舍利子丢入湖中，何不直接拆穿他？萧福玉将舍利子塞入袖中，抱着糖葫芦一块裹进被褥里，声音也闷在被褥里。比起拆穿他，当然是戏耍一番，让他自食恶果更有趣，不是吗？一想到沈昭那个混账还满怀希望的在太明湖里抓鱼，便觉得畅快极了。这就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应该付出的代价。陛下英明。乖狗。该死的，到底是哪条啊？陛下，沈大人还在太明湖抓鱼呢。他是连早朝都不想上了。奴才哪里能懂啊？沈大人说过，奴才一个阉人是不会懂他的，但陛下是天底下最神武的男人，不知道可否替奴才解惑呀？他笑话你是个阉人，便是欺负朕的人，让他抓一夜的鱼，算是便宜他了。有陛下在，奴才被欺负不碍事儿的，只要沈大人忠心耿耿，肯为陛下效力便好。就属你的嘴甜。停！让沈昭滚过来。沈爱卿，马上便是早朝，你不在宣政殿等着，跑到朕的太明湖里是要做什么？还害死了朕的鱼，让朕以后赏什么？臣不是献给了陛下一盏灯，难道不比这些蠢鱼强？哼，来福，带朕的沈清回偏殿换身衣裳。朕不管你又要闹什么，上晚早朝再和你算账。沈昭没动。这太明湖里到底有什么，让爱卿连早朝都不想上了？朕让你寻的舍利子，怎么不见你这般殷勤的去寻呢？臣知道了。沈昭偷瞄了他一眼，依依不舍地和来福走了。走的时候1步3回头，还在往湖里头看。昨夜你在御书房陪了陛下那么久，他怎么也不留你吃顿晚膳呢？害得我一个人吃了一桌，又怕浪费了陛下不高兴，都吃撑了。假的，一定是假的。沈大人，朝堂之上还是莫交头接耳的好。沈昭，
若不想上朝，便滚去殿外跪着。臣若不想上朝，怎会跟着陛下过来？只是臣的父使误会，臣与陛下不清不楚，臣为挽回陛下清白，着急解释罢了。是这样吗？萧福玉看向陆长京，陆长京下意识的想要反驳，可他瞥了沈昭脸上一副要死大家一块死的阴沉相，同僚一场，这些年没少落下把柄。是，陛下，您看，还觉得谁去御书房都一样吗？哦，他今日召你去，明日召旁人去，喜新厌旧，风流博兴，我早就说过，你把握不住的。朕让你起来了，朕问你，将朕的太明湖弄成这副样子，你该当何罪？不如陛下罚臣这几日就待在宫里，替清理太明湖的工人当差。太明湖可不是朕的温泉池，光是湖面上的杂草，便不止上百人仔细打理。爱卿确定吗？爱卿仗着自己身强力壮，确定要逞强吗？区太明湖，臣定将里里外外的脏东西都扫干净。看来爱卿是不急着回去拿舍利子，也不急着要朕的答案了。陛下错了，只是臣不慎将私藏舍利的木盒遗失在了湖中，得找。原来如此，爱卿怎么如此不小心啊？再寻回那个木盒钥匙，臣定会日日小心，时时珍视。该死的，早知今日会被小皇帝勾成这样，当初他就该……都怪陆长青，也不拦着他，莫不是那个时候就惦记上萧福玉了，故意看他丢的，真是好下作的手段。沈昭恨不得将那时的沈昭碎尸万段。那爱卿后悔吗？后悔没好好看管那木盒钥匙？也就一点点吧，又不是找不回了。爱卿有骨气，只是爱卿不明白，有些东西一旦丢失，便永远找不回来了。臣若想找回什么东西，哪怕找不回来，也要找到底，死也不会罢休。那朕就不耽误你去太明湖捞木盒钥匙了。这次入榜的学子里，一半都是姜太傅的学生，可见太傅教人有方啊。如何能是我教人有方？是他们自个儿争气。来日能入朝堂为陛下分忧，老臣也就知足了。都是真才实学的人才，就算不为朕分忧，看在姜太傅的面上，想来也不会惹朕烦心。老臣惶恐，陛下是天子，老臣纵使是他们的老师，也断断不能越过陛下去。若他们真敢如此，老臣只当不曾教过他们。哼，朕不过一句玩笑话，倒让太傅吓到了。朕能有太傅这样的纯臣，是大梁之幸啊。陛下，画师已到御花园候命。今日御花园的花都开了，最适合入画了。陛下怎么瞧着兴致不高啊？莫不是为朝政烦心？陛下，您瞧上去似乎不太高兴，谁惹您不高兴了？怎么，爱卿不抓鱼找钥匙了，要管朕的事了？朕高兴又如何？不高兴又如何？陛下不高兴，萧灵司自会将罪魁祸首抓过来，陛下想怎么玩便怎么玩呗。那可如何是好呢？全天下最让朕不高兴的就是你。那臣送给陛下玩。可惜爱卿不配。爱卿的鱼抓得如何了？这都好些天了，爱卿是打算常驻太明湖吗？何止是常驻啊，这湖里的鱼他都能叫上名字了。那爱卿继续抓吧，朕正好观摩观摩爱卿抓鱼的本事。陛下，画师画好呢。这么快？让朕瞧瞧。朕让你画桃花，没让你画朕。不止画了他，
还画了一个多余的混账。草民只是觉得被陛下捧在掌心把玩的桃花，比之树梢更不显得寂寞单调。来佛，你不是说今日来的画师各有各的傲气，达官贵人想请他们画一幅画，都要看心情吗？朕怎么觉得一个个见了朕，像是老鼠见了猫？陛下岂是一般达官贵人可比的呀？这2幅朕都喜欢，就是评不出个先后来。萧福玉扫过第2幅画，在触及画上男人时，眼底浮起了嫌弃。哪里都好，就是这画里的沈昭当真是画蛇添足，好好的景致都被打扰了。臣觉得第2幅更好看，陛下若更喜欢第1幅，第2幅可否能赏给臣呢？爱卿想得倒美，朕请来的画师画的画，你伸手就想拿走。这画上的桃花还没陛下帕子上绣的好看，赏臣就当喂狗了。这宫里的桃花千篇一律，若是京郊的桃花，草民定能画得更好。京郊？如今京郊桃林可热闹了，恰逢春闱放榜，各地学子都在上云京，日日都有人结伴去赏桃花。那桃林位于青陵河畔，但凡有些银财的，都会去买一张花十方的船票，坐船从河边路过时，一边赏花一边行酒令，好不快活。来佛，陛下，收拾一下，朕要出宫赏花。做什么？臣也想赏花，带上臣呗。理由？臣给陛下当马夫。赏花这等美事，带着一群御前侍卫大煞风景，有臣一个抵得过他们一群。陛下考虑考虑呗。爱卿不抓鱼了？回来再抓。鱼在湖里，臣让他多游几圈，他也跑不掉。若不是沈昭抓了快1个月的鱼都没抓出名堂来，他真就信了。朕准了。来福，赏。算你们画的讨了陛下的欢心，这是陛下赏你们的。俩人心中一喜，望着逐渐走远的修长身影，便是傲气也没了，骨气也没了，傻兮兮的跪在凉亭里磕头谢恩。不是说要当朕的马夫？朕要微服私访，特意为爱卿备好了衣裳。爱卿不穿，是怕自己不够俊，穿上这衣裳，被花十方上的年轻人比下去吗？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然后和臣比，臣可不知脸比他们俊。臣这身板可是专门干力气活的，一只手就能把陛下抱起来，他们行吗？谁准你攀扯上朕的？臣只这样抱过陛下。臣又不是外头那些不三不四谁都抱的男人，算哪门子的攀扯陛下？这是实话实说罢了。再不好好说话，朕就割了你的舌头。臣只是想说，哪怕穿着马夫的衣裳，臣也比他们俊。陛下到底是去赏花，还是去赏男人的？这话就奇怪了。那画师要画桃花，却画了人，爱卿还觉得比另一幅好，怎么朕不赏桃花赏男人，爱卿就要换一套说辞了？朕如今后宫空虚，赏几个男人怎么了？沈昭，你要造反不成？那陛下也没把那画赏臣呢。这么想要，那就看爱卿今日这马夫当得够不够让朕满意了。江兄，你说你老子的私塾教出来这么多假榜进士，来日到了殿试，怕是也大差不差。他怎么还把你往国子监里头塞啊？若你待在自个儿家的私塾，说不定也能争一争甲榜呢。谁知道他？许是觉得我不配姓江，辱没了他私塾的名声。哎呀，行了，今日出来又不是喝闷酒的。我今日可是带来了好东西，你确定不看？啊，这画你哪来的？不怕掉脑袋啊？哼，要掉脑袋大家一起掉。上次陛下微服私访，
与谢无惧那厮一块去踏青，我正好也在京郊，就偷偷画了。谁知后来这画被旁人瞧见，就有人临摹了赝品在坊间流传。大家只知道这画上的人非富即贵，故而都不声张，只是私下里难免。你还不知道吧？啊，知道什么？游春坊里的姑娘与兔爷儿，如今都开始穿红衣了。啊，他们疯了不成？真不想要命了？就是，疯了不成？男人捡起地上的画，垂眸打量，随即冷声一笑，将那小舟上的野男人撕成碎片，踩在脚下碾了碾，而后将红衣美人那边折好塞进怀里，哼着小曲儿，翻窗离开了。让他去别的船上借份笔墨纸砚，怎么去了这么久？许是沈大人瞧见什么趣事儿，一时半刻耽搁了。给朕办事，就该将朕的事摆在前头。朕看他是愈发不把朕放眼里了。陛下，臣发誓，臣时时刻刻眼里都有陛下。有路不走，非得翻窗。沈爱卿，你在朕面前越来越没规矩了。陛下若真的这么喜欢规矩的，今日就不会带臣出来，而是带旁的野男人。旁的野男人？那沈爱卿又是什么男人？哼，反正不是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是吗？那实在可惜，朕就喜欢不三不四的男人。臣现在改口，来得及吗？爱卿还是先捞到太明湖里的钥匙，再来问朕吧。哦，爱卿的画技，怕是也就3岁小孩的水平。臣要不靠这破画讨生活，臣靠的是……朕知道，爱卿干的是力气活，有的是力气。沈昭的喉结来回滚动，下颌紧绷，鼻尖萦绕的那人指尖的香气，甚至只要他低头就能咬住天子微微翘起来勾人的唇珠。某种粘稠的气氛绕得越来越紧，灼热的鼻息交融。沈昭低下头，眸光慧眼，试探的一点一点的靠近陛下的唇瓣，忽而一声惊呼打破了宁静。不好了，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那是江家的小厮，但游春坊上的人不是姜子牙，是姜家的其他人。该死的，就差一点点。这么肯定啊？臣方才就是去另一所画坊上找他借的笔墨，估计那姜子牙此刻还躺在甲板上昏迷呢，废物书生一个。陛下您看，那是游春坊。朕倒要看看是谁敢在天子脚下触犯天子的律令。朝廷命官不只是为了天子卖命，还彰显着朝廷的脸面。若连官员都流连烟花之地，在百姓眼里，这朝廷又能干净到哪儿去？沈昭一手揽住萧府玉的腰，在来福惊慌失措的声音里一跃而上，稳稳落在对面画舫上。陛下，您觉得您的马夫如何呢？尚可，只可惜区区一个马夫，比起朕的指挥使还是差远了。那是自然，沈指挥使毕竟是上云京最有本事的男人。哼，沈爱卿，你这话自个儿说出来，不觉得羞吗？难道陛下能说出一个比臣更有本事的男人？臣不信。陛下可真有意思，出来玩还随手给臣备了面具。这是朕给来福准备的面具。萧福玉冷哼，鎏金面具盖住他上半张脸，只露出狭长含笑的狐狸眼与瓷白细致的下巴。朕可从未与沈爱卿出来玩过。哎呦！说话就说话，拉拉扯扯想死吗？公子，您的马夫凶得很，奴家害怕。退下，敢唐突了本公子的美人儿，饶不了你。哼，来这游春坊，可不就是要与美人拉拉扯扯吗？公子，
你身上好香啊！方才我在外头瞧见有人落水，不知是哪位姐姐如此可怜，人有没有事啊？公子说的是花落。哼，这个月都第5回了，也不知他怎么想的。江家那位大公子虽不是嫡出，却也是上了会试甲榜的大才子啊！来日入了朝堂，那是前途无量，偏偏他还宁死不从。本公子要见花落。公子，你是嫌奴家不好看吗？公子，花露姑娘已经被江公子。我知道，我就喜欢抢旁人的。萧福玉从怀里扔出一块腰牌，砸在桌案上，发出清脆声响。归公一瞥，心头大骇，竟是凌雨令牌。不知公子与那位沈指挥使是？他是我表兄，这次来上云京，我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不愧是沈大人的表弟，都喜欢抢旁人的。小的意思是，公子稍待，小的这就让花露姑娘去准备准备。公子为何用我的凌雨令，不用旁人的？我也未曾想到，沈大人的令牌在这花楼里如此管用，那龟公竟能一眼认出。臣从不管花楼，许是臣的副使偷拿臣的令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事儿吧？毕竟不是谁都和臣一样洁身自好。陛下，您既然都用了萧灵司的令牌了，不如这件事儿就交给臣吧。你知道朕要做什么？不知道，但臣知道，惹陛下不高兴的人都会不好过。很好，若爱卿这件事办得让朕满意，朕就……沈昭舔了舔唇，眸光发绿，哑声道：“就什么？就让工人帮沈爱卿一块儿去太明湖里捞钥匙。哼，如何？”“好，若是捞不到呢？”“怎么会捞不到呢？一定会捞到的，朕保证。”“有陛下这句话，臣就放心了。”“哎，老大，哟，陛下也在啊！陛下您晚安。”“待会儿在下头候着，有东西扔给你。”“嘿嘿嘿，知道了。陛下，萧领卫办事您就放心吧。”“公子，小的就不打扰了。”花露不情不愿地走过来，还未说完，就被人打晕，从包袱丢了下去。“你就是这样给朕办事的？”“陛下，萧灵司一向都是把人带回诏狱再审问的，在这儿，臣施展不开手脚。”“那朕怎么走？”“陛下怕水吗？”“你敢让朕的衣摆沾上一滴水，朕就砍了你的头。”“那陛下怕是要失望了。”“哎，有人跑了！花露不见了，快追！”“停下来。”“陛下，你一看便没有被追杀过，若是此时放松警惕，怕是就跑不了了。”“朕被硌着不舒服。”“那是因为陛下坐得离臣太远。”沈昭揽住他的腰往回捞，直到脊背贴在男人滚烫的胸膛上，这样便会好些。陛下，你与臣这样像不像在私奔呢？下雨了，雨水越来越大，很快便连绵成片。陛下，先坐在这，待雨停了，朕再护您回宫。”“雨何时会停？”“春雨绵延，最少要下几个时辰。陛下，衣裳湿了，穿在身上会生病的。臣是那种趁人之危的男人吗？”“愣着做什么？还不伺候你的君主脱衣？”“好。”“朕冷。”“陛下想看臣的身子，就直说。”沈昭扫了眼萧福玉身上单薄的中衣，那么薄的一层，裹在身上比没穿还要勾人。用他的衣裳取暖，更像在私奔了。“沈昭，朕饿了。”“只剩一根了，陛下，臣也饿了。”“是吗？没了。”“谁说没有？”沈昭俯身贴近，伸手用力地擦去萧福玉嘴边的糖渣，送入口中尝了尝，好甜呐！你也就配吃朕嘴边的糖渣。”“陛下的意思是，剩下的糖渣都赏给臣吃？”“哼，这厮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赏你了。”“怎么吃都行吗？”“你还想如何？”“
最后一个字都没说完，沈昭已然低头含住他的唇细细啃食，将唇边所有的糖渣尽数舔干净。沈昭，你放肆！臣知道，臣谢陛下赏赐。雨停了，天也黑了。沈昭顶着一左一右2个巴掌印儿，垂眸偷瞄一眼蜷缩在他怀里沉睡的陛下。眼尾是红的，嘴也是红的，和糖葫芦一样红。他意犹未尽的低下头，碰了碰那人红肿的唇，嘴角恶劣的扬起，语气挑衅：哼，让你打我，活该被野男人偷亲。寻常时，萧福玉自是不会赏脸躺在男人怀里，但春雨下的时候实在是太冷了，睡梦中便下意识地往热的地方缩，缩着缩着就缩到了他怀里，可不能怪他呀。睡梦中，萧福玉不太安稳地皱了皱眉，雨声忽远忽近。他于梦中睁眼，发现自己撑伞站在公道上，旁边路过的工人小心地朝他行礼，唤他九殿下。萧福玉垂眸看了眼手里的圣旨，才想起来那位父皇跟前的神指挥使以下犯上，言语没有忌讳，冲撞了3皇子，被父皇下旨杖责30，而他是去宣判官刑的。指挥使沈昭言语无状冲撞皇子，领30杖以尽孝友。殿下，走吧。我还有话与沈大人说，你们先回宫吧。谁都知道这位九殿下自从冷宫里出来，就与沈昭不太对付，朝堂上日日都能斗几回嘴，如今仇家露了难，自然要奚落一番，出出气。你去帮我杀个人好不好？谁？萧福玉嘴唇微动，无声地念了一个名字。你怎么不找季英去？他不是你的好狗吗？好狗只有一条，我舍不得。我就舍得。萧福玉低头吻了吻男人紧绷的唇角。够了吗？若我失败，你该如何？不如何。你走吧。从现在开始，我做任何事儿都与你无关。陛下，您可还有哪儿不是？沈昭呢？沈大人送陛下回宫后，就去赵玉给陛下办事儿了。他还留了话，让陛下记得自个儿说的话。朕说的话？陛下，沈大人说您今日淋了雨，奴才便自作主张请太医来瞧了瞧。好在陛下只是着了凉，没有风寒，否则奴才只能以死谢罪了。姜太傅可有来过？陛下莫不是神仙转世啊，竟连这也能算到，奴才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奴才记着陛下的吩咐，就说陛下在休息，不见人。姜太傅也只得打道回府，奴才可半分消息都未泄露出去。做得不错。萧福玉被他得意的模样逗笑了，不自觉地扬起唇角，却又瞅到唇边某处不起眼的伤口，皱了皱眉。那里被男人的犬齿反复啃咬，不知不觉破了皮。沈昭那个混账，跟没尝过肉骨头的狗似的。哦，对了，沈大人走前还留了话，问陛下还想不想吃糖葫芦，他亲手做给陛下吃。依奴才看呢，宫里山珍海味那么多，陛下想吃什么御膳房都有，糖葫芦有何好吃的？哼，他既然这么想做，那就让他做了，喂给朕的糖葫芦吃。陛下英明啊！我警告过你多少次，如今还未殿试，不要把事情闹大。现在好了，那个女人落到了沈昭手里。父亲，您未免太大惊小怪。我早就听说，那沈昭在先帝时就与当今陛下不对付，就算抓了人问出点什么，未必就会告诉陛下。指挥使也是男人，当初您如何拉那些自诩清高的官员下水，如今也如法炮制拉他下水，不就成了？哼，我是没见过陛下，但我就不信那沈昭还真的能如传闻所言，被一个男人迷得神魂颠倒。大家都是男人，陛下又能漂亮到哪里去啊？蠢货，没见识的蠢货！你现在就收拾好自己，
老夫即刻带你入宫请罪。父亲，你这是自乱阵脚。若我入宫请罪，那我这些年为了科举仕途刻苦读书，不就白费了吗？这是你自找的，这是保全大局最好的法子。抢在沈昭入宫禀告之前将事情解决，再将花露姑娘从赵玉接出来，好好赔礼道歉，将人安抚住，堵住沈昭的嘴，方能不再牵扯出旁的事情来。若非你们一个个都不争气，江家何至于趟这趟浑水？我今日犯事的是姜子牙那个蠢货，父亲还会像这般狠心，牺牲他一人的仕途，保全旁人吗？谁准你这样和自己的父亲说话？姜子牙是蠢，但他心思单纯，做不出那些龌龊事。父亲还以为姜家是先祖时候的姜家，受帝王独宠，凌驾于百官之上吗？整个姜家都和我一样龌龊，他姜子牙也休想干净到哪里去。给我把他绑了，明日一早便入宫。查出什么了？查到了些陛下一定会感兴趣的事儿。话可莫说太早。陛下又梦魇了。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有事便说事。人在屋子里头憋久了，自然会生病。更何况陛下的梦魇本不是病。传乔来福公公这按摩的手法，怕是没病都会按出病来。陛下，臣在御花园里扎了一个秋千，要去玩吗？谁准你在朕的御花园里扎秋千的？梦里听陛下说的。昨夜臣在梦里梦见陛下，陛下也用剑抵着臣的脖子，说今早瞧不见秋千就要砍了臣的脑袋。这不一大早，臣连早膳都没吃，就跑去御花园里扎秋千了。陛下，您听他胡说呢。陛下，心病就该用心药医，别听来福的，他一个公公能有臣懂得多。臣还备了风筝，一边玩一边再说臣查到的趣事，不好吗？那就去瞧瞧爱卿的秋千。来福，摆驾御花园，若缓解不了朕的头疼，朕会把你绑在秋千上3天3夜，让你也尝尝头疼的滋味。陛下，那奴才学的按摩的法子，等朕回来再说。陛下不在，还劳烦公公告知，陛下究竟去了何处？陛下去御花园散心，怕是此刻没工夫见过姜大人。大人还是改日再来吧。劳烦公公禀告陛下一声，臣今日听闻陛下不适，罢了早朝，特意来问候过了。啊，这就是那位陛下。这张脸分明就是世家子弟里流传最广的画中人。游春坊里无数男女卯足了劲儿模仿，却都学不到1/1000的容貌韵味。而姜家大郎也不过是寻姜子牙时，在赵玉屋子里偷偷瞥见了一眼，以为是什么神女图，一眼钟情，寻了许久都不曾寻到的一个神韵相似的美人。就连花露也不过是眼下治的勉强相似，就足以成为游春坊里最受欢迎的。也难怪这位指挥使不待在萧灵寺里干正事儿，跑到宫里放风筝荡秋千来了。传言沈昭被陛下迷得神魂颠倒，日日使尽浑身解数就为了爬上龙榻。仅这一眼，姜家大郎就无法再质疑此传言的虚实。不愧是陛下，头一次放风筝就飞得这样高。得了，臣去捡。陛下，臣有罪。好端端的，太傅何出此言？老臣管教不严，犬子竟混迹于游春坊之间。若非昨日沈大人在船上抓走花露，将事情闹大，老臣怕是还蒙在鼓里。犬子品行不端，不配入仕，臣惭愧。今日特带其入宫请罪，
自请辞去太傅及工部尚书之位，亦恳请陛下废除他的春闱名次，以正朝廷名声。太傅言辞恳切，只是与沈昭告知朕的不太一样呢。那江家大公子江子舒不爱去花满楼，唯爱着游春坊。盖因游春坊为打造风雅的名气，曾与朝廷暗中打点过，坊里9成的姑娘都是被流放的罪臣之女。她们有傲气，有才气，有相貌，偏偏因家族的庇护伞倒下了而没了自保之力。每一位新来的姑娘都会被江子舒一见钟情，表面人人艳羡，暗中这些女子年轻的躯体与尊严却被拿去贿赂拉拢朝中官员，以及帮江家私塾招揽那些拥有名气的科举考生，一边让负责科举考题的官员走漏些许风声，一边又让那些受不住诱惑的考生通通添了江家私塾的名头，欲望与利益足以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坚不可摧，甚至都不需江子舒如何敲打，也没有人会愿意自毁前程，去陛下面前说出真相。这一切早已持续了4、5年之久，就在天子脚下，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想到上云京最清流的百年世家底下会这样肮脏。若非那日萧福玉一时兴起去赏花，恰巧乔家的那位性情刚烈的花鹿姑娘抵死不从跳了河，或许还会被蒙在鼓里。可光靠花鹿一人作证，根本不足以定江子舒的罪，甚至还会因牵连朝中官员被谁灭了口也不知道。江家敢愚弄天子，便该付出被连根拔起的代价。陛下，臣不知沈大人到底与陛下说了什么，可仅凭花鹿一人，谁知其话中虚实，被重刑逼迫，也未可知。臣要与他对峙。朕知道，但沈爱卿既然一口咬定令公子有所隐瞒，他作为嫌疑人，怕是不能如太傅所愿那般处置了，得在诏狱住上几天，待洗清嫌疑自可回府。至于对峙，待沈清找出所谓的证据，朕自会让其在朝堂之上与太傅公然对峙。臣自认清者自清，犬子虽品行不端，却绝不会做出丧尽天良之事，一切听从陛下做主。行了，你退下，人留在这儿吧。来福，让沈昭自个儿把人领回去，他知道要怎么做。陛下不放风筝了。朕没兴致，回养心殿。待沈昭喜滋滋的捡风筝回来，秋界上的人影早没了。好不容易把人哄高兴了，全被你搅和没了。看来臣来的不巧，扰了陛下听曲的兴致。知道就好。那臣走。那沈爱卿就明日再来吧。萧飞玉眼皮都不抬一下。沈昭盯着他一动不动，直到瞧见天子缓缓勾起的唇角。又逗他，逗狗呢？都下去吧。来福，按规矩赏。是，陛下好兴致啊！晌午前和珅放风筝，晌午后便和旁的男人听曲子。朕若想听曲子，整个上云京的才子佳人都得为这点殊荣跪在养心殿外，排队等朕的召兴。和你放个风筝算什么？朕明日还约了谢小将军看他舞枪呢。那陛下听完曲子看舞枪，也会挨个赏吻吗？会不会？爱卿，朕近日发觉你有个毛病。臣能有什么毛病？臣身体好得很，男人该有的本事都有。是吗？爱卿每次来御前禀告要事，总是把正事忘了，追着朕问些不合身份的事，与从前判若两人。这不是有毛病是什么？不合身份的事，是不合明面上的身份，还是不合私底下的身份呢？
爱卿除了是朕的指挥使，难不成还有其他身份？陛下确定要听吗？朕有什么不敢听的？说你的正事儿。陛下想要借此发作，只怕是困难重重。其一，即便我朝官员禁止压祭，但是这明面上的功夫，文武百官并非人人皆如臣这般洁身自好。沈爱卿，若你实在学不会如何在御前回话，就滚回萧陵司去，让陆卿来替你回。陛下要追究下去，朝中偷腥过的官员必会人人自危，哪怕陛下只是想要处置那些与江家暗中勾结的考生与官员，他们亦会从中推波助澜。其二，据花露所说，在他之前便有无数姑娘在遭人轮番厌弃后，被赶出了上尹京自生自灭。若要坐实这些人的罪，花露一个不够，必须所有姑娘都敢站出来指证，并寻出物证，一并告到御前。世道女子艰难，逼迫她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只得寻求依靠。若朕猜得不错，这件事最难的地方在于，那些离开上云京的姑娘里，大部分都已改名换姓嫁了人。但臣还有一个好消息。说。花露的供词里曾提到一个名叫灵犀的姑娘，她曾是游春坊的花魁，也曾是江子舒利用的第一个人。与其他人不同，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江子舒不怀好意，所以每次陪江子舒去见那些官员时，总是格外留意。不但偷偷拓印了与江子舒藏起来的书信，还在离开上云京之前狠狠地宰了江府一笔，并让江家不得不暗中替他写了献籍。故而后来江子舒在与人商讨要事，都格外防着女人。花露能勘破江子舒的阴谋，便是因3个月前灵犀回上云京祭拜故友，顺道瞧见了江子舒与花露一掷千金的场面，暗中提醒后又离开上云京回了祖籍沧州。她应也是罪臣之女，她父亲死在先帝手里，她又如何会愿为朕作证？不瞒陛下，臣审问的时候不小心弄瞎了江子舒的眼睛，所以陛下不必让灵犀出来作证，只要抢到他手里的物证，再找个有几分相似的女人假扮他，炸出江子舒的供词便可。就算朝中官员有见过灵犀的，这么多年过去，再加上心虚，绝不会认出来。这样的男人，诏狱里审过的没有1000也有800，炸证词一炸一个准儿，陛下放心便好。寻找那些姑娘的事，朕会交给陆长京。至于你，臣会去沧州，替陛下取回政务。沧州，朕记得那颗舍利子也是爱卿从沧州寻来的。既然是替朕办事，便多带些人去，务必要保证政务无损。若能和平处理此事，便不要勉强坏朕的名声。你拿一道朕的旨意，若他愿意出面作证，最好不过。朕愿开恩，让游春坊所有被家族连累的罪臣之女恢复良籍，顺便将游春坊一并封了。陛下这是顺水推舟，拿旁人的人情给自个儿办事呢。想封游春坊的是陛下吧？江家藏在游春坊后做了这么多肮脏事，游春坊不知收了多少好处，都是一丘之貉，就是可惜了。朕给你1月时间，1月后便是殿试，朕不想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脏东西。臣遵旨，回来后臣再陪陛下放风筝。朕不缺人放风筝，滚吧，朕困了。沈昭看了他良久，猝不及防的又抓过陛下的手，凶狠的一口咬下去。沈昭，真把自个儿当狗不成？陛下明日就带着臣的牙印儿去看谢无惧武强吧。臣告退。殿试前一日早朝，数十名女子于午门外告状，告江家利用游春坊勾结官员，泄露科举考题，拉拢考生。陛下震怒，满朝皆一片哗然。
陛下，难道仅凭这些罪臣之女的一面之词，便能定犬子的罪吗？或许犬子的确风流成性，品行有亏，可他已在赵狱受了罪，难道这还不够吗？谁说只有他们的一面之词？证据与最重要的证人都在来的路上，诸位静候便是。臣先前还奇怪，怎么沈指挥使好端端地跑去京外寻亲，原是背着陛下想搜罗所谓的证据。不知此事陛下可知晓？若陛下不知，岂不是萧灵司上下都成了他的一言堂，说定谁的罪，便能定谁的罪？姜太傅，事已至此，清者自清，便等等吧。陛下都说了，臣自然听从陛下的。这上云京里想沈周死的人可太多了，现在还没能赶回来，怕是没命赶回来了。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呀。殿中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在等。若错过今日，没能定那些人的罪，来日更多的姜家门生入了朝堂，再想定罪怕是难了。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明日便是殿试，今日是最后的期限，他绝不允许这些肮脏的玩意儿登堂入室。沈昭这厮到底跑哪儿去了？陛下，下朝的时辰到了。陛下，再等下去，谁都会知道他与沈昭串通一气，为难姜家。选沈昭还是舍沈昭，从来毫无疑问。退朝。忽而有长靴踏过的轻微声音从殿门外传来。萧福玉自高台上垂眸望去，男人缓步走进殿中，他走得极慢，浓烈的血腥气随着他的靠近渐渐地充斥在大殿的每一个角落。陛下久等，臣沈昭前来复命。寂静片刻，不算久等。来福，去给沈指挥使搬张椅子。臣谢陛下体恤。陛下，证人与证物皆在殿外等候。传证人入殿。民女灵犀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灵犀，长话短说。诸位大人，别来无恙啊。没有人敢回应。5年前，民女因家父陷害先太子，入游春坊为祭。一炷香后，灵犀长话短说完。民女在游春坊3年间，姜子书受其父亲的指使，不断逼迫民女替他笼络朝中官员和科举考生。只可惜，他看不起女人，又要女人替他办事，故而民女为报复他，这3年拓印了所有被姜子书销毁的书信，以及游春坊与他暗中交易的银两收据。后姜子书察觉，不顾大梁律法，欺上瞒下，替民女洗去贱籍，试图以此让民女交出证据。民女不从，他便一路派人追杀到沧州。后民女假死，逃过一劫。后沈大人领着花鹿来沧州寻民女，回京路上，无数杀手蜂拥而至，欲取民女与所有萧灵卫性命。一路逃亡厮杀，到上云京城门口时，见民女与沈大人2人存。哼，可见有人狗急跳墙，心狠手辣，全然不将陛下放在眼里。所有物证皆在这木盒之中，若有人质疑民女伪造书信，陛下大可拿起与这些人上奏的奏折，府中私印比较一番，自可知其真假。贱人，贱人，你敢得罪我，
来日江家定不会放过你。江冕闭了闭眼，这一路不止江家，上云京多少王公贵族浑水摸鱼，派了这么多杀手，还是让沈昭爬回了上云京。江姐如今的罪名，怕是已经不止先前的种种，还要添上一条谋杀朝廷重臣，全完了。蠢货，闭嘴！江冕，这是朕的宣政殿，不是你江家府邸，在宣政殿训斥人，你还没有这个资格。老臣失态，陛下恕罪。只是犬子做出这等丑事，连累江家名声，老臣实在是替江家列祖列宗生气。诸位爱卿，有要主动请罪的吗？头一个自首请罪之人，朕可赦免他的家人，至于其他人，便按大梁律法处置。陛下，臣自首。臣受梅瑟蛊惑，暗中泄露科举考题给江家私塾。臣知道所有在江春坊上与江家密谋过的人，只求陛下放过臣的家人。来福，拿笔。他说一个，你记一个。若与书信上的名字少，便是欺君。一炷香后，大臣战战兢兢地说完了。陛下，这是臣知晓的全部。陛下，他在撒谎。臣知道的更多，陛下要饶恕，也该饶恕臣。说，陛下，若要说趟过这趟浑水的人，应该没人比草民更清楚了。陛下，确定不要听吗？都不需陛下承诺对江家开恩，只要陛下留我一命，草民自会将一切交代清楚。朕准了。半个时辰后，江冕的面色已经彻底颓废下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江冕指使草民替他效力，替江家效力。草民为江家做了那么多，到头来他还要将一切都推到自己儿子身上。对了，还有姜子牙，他也一样。草民做过的事，都有他参与其中。闭嘴！你给我闭嘴！拦下，堵住他的嘴。江家罪无可恕，除姜子书外，诛其9族，其余涉及此事的官员，满门抄斩。3日后于菜市口行刑。与江家私塾有关的考生，本次春闱名次作废，逐出上云京，永不录用。下月春闱重新举行，由朕亲自出题，礼部即刻出示皇榜，昭示天下。退朝。沈昭。椅子上的人合着眼皮，没有反应。去瞧瞧怎么回事。陛下，沈大人他没气儿了。全文最大的反派不都是命最硬的吗？陛下，放肆，越来越不把宫里的规矩放眼里了。陛下，臣就晚了一会儿，您就不等臣了。沈昭的头埋在他的衣摆上，连带着血污一块蹭上去，也不肯退开。太伤臣的心了。朕身为天子，本就不会格外等谁。爱卿是在怨朕吗？陛下，他们所有人都想臣死，您得为臣做主。待此事了结，朕自会为你做主。你先松开朕，让太医来瞧瞧你的伤。男人一动不动，萧福玉低头，才发觉人已昏迷，只是扒在他腿上2只手仍旧死死地攥着他的衣摆，和睡着时的糖葫芦一个样。来福，让人送他回养心殿的侧殿，让太医给他治伤。奴才晓得。陛下，
灵犀姑娘已经在养心殿外候着了。那就摆驾吧。他还挺好奇，这姑娘非要见他是要做什么。陛下，属下不负所托，终于可向您复命。复什么命啊？回陛下，4年前陛下救了属下一命，属下的命从此便属于陛下。属下奉命顶替罪臣之女傅灵溪，潜伏于游春坊，搜集江家结党营私的证据。2年前本已圆满完成任务，却因不知陛下身份，只得去往陛下在京中豢养死士的别院。谁知别院早已人去楼空。这些年兜兜转转，属下带着物证一路逃去沧州，隐姓埋名，终于得以朝陛下复命。你口中的别院是镇在西街的那处？是。可那处别院地底下的地道，分明是2年前沈昭那厮用来养私兵造反的地方。朕知道了，今日朕该谢你，不知日后你有何打算？属下想守在陛下身边。朕的皇宫只需要为朕侍从的奴才，你若想留下来，可得考虑清楚。属下明白，属下已考虑清楚。朕知道了，你先退下，等候着朕安排。来福，陛下，随意在养心殿给他安排个活计，不要离朕太近。朕目前还信不过他，你替朕在暗处看着他，若有异动，随时禀报朕。以己夺人，他不信天底下会有人因救命之恩就用一辈子来报答，就连沈昭他都不敢信，何况是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陛下，太医来请示，沈大人的伤很复杂，他难以决策，需陛下做主。朕去看看吧，他情况如何？陛下，沈大人这回的伤实在太重，身上刀伤、剑伤交叠，腰上的致命伤更是被反复撕裂过，若换了旁人，根本不可能还活着回来。唉，微臣医术浅薄，有心无力，但好在沈大人身体底子远超寻常男子，若是能有1000年血莲强行喂下去，便还能救。宫里唯一一朵雪莲，朕早赏了他。萧福玉余光瞥见右手案几上那堆染血的物件，哪里还有第2朵给他？一本大奸臣秘籍，一串糖葫芦，一枚灵雨令，以及一块染血的丝帕。不用想也知道，全是沈昭藏在身上的宝贝。陛下，那朵雪莲还在萧岭寺种着呢。还种着？没枯死？陛下您有所不知，沈大人临行前特意警告过属下们，务必轮流照顾好他的雪莲花，否则他就要把属下们种在花盆里，还要1个月过2次生辰。陛下，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是属下说的呀。哼，算他命大。萧福玉轻笑一声，随意翻动着手里的大奸臣秘籍，书页翻到眼熟的目录时，他的指尖忽而顿住。如何成为天下第一大奸臣秘籍？最后一点，永远不要爱上你的君主。这句话被人用血胡乱地抹去了3个字，分别是不要和上，连起来读一遍便是永远爱你的君主。甚至这句话旁边还被人偷偷画了一只很凶很丑、咧开嘴笑的大狗。愣在这做什么？再不回萧灵寺取花，你们沈大人可就做不成大奸臣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了，这群人为了弄死沈昭，怕是连他这个皇帝都没放在眼里了。上云京里藏着的那群豺狼虎豹，以为人多便可仿则重，以为他会顾及朝中职位空缺无人可用，那么便错了。他宁愿杀敌1000，自损800，也不愿忍受这口气。他不好过，那就让天底下的所有人都不好过。陛下，江家那小公子正手捧着丹书铁卷跪在宫门口，恳求陛下开恩。
丹书铁券？陛下，就是太祖皇帝时赏给姜家的丹书铁券，只要姜家做的不是谋反的大事，便可饶姜家上下不死。陛下要去宫门口吗？朕先去观星台瞧瞧，瞧瞧姜家到底要垂死挣扎到什么时候。让谢无居来见朕。陛下，今日风大，您不该在这里站太久。看见了吗？姜家犯下大错，如今狠心薄幸的却成了朕，难怪姜家如此猖狂。有丹书铁券在手，朕又能怎么样呢？陛下，谢家绝不如姜家一般。朕知道，那谢卿以为朕该如何处置姜家呢？姜家倚仗铁书丹券在手，便敢藐视君威，这本身便是罪。臣以为丹书铁券不该越过陛下的心意，所有惹陛下不痛快的人本就罪该万死。唉，谢卿，这只是你一人的想法，而非天下人的想法。朕若真的这样做了，天底下的人只会骂朕辜负祖宗，骂皇室言而无信。朕还年轻，不想受这样的骂名。谢无居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臣又怎舍得陛下背负骂名？臣没旁的意思，只是想告诉陛下，臣从不说空话。既然说了，便有法子替陛下解忧。什么法子？明日早朝，谢家会自愿交出丹书铁券，朝陛下献忠。不论有没有丹书铁券，谢家都绝不会做出欺君之事。谢家自认难以承受皇家恩德，更何况是犯下大错的姜家，难道还配以丹书铁券逼迫于陛下吗？陛下，谢家甘愿做您的刀，堵住天底下众人的悠悠之口。上云京的王公贵族都说，萧灵卫是朕的鹰犬，与朕最密不可分。哼，朕不以为然。朕有谢卿，前朝宫外，万事方可高枕无忧。陛下，臣近日学了一套新的枪法，正好御花园的花都开了，你陪朕去瞧瞧。是，陛下，臣方才瞧见西南角处有个秋千。陛下喜欢荡秋千吗？臣可以陪陛下荡秋千。哼，不喜欢。许是宫里某个狗奴才擅自搭的，把镇园子里的景致都打搅了。朕明日就拆了它。谢无居闷声没再说话，脸上却难掩失落。分明他上次入宫时还偷偷瞧见陛下和来福在这荡秋千，可等陛下随意摘了一朵花丢进他怀里，他又高兴起来。或许陛下只是今日不想荡秋千了。祖母，这么晚了，您唤我有事？你今日入宫伴驾了，这么高兴，老身瞧着不像伴驾，倒像是偷偷和心上人私会去了。您胡说什么呢？我才没有什么心上人，我日后可是要像我爹一样为陛下效力的，哪有功夫找心上人私会啊？你爹今夜传了信回来，我军已连破北蛮10座城池，怕是离班师回朝不远了。等着替你爹接风洗尘吧。哦，祖母，我有件事得告诉您。什么事啊？我准备把祠堂里供着的丹书铁券还给陛下。哦，丹书铁券？你说什么？丹书铁券？好你个臭小子，你给我站住！今日老身不打死你，老身不姓谢。管家，管家，给我请家法。今日老身就要为列祖列宗
打死这个不孝子孙！您本就不姓谢。老身以为你和那宁回之撕破脸是脑子清醒了，结果还是这般混账。谢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啊？祖母，您听我解释，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还能是什么原因？真当老身傻？老身也是年轻过的，真以为你那点心思瞒得过？若是寻常人家的姑娘，你单书铁券送去，当聘礼便送了，那可是陛下伴君如伴虎啊！我看你当真是失心疯了。唉，你莫不是就因惦记上陛下，才和宁回之撕破脸皮的？祖母，我只是想帮陛下，反正这丹书铁券留在我们谢家也无用，为何不帮帮陛下呢？朝中文武百官那么多，可陛下每次有什么事都让沈昭去做，从未想过谢家。祖母，我是个男人，我不想被他身边的其他男人比下去。唉，老身是管不了你了，等你爹回来，有你受的。我才不怕他，我已经长大了。次日早晨，谢无居献出丹书铁券交还给陛下，朝野中为姜氏求情的声音趋近于无，局势瞬间翻转。陛下，奴才还有一事禀告。说，沈大人已经醒了。何时的事？3日前就醒了，但是陛下您实在太忙，3日前奴才说了，您又忙忘了。要不陛下您还是去瞧瞧吧，再不去呀，那沈大人都快在侧殿闹翻天了。他不好好养伤，又闹什么？奴才哪能知道沈大人到底想如何呀？他都瞧不上奴才。罢了，朕去看看他的伤。陛下，您终于想起我了。才醒了3日，不好好在榻上养伤，下榻乱跑做什么？臣本想下榻，偷偷的去见陛下，好让陛下知道，侧殿里还躺着一个男人。正政务忙，爱卿需多多体谅。朕答应过你，等你回来，便让工人替你去太明湖捞钥匙。这几日宫里得闲的工人都去了，满意了？不满意。为何？因为湖里根本就没钥匙。陛下，您赏给臣的舍利子，臣早就弄丢了。哼，承认的倒是痛快。回京路上，臣躺在死人堆里时，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陛下。沈昭抱住他，低头埋在他肩窝，深吸了一口气，鼻尖来回蹭他的脖颈。如今见到了，不管陛下要如何罚，臣都忍。沈昭本以为自己回不来了，回京的前一夜里，他骤然听闻上云京传来的消息，说是陛下梦魇失控伤了自己，昏迷在他不省人事。急切赶路之下，他没能如往常般警醒埋伏在两侧的杀手，被一刀贯穿了腰腹最脆弱的地方。大雨倾盆而下，黑夜里什么都瞧不清。沈昭手里的绣春刀一点点滑落在地，连人带刀一块摔进了泥泞的春泥里。为首的杀手头戴帷帽，见他闭上眼睛不再动弹，又在肩口处补了一刀，然后笑道：校领卫指挥使也不过如此，陛下在宫里好着呢，这你也信啊？这大雨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指挥使一路走好。继而是一阵阵马蹄声渐渐远去，直到消失不见。他后悔了，
他为何要嘴硬？为何要不肯承认自己的心意？为何要死要面子？以至于死到临头，萧福玉都不知他为何要去抢帕子，甚至还以为他狼子野心，大逆不道。他都快冤死了，就算死也得让那人知道后再去死。他终究还是再想见他一面，再见一面，他定不嘴硬了。他的陛下定会明白谁才是上云京最有用的男人。沈昭趴在马背上，为了防止自己昏迷在途中掉下去，便用麻绳将自己捆在马上，放任他的马一路冲进上云京的城门，在朱雀大街冲毁无数小摊，不顾宫门口禁卫军的阻拦，一直跑到了宣政殿门口。他从马上滚下来，拍醒昏迷的灵犀，身形踉跄摇晃，一步又一步踩着宣政殿前的台阶往上走。原来这殿前的台阶竟这样长，长到他听见萧福玉说了一声退朝，还是晚了一点。好在虽晚，他还是咬牙赶上了。他不但完成了陛下交付的任务，还住进了养心殿的侧殿，这可是历代皇后都没住过的地方。他果然是上云京最有用的男人。萧不玉瞧不上他，还能瞧上谁呢？陛下，臣是第一个住进养心殿的男人吗？不是养心殿，是养心殿的侧殿。好。哦，能住朕的侧殿，别不知足。朕还没追究你弄丢舍利子的事儿呢。陛下罚臣，怎么罚都可以。让朕想想，该如何罚你呢？放肆！不要以为给朕办了件事就可以无法无天。朕的龙袍，其实你可以拉拉扯扯的。臣错了。疼不疼？疼如何？不疼又如何？朕不知道，朕随口一问。那陛下想好要如何罚臣了吗？朕要批折子，就罚爱卿替朕磨磨吧。就这样？爱卿还想要朕如何罚？嫌自己命太硬了。陛下这是心疼臣。朕可没说，你自个儿非要这般想，朕也无法。陛下，臣一用力，手臂的伤就裂开了，您替臣看看，伤得严不严重？萧福玉指尖勾住他肩上的绷带，正欲扯开，一个物件从他袖口里滚落。什么东西？想知道是什么东西，爱卿去捡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他摸索片刻，捡到的那个玩意儿，感觉圆润光滑，甚至还很熟悉，正是那颗让他后悔莫及在太明湖捞了数月的舍利子。陛下，这是何物？爱卿觉得这是什么？不妨猜猜看。是舍利子，陛下赏给臣的舍利子。哼，不是哦。爱卿的舍利子被爱卿丢进湖里喂鱼了，这颗是朕另外派人去沧州寻来的。所以陛下早就看见了，还将舍利子捞了出来，日日看臣在太明湖里抓鱼，好玩吗？他在太明湖抓了数月鱼，甚至临死之前还惦记湖里的鱼，又算什么？阳奉阴违的奸臣，朕玩玩怎么了？爱卿不是自个儿说过想被朕玩吗？既然满足了你，怎么还来质问朕？松手！沈昭一声不吭，默默地松开他的手。爱卿，你说说看，故意将御赐之物丢进湖里喂鱼，该当何罪呢？陛下方才不是罚过臣了？你不是很失望吗？那就再罚一次。说说看，你想朕怎么罚？朕成全你。那臣可就说了。说。那陛下就罚臣带伤服侍陛下身侧直到断气，为陛下更衣，为陛下梳头，为陛下守夜，为陛下暖床。说到此处，沈昭显然察觉到天子凉下来的眼神，又补了几句：陛下事后
就把臣当成养心殿最低贱的奴才，用来垫脚卸货，还是无名无份做些见不得人的事都行。反正臣在宫外也没有府邸，身子狗也硬了，比宫里的奴才更会干活。以后就把皇宫当自己的家。陛下，您意下如何？考虑考虑呗。臣力气大着呢，来福公公做不了的事儿，臣都能做。爱卿不是刻意提醒过朕，不喜欢男人吗？怎么还想替朕暖床呢？陛下，臣错了，臣再也不想去太明湖抓鱼了。朕的太明湖被你糟蹋了数月，也该够了。那臣方才说的惩罚，朕准了。沈昭直勾勾地盯着他，目光烫得惊人。臣谢陛下赏赐。男人喜气洋洋地哼起小曲儿，又被帝王冷冷一记眼刀扫过来，闭上嘴。沈昭百无聊赖，陛下不搭理他，也不玩他，只好盯着陛下执笔的素白指尖，渐渐出了神，无意识地越凑越近，就要舔上去。陛下都同意他下半辈子留在身边做牛做马了，那和皇后有何区别？舔陛下的手，那是分内之事。边上去，别妨碍朕。你挡着朕的光了，朕还怎么批折子？哦，明日便是重新春闱的日子，该处理的事还有很多，他不该停下来休息。可眼皮强撑2日，早已控制不住，不断地往下掉。萧福玉一只手支着额头，就他放任自己合上眼皮的刹那间，便彻底睡死了过去。他瞥了眼殿外正在打哈欠的来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轻手轻脚将人打横抱起上了榻。他垂眸望着榻上沉睡的人，将人揽进怀里，低头埋在帝王萦绕着暗香的肩窝。黑暗中晦暗黏腻的情绪翻涌。陛下，他的。陛下，您醒了。陛下，臣已侍寝，您不会不负责吧？外头的工人可都传遍了，陛下在臣榻上睡了12个时辰，陛下嘴上的印子就是证据。来福，陛下，春闱已经开始了，几位礼部大人都在御书房候着呢。朕又不是第一次和男人亲嘴，若次次都要负责，朕的后宫岂不是满了？难道臣不是第一个？你是第2个。那第一个是谁？3、4年前的事了，爱卿不记得了。可惜，当初爱卿还在场亲眼瞧见了。这回约摸是伤太重，不小心伤到了脑子，失忆了吧？好了，过去的事不提也罢，朕回御书房处理要事，你老实待着。哎呦，沈大人，你才刚醒了3天，到处乱跑，不要命了？给你1炷香的时间，治好我的失忆，否则我就待在太医院不走了。啊！快点！沈大人，您没失忆，脑子也没问题啊。庸医！院首敢怒不敢言，只好让全太医院当值的太医都来把了一遍脉。你看，我就说了，沈大人你根本没失忆。大人你可别闹了，好不容易醒了，就好好躺榻上养伤，能睡在养心殿，不是沈大人梦寐以求的事吗？老夫在宫里这么多年，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宫里的陛下换了一代又一代，但他们同样都不喜的就是后宫不宁，嫔妃闹事，争风吃醋。届时被陛下赶出养心殿，可别怪我没提醒大人。这味道不像我的药。怎么，陛下还在宫里养了其他的野男人？什么野男人？这是给陛下抓的药。
沈大人，你再打搅太医院办事，我就要禀告陛下了。什么样？他哪里不是了？我怎么不知道？松手！哎呀，老夫一把老骨头要散架了。沈大人昨日陪陛下睡了12个时辰，就没觉出些什么不对？你昏迷1个月以来，陛下未再如从前那般梦魇，可每日睡得尤为多，总是披折子披到一半，不知不觉就昏睡过去。这件事儿陛下不放在心上，可太医院哪儿敢真不放在心上？既然沈大人来了，便替老夫将这药带去，偷偷让人煮了哄陛下喝下去。陛下怕苦，总是偷偷把药倒了，你可得守着他喝完。哦，他回了养心殿侧殿，从午后等到夜里都没等到人回来。陛下，您歇歇，喝口茶。奴才瞧您说了这会子话呀，嗓子都哑了。接着说，臣已按陛下旨意寻回没能回京的萧领卫尸首，并命人派送朝廷抚恤金到其父母家中。至于在回京途中行刺的幕后主使，因其人数太多，若要全数查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倒是另一件事，臣还需要请示陛下。何事？沈指挥使已在宫中养伤多日，萧领司此次损伤惨重，许多事还需要指挥使主持大局。不知陛下何时送他回萧领司？哼，他何时回萧领司，朕都懒得管。不如骆爱卿直接去问问他。朕问起来，他还以为朕的皇宫养不起一个闲人，以为朕要赶他走，届时又要闹事撒泼，把你们萧灵卫的脸都丢尽了。陆长青嘴角一抽，沈昭那厮会主动愿意回去，太阳岂不是得从西边出来？陛下，又怎么了？就是沈大人说他胸口疼得厉害，问陛下何时处理完政务回去瞧他。小太监自个儿都觉得这话传得丢人极了，可他被那可怕的男人恐吓过，不得不低着头把话说完。陛下再不回去，他就要疼死了。哼，陛下又不是太医，心口疼就让他去找太医啊。没听到吗？让他去找太医，别来烦朕。都怪那沈大人，这回陛下一定是连他一块厌烦了。嘿嘿嘿，陛下，那臣就继续回禀药师了。罢了，今日就到这里。萧灵司还有事需你处理，回去歇息吧。陛下，这是臣做的香囊，里头的香料都是陈老家的独家秘方。如今马上便是夏日，蚊虫多，带上不仅可以驱蚊虫，还能安神。这香囊啊，与宫里的宝贝自是比不得的。只是臣听闻陛下近日睡眠紊乱，便舔着脸让陛下试试。来福，收下吧。你有心了，为陛下分忧，应该的。你们萧灵司的人都格外可爱。臣恭送陛下。不怪沈昭那厮喜欢，他也喜欢。陛下，这么晚不在侧殿就寝养伤，跑来这里吹风。爱卿不愧是上云京最有用的男人。臣就知道陛下不会去侧殿，所以特意在此等候。果然被臣逮着了。放肆！朕也是你能逮的。陛下，臣心口疼。心口疼没找太医？光影昏暗里，萧福玉被背后的男人揽住。臣的心口疼，太医治不了，只有陛下能治。沈昭，这话你自个儿听着不觉得恶心？怎么气味不一样呢？什么气味？野男人的气味。陛下，送您香囊的人手法未免拙劣，这样的香囊也好意思拿得出手？臣若是他，便自个儿抹个脖子，没脸见人。
陆青送的，能驱蚊虫还能安神，比太医院的香料还管用。朕见他用心良苦，自是不能辜负。爱卿，你的父是如此贴心，你不服气？哼，一朵桃花影被他绣成这样，朕还瞧不上。也不怪他绣的不好看，毕竟他又不曾陪朕看过上云京最好看的桃林。陛下说的是，他也就能绣出这样的玩意儿讨好陛下。沈爱卿，你该回侧殿养伤，别给朕想些有的没的。臣先伺候好陛下，再回去养伤，好不好？爱卿在朕的寝殿外等了多久？从陛下离开一个时辰后，等到现在。陛下对这个回答满意吗？那就是硬生生的等了将近6个时辰。哼，爱卿如此可怜，朕自然满意。没用晚膳。臣喝药都喝饱了，臣不饿，但臣现在又饿了。陛下，臣饿了。那就饿着呗，朕又不是厨子，难道要朕切块肉喂给你？臣哪里舍得？朕记得，你上次脱朕的足衣是在诏狱里。沈爱卿当初的眼神像是恨不得杀了朕，可曾想到今日？陛下那么会玩男人，臣能有什么办法？玩不过陛下，只能给陛下玩了。知道就好。得意傲慢的时候都不忘勾引男人，沈昭恶狠狠地想，然后拉起陛下的脚，侧头吻了吻脚踝，路上一路啄吻到膝盖窝，突然停下。陛下，第一个和您亲嘴的男人，有臣这么俊吗？差不多。那有臣这么高，有臣的力气？都差不多。好，但还是有些不同。有什么不同？约莫是比爱卿要年轻几岁。朕若没记错，爱卿今年过完生辰便要25了，比朕大了4岁呢。萧福玉半眯起眼，气息倏然急了一瞬，撑在两侧的手无声地攥紧了被褥，发冠衰落，衣襟松脱，就连指尖勾着的蓝色香囊也早就被男人一把扯去，像丢破了2玩意儿一样，随手丢到了角落里。你的狗牙弄疼朕了，再有一次便滚出去。一摆下，男人也不知在忙着什么，连朝帝王请罪的功夫都没有，像头饿昏了头的大狗，任由主人如何打骂，通通受着，满脑子发痴发狂的急得不行，只想填饱肚子。陛下，你和臣不太一样。你的意思是，朕不是男人？陛下是男人中的男人。萧福玉忍无可忍，抬手甩了他一耳光。给朕滚出去！臣受着伤呢。沈昭光顾着伺候天子去的，尚未疏解的他，仍旧耀武扬威的指着人，连嗓子都是哑的，哪里甘心离开呀？陛下当真忍心？朕为何不忍心？滚！好吧，那臣真的滚了。给朕滚回来！你不要脸，朕还要脸。真让沈昭这厮顶着某个脏东西就这样滚出去，明日宫里还不知要传成什么样。臣就知道陛下不忍心。既然不想走，就自个儿打地铺。好香啊！陛下连被子都要涂香粉。给嫔妃睡寝准备的被子能不香吗？嫔妃侍寝都像臣这样睡地上的？朕的龙榻只有朕能睡，爱卿若是不疏解便睡不着，就自个儿躲在被子里，记得动静小些，朕不会笑话你的。他就这样坐在榻边，盯着床幔里头熟睡的人，红着眼，压着喘气的动静，一次又一次。待终于眼足，他擦拭干净，低头从床幔垂落的边缘钻进去，偷偷摸摸地爬上了榻。这龙榻他还非爬不可了。陛下，晚安。陛下，这被褥奴才会命人带下去洗干净。不用洗了，这么脏的玩意儿
还留着做什么？这难不成还缺一床被子？陛下，这话里有话呢。爱卿心里清楚便好，满脑子肮脏事儿，朕就没见过比你更脏的玩意儿。陛下，臣替您暖床，您怎么还过河拆桥呢？昨夜您睡得可香了，总是往臣怀里钻，臣这床暖得还不够好吗？换做来福公公，能有臣的阳气足？这沈昭实在太猖狂了，最好祈祷来日不会有失宠那日。到底是朕过河拆桥，还是有人胆大妄为，敢爬朕的床，不敢承认了？陛下，早膳已备好。哼，还跪着？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过来伺候朕束发。沈大人好福气呀！福气都是陛下赏的，臣能怎么办呢？当然是陛下赏什么，臣都受着呗。话多，快些，梳低些，高了，梳这么紧，想疼死朕吗？太松了，重新梳。陛下可真难伺候啊！到底是朕难伺候，还是有人故意拖延？一个头发梳了这么久都梳不好，可不好说。就算朕难伺候，若沈爱卿不愿，朕就换旁人来。想来总有人不会觉得朕难伺候。臣说笑呢，臣可是陛下亲手调教的，旁的男人陛下用得惯吗？爱卿倒是提醒了朕，一次就该多调教几个男人，免得不够用。臣一个顶10个，定将陛下伺候的舒坦。陛下何必再去找旁人？朕若非要呢？沈昭从身后揽住他，垂头埋进他的颈侧。那臣就只好求求陛下，不要去找旁人了。这才是朕的好狗。下次再想朕赏些什么东西，知道要如何说吗？沈昭顺势低头吻了吻陛下欠吻的唇珠，炙热的气息尽数吐在陛下颈侧。当然是跪在陛下脚边，祈求陛下垂怜，赏也受着，罚也受着。很好，穿好你的衣裳，朕赏你与朕一块用早膳。臣谢主隆恩，还以为当萧福玉的狗有多难呢，不过如此。他哼着小曲儿，穿好衣裳，反复对照铜镜审视自己高大威猛的身姿，直到确定他仍旧是上元京最英俊的指挥使大人后，方才斗志昂扬地去了外殿，陪他的陛下，他的主上，他的心上人用早膳。陛下，臣来了。菜都凉了才来，爱卿看来没什么口福。陛下这话错了，臣才是上元京最有口福的男人。放肆！陛下就吃这么点，小腹都快被鼓起来，算什么吃饱了？朕没胃口。陛下，您可莫将人撤了这桌早膳，但臣回来还要吃的。做什么去？去给陛下提提胃口。看来还是得臣亲自出马，才能喂饱陛下呀。陛下，这菜都凉了，奴才撤了吧。不必。哼，咱们这位沈大人就喜欢吃凉的。难道他第一红人的位子要保不住了吗？陛下对沈大人越来越纵容了，奴才失言了。你在朕身边伺候也有些时日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朕不想次次都提醒你。这里没你的事，退下。是。沈爱卿，你伤还未好，就偷偷跑去御膳房执行公务了。还不是为了喂饱陛下的肚子，否则陛下这般糟践自己的身子，过不了多久，臣就不是暖床，还是市集了。一碗面就想讨好朕？这一碗面，臣可弄了半个时辰呢。若不好吃，臣就随陛下姓。萧福玉半信半疑，先用避毒筷试了毒，不紧不慢地尝了一口，面条劲道爽口，勉强配入他的口，就是不知为何总尝到一点机不可闻的药味，
却又没有尝过苦味，也不知沈昭在里头放了什么东西。尚可。陛下肚子都鼓起来了，吃这么饱，只是尚可。朕轻易不夸人，乔爱卿费心讨朕欢心，才勉强安抚，可莫要不知好歹。萧福玉说完，便瞧见沈昭夺走了他吃剩半碗的鸡汤面，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炷香后，整桌凉透了的早膳都进了这厮的肚子。朕记得你是雍州人。陛下原来对臣如此上心，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朝中文武百官来自何地，朕皆了然于胸。朕听说先帝在时，雍州闹过一次饥荒，人吃人者随处可见，死了不知多少人。爱卿约莫就是雍州的饿死鬼投胎来的。若臣是饿死鬼，陛下昨夜赏赐的那些玩意儿，怕是喂不饱臣呢。青天白日，若再说些混话，朕便让人堵了你的嘴。陛下不喂饱臣便罢了，又要勾臣。陛下，臣觉得自个儿的伤好的差不多了，不如待会儿臣就搬来养心殿给陛下暖床啊。伤好了就给朕滚回萧灵司办事。朕白日里可不需要爱卿暖床，朝廷发的俸禄是让你白领的。陛下好狠的心啊！臣若是死在回京的路上，陛下岂不是还得高兴，又能少发了一个人的俸禄？是啊，朕一向如此狠心。哼，爱卿又非今日才知道，如今都给朕当狗了，才想起来抱怨，会不会太晚了？臣不是抱怨，只是臣忽然想起，臣的师父也是雍州人，他从前便教导臣，在雍州，男子只有心甘情愿，日日夜夜给心上人洗手做羹汤，才配谈心悦二字。臣心悦陛下，也想日日夜夜为陛下洗手做羹汤。萧福玉望着面前的男人，没说话。陛下，雍州的男人都会将自己的身家交付给自己的心上人，臣所有的俸禄都可归陛下。朕是天子，缺你那么点俸禄？哼，真给了朕，岂不是日后你便能以没俸禄为由待在宫里不走了？罢了，陛下不想要，便不要好了，都是小事。哼，知道就好。哦，鸡汤面尚可见爱卿厨艺了得，的确比御膳房更讨朕喜欢。怎么，很惊讶？朕对讨朕欢心的男人一向大方。沈爱卿，恭喜你，目前为止就属你最讨朕欢心。臣就知道，臣果然是上元京最有用的男人。最有用，未免夸大其词。萧福玉屈尊降贵的低下头，吻了吻他凶狠的眉眼。你应该说，你是上元京里朕用的最顺手的男人。陛下说是，自然就是。还有呢？臣谢主隆恩。陛下先是臣的主子，而后才是臣的心上人。臣会永远记住这一点。起吧，他人呢？说好给他洗手做羹汤，怎么人影都不见了？陛下，听养心殿看门的工人说，沈大人1个时辰前就去御膳房忙活了。御膳房的人1个时辰前也曾来禀告过陛下，沈大人把他们都赶出去了，还说陛下吃腻了御膳房的东西，不需要他们了。这不想要陛下做主呢，只不过奴才不愿这些小事打扰陛下处理政务，便都拦在了外头。沈大人在御膳房忙活了这么久，就只有1个食盒。1个食盒怎么了？能喂饱陛下不就够了？陛下，您说是不是？暂且算你说的是。难道我又错过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啊？陛下怎么突然对沈昭这么好呢？沈昭哼着得意的小曲儿，打开食盒，端出2碟清炒小菜，1碗清粥，以及1盘冒着热气的小猫馒头。萧福玉毫不留情，
抓着2根银块便插入了馒头小猫的肚子，敷衍地打量片刻，是一只将4只爪子都缩在肚皮底下睡懒觉的猫崽子。更重要的是，这猫崽子头上还被人用红糖画出了一顶帝王冠冕，简直放肆，竟敢把它当馒头蒸了。花了1个时辰，就是为了做这个。萧福玉扫了他一眼，陛下还没吃呢，怎么就知道中看不中用啊？臣的手艺不是臣吹嘘，便是整个上云京也没几个能比得上的。若陛下觉得好吃，臣明日再给陛下做几个小狗的，软嫩清甜，仍旧隐隐带着一股药香。萧福玉面色淡淡的，配着清粥小菜，将3个小猫馒头通通吃光了，就连来福都忍不住激动到抹眼泪。在御前伺候了这么久，他终于瞧见陛下愿意好好的吃一顿饱饭了。备好热水，朕要沐浴。是，奴才这就让人去准备。日日往御膳房跑，看来伤势好的差不多了。3日后，臣便可以去上朝了。陛下也不必将什么事儿都交给陆长京办了，他哪有臣办事利索啊？这司金业怎么回事啊？时时刻刻都要往他身上凑，平日里再饿，也只是用那双发绿的眼珠子看着他罢了。陛下，臣伺候您沐浴。不行。为何？臣想时时刻刻陪着陛下。爱卿今日怎么这般粘人，装都不装一下了？朕其实还是更喜欢你平日里装一下的样子，比爱卿现在更有趣些。臣不知道，臣求陛下了，求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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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今日替沈昭把脉的太医是谁？是吴太医。让他来养心殿。沈昭犯了癔症，让他在路上就给朕想法子。陛下，微臣真的不知沈大人为何会如此，总不会是副作用吧？你在朕眼皮子底下嘀咕什么？敢有隐瞒，朕便治你个欺君之罪。吴太医无法，只好将今日白天发生的事重复了一遍，擦着冷汗讪讪的道：陛下，微臣给沈大人的药姓烈，服用后虽会让其伤势迅速愈合，却也会吞噬人的理智，克制不住心里头的念头。常常念头无法满足不了，便会焦躁失眠，染上兽性。此药是萧灵梅用来审问犯人时用的，避免犯人断气的急性愈合药。犯人被其副作用所扰，无法理智，往往就会在刑具的折磨下吐露真言。按理来说，沈大人应最熟悉才对，微臣才在2个时辰前转了药送过来。就算沈大人喝了药，也不会发作的这般快，除非沈大人急于求成，自个儿偷偷摸摸加了剂量。可有消解之法？陛下，这药本就是为了赵宇特意研究出来折磨人的，入了赵宇便无回头路，又怎会留有消解之法？朕知道了，你退下吧。臣告退。把他绑了罢了，你们都下去。既然吴太医说这药是赵宇用来审讯，那择日不如撞日。你是不是什么都听朕的？都听你的。那朕问你什么就答什么。诚实的男人有赏哦。好。那朕问你，这2年间你有没有豢养私兵？有没有谋算过要造朕的反？有。承认的倒快。那陛下的奖赏呢？别急呀，朕还没问完呢。告诉朕，这2年里你豢养私兵藏于何处，朕就赏你。
藏私兵的地方。陛下到底是想打探臣所谓的私兵，还是从未信过臣，事到如今还是想要臣的命呢？朕若想要你的命，你会给朕吗？臣不是已经给过一次了吗？沈昭自嘲的一笑。萧福玉触及男人眼底的清明，微微一顿。清醒了？若陛下不希望臣清醒，臣也可继续装糊涂。反正于陛下而言，糟蹋一个糊涂的男人还是清醒的男人并不重要。放肆！沈昭，你意图造反，还敢和朕呛？难不成朕试探几句还成了朕的错？滚回你的萧灵司，朕不想再看见你。臣起初的确想过造反，因为臣受不了被那个昏庸愚钝听信宦官的皇帝驱使摆布。臣不服气，不愿臣服于那个蠢货，不愿日日跑到外头去寻什么令人发笑的舍利子，臣连饭都吃不饱，所以臣日日宿在萧灵司，连自个儿的府邸都不曾有，就是为了节省一切花销，培养私兵。可后来陛下就像换了个人，臣屡次求证都找不到陛下是假冒的证据，不得不与陛下虚与委蛇。陛下那样聪明，让臣连起兵造反的时机都寻不到。臣气得咬牙切齿，夜夜梦里都是陛下得意的模样。谁知就这样着了陛下的道。陛下，臣如何玩得过您呢？您想要引诱一个男人为您所用，不过招招手的事；你想要糟蹋一个男人，也不过是张张口的事儿。5万私兵只听命于此部，臣今日将臣的项上人头与这信符一并送入陛下掌中，不知可否消却陛下疑心？为何不早拿给朕？陛下，臣不过肉体凡胎，会担心，会犹豫，也会害怕。若陛下不信臣，臣该怎么办？陛下，臣还用滚回萧灵司吗？都是臣的错，臣罪该万死。臣不该拖到今日让陛下猜疑，让陛下误会，更不该与陛下顶嘴吵架。日后陛下说的都是对的，臣说的都是错的。陛下，莫生气了。沉默片刻，朕明早要吃小狗馒头。陛下，您不生气了？谁说的？朕要看你表现。何处的表现？榻下的，还是榻上的？朕要去沐浴。来福，明日下朝后，让季英在御书房等着朕。奴才遵旨。陛下，臣有疑问。你问。若是臣和这小畜生同时掉进水里，陛下会先救谁？哼，当然是救朕的糖葫芦。怎么，爱卿在太明湖里抓了那么久的鱼，还不识水性吗？那太明湖的水也就到臣的腰，臣如此高大威猛，又不是这丁点大的蠢狗，还需水性？好吧，那朕重新选。朕选糖葫芦。哦，他会叫唤着哄朕开心。沈爱卿，你会吗？不就是狗叫，有何了不起的？爱卿今日还是打地铺吧。谁知还未睡，便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男人钻进了床幔里，趴在榻边，不情不愿地汪了一声。陛下，臣已经狗叫了。萧福玉闭着眼笑而不语。陛下，朕有事让你去办，让你的人去这个地方查。这是沈昭豢养的私兵。哼，朕需要你前去确认虚实。虚如何？实又如何？都不如何。你只需禀告给朕，记住这个地儿，日后这件事便不必再管。臣不明白，陛下既然耗费心力追查此事这么久，为何如今又轻拿轻放了？豢养私兵意图谋反，臣以为陛下会杀了他。季英，
你从前从不会过问朕的决策。臣失言，臣只是不放心。朕给你的地方只是沈昭这2年换养私兵的地儿，但2年之前他还曾另外养过一批私兵，只是他似乎全然忘记了这件事，并与之失去联系，所以你的人才会查到南街那处人去楼空的据点。这件事你仍需查下去，明白吗？臣明白。下去吧。姬英却仍旧目不转睛地凝视他，唇瓣动了动，似是想开口说些什么，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终也只吐出一句：臣告退。往后3日，沈指挥使因运尿不慎，深受副作用之苦，成功的顶替糖葫芦躺在陛下的床为暖床，偶尔还能领得陛下赏赐的口服，献上养心殿一众工人。只可惜好景不长，3日后指挥使痊愈了。你为何要讨陛下的欢心呢？想和我抢？怎么，你在府里从不照镜子？沈大人，话可不能这么说。下官自是不敢和大人您争夺恩宠，只是如今诸多官位空悬，您也是知道的，谁不想在此时往上爬？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毕竟真男人从不靠旁的本事。我能为陛下玩掉半条命，你能吗？当然，就算你豁出去玩掉半条命也晚了，因为他早就不缺为他出生入死还足够英俊的男人了，懂吗？陛下！官员大惊失色地跪倒在地，简直不敢想方才的交谈陛下听去了多少。不必多礼，你可莫听那混账胡说。朕对于每一个愿为朕、为大梁出生入死的臣民，都不会吝啬。年轻的官员面色涨红，讷讷地应了声是，直到帝王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方才虚脱瘫软在地。半个月后，会试榜名次重新昭示天下。又过了半个月，上榜者皆于崇明殿参与殿试。崇明殿的殿门尚未开，一堆考生排队在殿前等候，宁回之立在其间。他不是小指断了吗？竟还让他来殿试，这对我们未免太不公平。谁让他是陛下曾经的姘头呢？就算被陛下厌弃，也有点情分在，可不比咱们高贵一截吗？陛下，青天白日，大臣们都在，您把臣招来想做什么？你也知道青天白日。沈爱卿，少拿你肚子里那点脏东西揣测朕。陛下想摸臣，怎么夜里暖床时不摸呀？萧福玉摸到他怀里的盘龙玉佩，不紧不慢地勾着吊绳扯了出来。怎么，爱卿喝药喝出来的癔症还没好？臣只是今日替陛下穿衣时，以为陛下不要了才……爱卿，退下吧，这儿没你的事儿了。沈昭眸光微暗，犬齿轻轻咬住天子柔软的指尖，然后不出意外挨了萧福玉一巴掌，方才心满意足地退了下去。沈大人，好端端的，你怎么又惹陛下生气了？你懂个屁！陛下，这是大人们挑出来最好的几张了。萧福玉随意翻过一张，还未去看卷子上的字，眼前就莫名地浮起了一段血红色的文字。他缓慢地眨了眨眼，发觉不是幻觉。殿试已经结束，哪怕诸位考官最看好的不是宁回之的文章，但在萧福玉心中，状元仍旧非宁回之莫属。萧福玉用力地攥住了龙椅扶手，他的呼吸一滞，不受控制的垂眼对上宁回之怔愣的眼神，一句话涌在喉间，不受控制的就要吐出来。传说这么久，他从未遇到这般失控的情形。萧福玉一时间想不到原因，只能猜测，此前种种皆不受影响，因为主角兽的感情线不重要，主角兽的成长线也不重要。今日这样极有可能是因为科举是原书主角宫的重要成长线，靠主角兽捧起来的成长线未免可笑。陛下，
这几张卷子是礼部几位主考排好的前3甲，但最后还是由您决定名次。陛下，您怎么了？朕无事，朕以为状元之名当属宁回之。陛下，臣反对，臣不同意。头顶许久不曾变化的黑画值终于变成了98。宁怀之的文章即便算得上乘，也进不得3甲，更何况他左手有疾，参与殿试本就格外开恩。若殿下执意如此，怕是要惹得所有考生不满，届时朝堂失了公平，民怨徒生，与大梁社稷无异。恳请陛下三思。陛下三思啊！朕以为状元之名当属宁回之。沈大人，我已将陛下允许，任何人不得近身冒犯。都退下，朕今日头疼，无法宣布殿试结果，暂延3日。陛下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竟要让宁回之当状元，若真如陛下这般，岂不是闹了个天大的笑话？谁知道有人又用什么手段迷惑了陛下。好在陛下头疼犯了，否则今日这事儿怕是要闹大了。沈昭面无表情，在所有人未曾反应过来之前，拔出了绣春刀，捅进了宁回之的肚子里。他那样看重朝堂社稷，尤其厌恶不守规矩的朝臣，平日里绝不会为任何人破例。朝中诸多官位空悬，事事都需他亲力亲为。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好不容易等到今日科举选拔，终于可以让他减轻负担，结果他居然要选你这么个废物做状元，你对他做了什么？回答我！他也不是第一次为我这样破例了，这2年你看的还少吗？忽然，一道闷雷从天而降，劈断了崇明殿的房梁。只听轰然一声，房梁掉下来。处于暴怒边缘的沈昭，即便及时将宁回之甩出去，还是被房梁砸到了手，就像连这狗老天都格外眷顾宁回之一样。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块捅。礼部官员讪讪后退，不敢怀疑他话中的虚实，毕竟这厮本就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陛下此刻不在，更是无人能管得了他。走吧，别看了。陛下又没驾崩，顶着一副晦气的样子给谁？沈大人，陛下今日身子不适，谁也不见。这几日你就先在萧灵司住着吧。陛下说了，眼看着夏日要到，他不需要人暖床了。大人您赶紧走，这身血腥气熏着陛下可就不好了。陛下还是不得不见我了，我快把宁回之捅死了。来福公公，进去通传吧。等着，沈大人，陛下让你自个儿去诏狱领30鞭子。沈大人，陛下说不见。好，他不见呢，又没说赶我走。他倒要看看萧福玉是不见他，还是其他的野男人也不见。不就是捅了宁回之一刀，难不成萧福玉真的就不要他了？今日突然失控，即便他及时在一切成定局前清醒过来，可是在寻找到解决方法之前，难免不会有第2次、第3次，甚至更多。不用想都知道沈昭那厮要见他是想问什么。陛下，季统领来了。不见。呵，他连我都不见，你凭什么要见？你是他什么人呢？你又是陛下什么人？俩无名无分的人有什么可吵的？直到天黑，养心殿里的灯都熄了，殿外2个赖了许久不肯走的男人方才不情不愿地离去。陛下，你要什么直接吩咐奴才就好，何必？来福起身走近，看见了天子手中的剑，大惊失色地摔倒在地，不断地往后退。陛下，奴才是来福啊！可陛下若真要梦魇杀人，他也不敢挣扎，毕竟伤了他，也不能让陛下伤了自个儿啊。陛下想玩，找来福做什么？臣陪陛下玩啊！萧福玉连砍数剑没砍到人，反而被男人握住手腕抱进怀里，不禁疑惑歪头。
这次梦里的母亲力气未免太大了，他好像真的杀不掉。委屈的心绪忽而涌上心头，萧福玉抬手甩了对方一耳光，然后累得松了剑，倒头沉睡。这破梦不做了。沈昭顶着鲜红的巴掌印儿，凶神恶煞地盯着那张脸半晌，新仇旧恨一并涌上来。于是他再也忍不住，低头咬住陛下的唇，开始为自己讨要说法。半梦半醒里，萧福玉只觉得身上趴了一只热乎乎的大狗，那狗舌头和狗牙在他脸上这啃一下那舔一下，却又舍不得真正咬碎了吞入腹中，全然将它当成了最宝贝的肉骨头。他被舔得有些痒，误以为是糖葫芦一夜之间长大了，便伸手将那狗头抱进怀里。长大了的狗就是暖和。笨狗，别闹。他含糊地说完了，怀里的狗竟然就这样安分下来，四只狗爪缠在他身上不动了。一夜无梦，陛下，臣安。谁让你进来的？他抿起唇，甩了沈昭一耳光。混账东西，给朕滚出去！陛下，您昨日不见臣，臣只得另想法子来见您的。你要见朕做什么？那陛下不想见臣，又是为何？臣是无名无分，但臣床也暖了，嘴也亲了。陛下全身上下臣何处没伺候过，也只是差一个名分。就算如此，臣连自己心爱的人突然选了从前的旧情人，也不配过问一句吗？宁回知他到底哪里好？没臣俊，没臣高，没臣有本事，陛下居然为了他不见臣。起初沈昭是不可置信，他日日伺候的陛下，前一刻还在与他调情，居然下一刻就眷顾起旧人来。他愤怒、嫉妒，无数阴暗扭曲、肮脏的恶意争先恐后的翻涌出来，恨不得将宁回之这个贱人碎尸万段。都是因为这个贱人，陛下才在崇明殿上失态。后来觉得事有蹊跷，他只想听萧福玉亲口说，不论事实真假，只要萧福玉亲口说，说什么他都信，哪怕是敷衍他。可萧福玉不见他，怨恨如春风细雨，在皇宫阴冷的夜里无声无息地侵蚀着他五脏六腑。他在夜里潜入养心殿，藏在陛下的龙榻下，用那双艳毒的眼睛从床底的缝隙里窥视。深夜的养心殿里，萧福玉说自个儿饿了，却只吃了御膳房做的半碗粥几口小菜。他盯着天子平坦的小腹，恶狠狠地想，明日定要报复萧福玉，给萧福玉多做几个小狗馒头撑死他，让陛下明白他的厉害，后悔今日不见他，结果连饭都吃不饱。后来萧福玉又看了半个时辰的画本，光裸的脚踝就这样随意地搭在软榻上，但也没个野男人替他揉捏，伸出来勾引谁呢？沈昭便又得意洋洋地想，瞧瞧，果然离了他不行吧。最后萧福玉躺在榻上，还未睡多久，便发了病，赤脚下榻提剑砍人。可偏偏沈昭心里第一个念头却是萧福玉赤脚下榻会着凉。该死的！萧福玉糟践他，漠视他，他居然还想着上赶着给人当狗，简直比宁回之还贱。于是沈昭忘了自己潜入天子寝殿只是为了扮鬼算白日的账，冲出去将人揽进怀里。怀里的人那样软，那样香，那样柔，以至于这一日里积累的所有怨恨、愤怒，刹那间荡然无存了。原来他所有的不满与恶意都不过是因为他害怕被帝王抛弃。陛下，您怎能因为宁回之而不见臣？宁回之算什么东西？哼，给朕提鞋都不配。那若是宁回之与臣掉水里，就你满意了？不过朕还是要提醒爱卿一句，朕做任何事，旁人都无权过问。爱卿，作为臣子，你该做的就是无条件服从朕的一切决定，不多问，不多嘴。所谓臣子如此，
那作为陛下的男人呢？作为朕的男人，爱卿那一刀捅得不错，朕就喜欢看你们狗咬狗，精彩得很。不过，朕和你打个赌，就算那一刀捅穿了宁回之的腰腹，他也不会死。臣若捅的不是宁回之，而是季婴，陛下还会觉得臣捅的精彩吗？萧佛玉望着他，一言不发。臣说笑呢。臣做了陛下最爱吃的早膳，臣伺候陛下起身，好不好？陛下，方才崇明殿的禁卫军前来禀报，宁公子只是失血过多，经太医查看，养一养也就没事了。朕知道了。这3日，萧福玉未曾再感受到那股控制他的力量，直到他在圣旨上写下殿试前3甲的名字时，第1名状元的名就这样在萧福玉的注视下强行扭曲成了宁回之3个字。萧福玉只好再写一份，紧接着是第2份、第3份。陛下何事如此动？陛下，臣已按照旨意将皇宫内外搜寻一遍，并未发觉任何巫蛊之术的迹象。朕问你，宁回之如何？不足以当状元之名。连你都知道？哼！可若偏偏有人在逼朕赐他状元之位，又该如何？若今日放弃抵抗，让宁回之成了状元，难道以后也要如书中所言，将权力拱手相送，扶持宁回之当摄政王不成？萧福玉绝不妥协，他的皇位，他的江山，他亲手抢来的，便是毁了不要，也绝对不会便宜旁人。那就把他捧在高处，让他受万人唾骂，让幕后之人知晓，只要是陛下不喜欢的人，使再多手段也不会有人承认的。陛下，您厌恶的人本就不该存活在大梁的土地上。朕知道了。似乎也只剩这一条路。捧杀！哎呦，不得了了！陛下，沈大人以妖怪之名把宁公子抓进诏狱了。怎么回事？今早沈大人回萧灵司办事儿，谁知他领着一队人直接去了宁府，说是真正的宁回之在3日前已经被他捅死了，现在活下来的是被妖怪附身的怪物。如今上云京正因3日前的事议论纷纷，所以沈大人说为了朝廷稳定，必须得将人抓去诏狱，将这妖怪活活烧死，方可还宁公子清白。如今人已在诏狱，马上就要行火刑了。沈昭此举可谓是自作主张，胆大包天，全然不将大梁礼法放在眼里。他的陛下却因此而被取悦。他从未见过陛下会因这样的事情而发笑，可是沈昭做到。季爱卿，随朕去瞧瞧，瞧瞧这位指挥使到底有几分本事。是。不好了，不好了！陛下面前像什么样？陛下恕罪。何事？那个沈大人他本要给那姓宁的一点颜色瞧瞧，想要再加一把火，结果刚拎起油桶就被雷劈晕过去了。什么？沈大人被劈晕了？哎呀，这运气未免太差了些吧。还有就是陛下，沈大人晕倒前强撑着交代了属下一句话，陛下若要看他被雷劈晕的样子，他就不活了。陛下，您来了。哼，看来也没忘了规矩，不像沈昭所说被妖怪附身啊。陛下，您是来救草民的吗？朕自然可以救你，但日后你见了朕，都得像今日一样，爬着来见朕。性命尊严，你只能选一个，懂了吗？明白。宁回之点头，又想起3日前天子当众念出他的名字，心头竟浮起了一丝甜蜜。草民愿当陛下的狗。当朕的狗？只可惜朕的另一条狗凶得很，若知道了，怕是又要闹翻天了呢。陛下，滚吧，来福。
上云京数日内连遭2次雷劈，怕是京中有妖魔鬼怪作乱，朕日夜难安。你去相国寺请高僧来做法事，每日1场，不可断绝。是。你们指挥使醒了吗？回陛下，醒是醒了，就是大人他大呼小叫不肯见人，大夫在屋子外头进不去，也无法把脉。被雷劈可不是小事，沈昭这厮仗着自个儿身子骨硬朗，连老天爷的雷都不放在眼里。朕去瞧瞧。这儿没你们的事了，都退下吧。臣告退。陛下，臣替您打前阵吧。沈昭那厮力气大得很，好在臣的手劲儿也不是闹着玩的，定能替陛下把门破开。又能当陛下的狗腿，又能看沈昭那家伙的倒霉样，一举两得。萧福玉与大夫立在一旁等候，陆长京一脚踹下房门，没踹动。罢了，既然指挥使执意不肯见人，陆爱卿，你带朕去别的地方逛逛。陛下，您跟我来。该死的，那怎么行？陛下，赵玉有何好逛的？不会是寻个由头要和陆长京花前月下吧？陛下，别看。怎么，被雷劈焦了？臣便是焦了，那也是被雷劈焦的男人里头最英俊威猛的。方才陛下对宁回之说的话，臣都听见了。臣有那么凶吗？何止凶啊！唇瓣一张一合凑近男人的耳边，无声地说了3个字。沈昭低头，气急败坏地咬住他的唇。一门之外，陆长京焦急地敲门：“陛下，陛下！”哎，我说这位大人，这伤还看不看了？大夫疑惑道：“陛下都被他抓到里头去了，还看什么看呀？开门！沈昭，你他娘的给老子开门，快点！”一吻结束，他的唇瓣已经殷红肿胀的似在滴血，麻木到失去知觉。瞧瞧，说了你一句，急成这样，想造反不成？不过，陛下说的对，陛下只能有臣一条狗。陛下胃口那么小，不需要旁的野男人来喂陛下，臣自会向陛下喂饱的。哼！你怎知朕的胃口大小？朕吃不吃饱，难道你说了算？陛下不知道吗？你每次吃饱后，肚子都会鼓起来，就像揣满了臣的子孙一样。这一次，萧福玉没有留手，用尽全部力道打偏了沈昭的另外半张脸。这雷怎么就没把爱卿这张嘴劈废呢？不过也无妨。朕最喜欢亲手收拾某些无法无天的乱臣贼子。跪下，虽娇了些，倒还能看得过去。哼，爱卿这是想侍寝了，替朕暖床，已经满足不了你了。臣瞎说的。你不想？臣不想。陛下，臣刚被雷劈，身上疼得很。谁让你找宁回之的麻烦？还不是为了陛下。陛下不想他好过，臣如何能放过他？朕此刻也不想你好过。爱卿又要如何对付自己呢？沈昭扯下腰封丢到一旁，退了上衣，转身露出烧焦后鲜血淋漓的后背。陛下想对臣做什么都可以，臣是男子汉大丈夫，没什么受不住的，只要陛下消气。他记得陛下腰封里就藏了一条软鞭，可等了半天也不曾等到陛下的鞭子抽在他身上。陛下，怎么，受宠若惊？朕在你眼里就是个毫无人性的暴君。朕的确喜欢当暴君，痛快都是自己的，痛苦都是旁人的。但对于讨朕欢心的男人，朕还不至于那般狠心。被雷劈成这副模样，看你还如何出去见人。这就是你不和朕商量，擅作主张的代价，还给朕嬉皮笑脸。一日2次，就算你是上云京最有种的男人，
也给朕乖乖上药。所以，方才陛下没生臣的气，又是和朕调情的新法子。经此一事，你应该知晓，宁回之非你我可随意解决。朕如今也不想让他这样轻易死了，他身上有朕想要的东西。既然这书中的世界一定要有一位气运之子，为何只能是主角公，不能是主角兽呢？他萧福玉才是气运之子，宁回之该死，也得在失去所有气运眷顾后再死。但朕的法子说出来，旁人都会以为朕是在说疯话。看来陛下心中也有打算，那臣就替陛下杀了他。不愧是朕的好狗，沈昭最得朕心。不是说被雷劈的没脸见人了吗？瞧他这得意样，难道陛下更喜欢黑一点的男人？哎，那要不我们也去抹点墨水？你想找死可别拉上我们，就算老大来日真的爬上龙塔，那皮架的也定是我们这种老实本分的。你心思太多，小心被老大记恨上。像老陆，他就被老大记恨上了，日后定是当不成陪嫁了。嘀嘀咕咕干什么？活干完了，都给我滚去办差！陛下的俸禄是让你们白领的，这还没名分呢，就开始替陛下心疼银钱了。5时，殿试结果贴于贡院前，最前头赫然是宁惠之的名字。次日清晨，宫里再次传来天子被巫蛊之术所困，重病拔朝的消息。听闻宫中太医皆束手无策，后来请了相公寺的高僧在宫里做法，才知道巫蛊之术藏于上允京的西南角，若不早日剔除，怕是危及龙体。上允京西南角住着的达官贵人可多了去了，但偏偏宁府就在其中。萧灵司派出萧灵卫想要搜查，却被陛下训斥了一顿，尤其是那萧灵卫指挥使还被留在宫中跪了一夜。茶楼酒肆里早已流言纷纷。哪里就会这么巧啊？依我看，那宁回之定是对陛下使了什么法子，他这状元之位名不正言不顺，陛下还不准任何人妄议宁府，可见早已被巫蛊之术迷惑心智，才会一心维护宁回之。这么说，陛下刚登基那2年，岂不都是巫蛊之术导致？陛下，如您所料，即便坊间对于宁回之恶言不断，但仍旧有人会失去理智替他辩驳，认为他品行高洁，状元之名不过天命所归，气运之子太正常了。陛下，宁回之天命所归，回之天命所归。陛下，该死的，萧福月，你清醒点，不准念那个野男人的名字，你敢再丢下我一次，我便是死了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最后一句话脱口而出时，沈昭自己便愣住了。放肆！谁准你念朕的名讳？陛下，好玩吗？臣快被您吓死了。朕演的不像吗？再过几日便要去往无极山祭祀，朕准备在祭祀时演一出好戏给他们瞧瞧，届时爱卿可莫露了馅儿啊！只要陛下莫把自己玩脱，臣自当相陪。巫蛊之术，简直可笑！分明从前不是这样的，分明从前所有人都为他不能科举而惋惜，分明所有人都说，凭他的才学，来日若科举定是状元郎。可如今除了陛下，却无一人能瞧得起他。果然，只有陛下懂他的抱负，断他的小指，也只是为了让他听话罢了。朕不穿。陛下不穿，就是在勾陈。朕勾一条狗，用得着脱足衣？陛下，如今尚未到夏日，您贪两会生病的，届时生了病，臣爬龙榻，您可就没力气掌果臣了。朕没力气，爱卿不知道自己往上凑吗？就像方才那样，朕就很满意。沈昭盯着他，脱光了外袍，裹住他光裸的足，然后趴在榻边玩他的头发。
没忍住哼起了小曲儿，果然又被那人甩了一耳光。难听。臣可不是宫里那些只会唱小曲儿的小白脸，不靠这玩意儿领俸禄。哼，陆长京唱的都比你好听。他还给陛下唱过曲儿，什么时候的事儿？唱的什么？居然让陛下惦记到今日。萧福玉合上眼皮，笑而不语。唱的什么？唱的什么？唱的什么？狗和男人，前者用来耍，后者用来玩。爱卿，你是男人还是狗呢？臣是男人是狗，自然要看陛下。陛下想要臣咬旁人，臣自然就是狗；陛下想要臣咬您，臣自然就是男人。榻上的人呼吸逐渐绵长，像是快要睡着。沈昭饥渴难耐，想要做些什么，又怕将人闹醒，只得跪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偶尔偷偷摸摸低头亲一下陛下的脸蛋儿。如此循环往复，一不小心亲着亲着，天就黑了，又一不小心天又亮了。清早萧福玉醒来时，男人就趴在他的榻边沉睡。沈昭不是喜欢媚君吗？不是小心眼吗？怎么还不见他把宁回之拉下来呀？沈昭打了个哈欠，对上他的目光，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神不知鬼不觉地退了下去。只见下一瞬，一支自祭坛下破空而来，无声无息的箭朝宁悔之射去。电光火石之间，求生本能让他下意识地往旁边的参天石碑后一躲。那道感应到书中主角遇险时便劈起来的天雷也无法收回了。在劈碎那支箭的同时，连带着那刻满先祖名讳的石碑也被劈碎了，轰然倒下。陛下小心！宁回之，他毁了石碑。沾染巫蛊之术的人，果然不祥。老天又如何？敢用天雷恐吓凡人，就活该要被凡人算计。今日祭祀怕是不成了，你先回行宫，让太医看伤。臣不放心陛下，臣这点伤不算什么。陛下，臣冤枉，是有人射箭要厮杀臣，臣才躲在这石碑后，并非是臣毁坏了石碑，是那支箭毁了石碑呀。宁大人，令郎就是以这种法子迷惑陛下的嘛，难怪陛下又回心转意了，一般人的确学不来啊。陛下，您会信臣的，对吗？陛下，祭祀关乎大梁，可否风调雨顺？宁回之沾染邪术，方让石碑碎裂，他竟还狡辩是受人刺杀。若是受人刺杀，那剑呢？那剑早就被劈成了渣，风一吹便散了个干净，哪里还能找得到啊？朕信，宁回之定是无辜的。陛下，朕信宁回之是无辜的。若你们非要追究，那就追究朕。既然石碑碎了，就让工部赶工，重新刻一块新的。此事到此为止，谁也不准找宁回之的麻烦，懂了吗？臣等遵旨。宁卿，这个处置结果，你满意吗？满意，臣很满意。陛下心里还有他的吧？哼，朕也很满意。祭祀将于3天后重新举行。事已至此，众臣只好强忍不满下了山。下山后，陛下能保得住宁回之，可管不住大臣们的嘴呀。不出1个时辰，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城州的马夫走卒，都知晓了祭祀仪式上发生的晦气事。盼之回来了，正好来见见这位柳先生。母亲，他是谁？自然是我们宁府未来的贵人。哼，外头那些传言说的那样难听，竟连巫蛊之术都能瞎诌，可见人心险恶。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将这巫蛊之术坐实呢？反正有陛下在，谁也不敢真的对宁府做什么。母亲，你疯了！回之，你难道不想让陛下回到登基时的那2年吗？母亲可是为了你好。这位柳先生来自南疆，可是阳谷圣手，
只要让他替你养一只蛊，保管陛下会如从前那般钟情于你。哼，若这蛊真这般有用，南疆如今怎么还只是大梁的一个附属小国？怎么不用这蛊大杀四方呢？母亲，你可莫被他骗了呀！同心蛊，100年方可得一只。哼，令郎既不识货，在下告辞。柳先生且慢，小儿见识浅薄，不懂礼数，您可莫要与他一般计较。回之，还不回来与柳先生赔罪？回之，你难道当真不想让陛下独宠你一人？如今机会便在眼前，你还要闹到何时？只要你每日喂养一滴心头血，待9981日后，便可得偿所愿。你想要什么？都说了我是南疆人了，还能要什么？无非是每年朝贡那些事。届时还望宁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让南疆每年朝贡的雪莲与白银能少些。届时想来也只有宁大人能在陛下面前说上话了吧？好，我答应你。他还是答应了。他想，没有男人会抵抗住那独占那个人的诱惑。宁大人果然是痛快人，日后蛊虫若有什么疑问，大人便让他传信即可。柳先生，您不是南疆人吗？竟和北境的鹰这般熟悉啊？哼，什么鹰中了在下的蛊，也不过是只乖乖听话的鸟。既如此，在下便告辞了。宁大人记得与南疆的承诺便好，不用送了。哪还有什么柳先生啊，只有一个穿着飞鱼服的陛下鹰犬。老陆，你这比老大被雷劈时还黑啊！敢说他黑，你想找死啊？不过你哪来的蛊虫啊？是想要唬住那宁回之？你不会寻了真的吧？狗屁蛊虫！今早在菜地里现抓的，你想要也抓一只用心头血养着呗。老陆，论损阴德还得是你啊！哎，老大，你脸上这玩意儿擦不掉啊？呀，擦不掉就擦不掉。你背着老大偷偷给陛下办事儿，不会出事了吧？能出什么事儿啊？是男人就各凭本事，我比他差哪儿了？再说了，若是今日换他来做，他能说得出那么恶心的话？不还得让我来？骁令卫们纷纷点头。若是换了老大，怕是演到一半就把宁府给掀了，届时又要坏陛下的事儿，然后还要被陛下以惩罚之名奖励。哎呀，不同你们说了，陛下还等着我复命呢。都说打狗先看主人，这老天爷怕是记恨上朕了。好在这次没把你劈晕，否则你从树上摔下来被人瞧见，朕的计划岂不是全泡汤了？听说季统领也受了伤，陛下不去看他，却替臣上药，不太好吧？爱卿所言甚是，朕这便去看看他。不准去。沈昭，你活得不耐烦了，敢这样与朕说话？陛下不心疼朕？心疼？替朕办事受的伤，不是赏赐吗？你若不情愿，有的是男人情愿。陛下说过，只有臣一条狗。爱卿自找醋吃，朕能如何？行了，药也上好了，衣裳穿好。御前衣裳不整，成何体统？陛下，陆大人来了，说是来向陛下复命。让他进来。萧福玉说完，淡淡的扫了沈昭一眼，本是想让男人带着那堆碍眼的衣裳滚下去，谁知沈昭这个混账竟然直接往他软榻下一钻。该死的，他在做什么？他要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外事，但此刻再出去似乎就更见不得人了。微臣参见陛下。不必多礼，事情办得如何？如陛下所愿，宁回之已动了沾染巫蛊之术的念头，留下了臣送去的蛊虫。不愧是萧灵司出来的人，总不会让朕失望。陛下，您怎么了？朕无事，
继续说你要禀告的事。萧福玉不动声色的抬脚踩住那只下流的手。陆长青无所察觉，将今日在宁府之事一字不漏的复述完，笑嘻嘻的道：陛下，那宁回之若是知道了自己个儿用心头血滋养了81日的蛊虫不过是只菜青虫，还不得气晕过去啊？你捉来的虫未必能活81日。陛下放心，臣的鹰可不是吃素的，每日皆会趁宁回之熟睡之时将里头的青虫吃掉，再放新的进去，定不会坏了陛下的事。很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难为你为了朕的事还在唇上打了洞。不难为，不难为，就是臣这副模样怕是污了陛下的眼，黑不溜秋的，活像是被雷劈了。萧福玉险些没忍住，被雷劈的那位就在软榻下趴着呢。朕这儿还有几瓶多余的金疮药，待会儿陆青离开时一并带去。毕竟是萧灵司的人，不能丢朕的脸。臣谢陛下赏赐。陛下，谢小将军在外头候着呢。陛下，臣可是偷偷替陛下办事的。那谢无居与宁回之关系如此亲近，若是被他知晓，岂不是坏了陛下的大事？哦，臣这副模样绝不能被旁人瞧见，免得引起怀疑。陛下，臣冒犯了。说罢，陆长青往陛下倚坐的软榻下一钻，动作干练迅速，活像只迫不及待爬进狗洞的狗。软榻底下传来一阵诡异而剧烈的震动。都给朕老实点儿，待会儿再找这两个蠢货算账。软榻下安静下来。微臣参见陛下。谢卿寻朕何事？回禀陛下，此次来无极山祭祀，祖母虽年迈，却精神倍好，也在随行女眷之列。她听闻今日在祭坛上的事，颇为担忧陛下被巫蛊之术所扰。正好端午将近，便叮嘱臣将早早备好的驱邪彩绳与香囊献给陛下。彩绳驱邪是由臣祖母亲手编织，至于那香囊是臣自个儿学着绣的，自是比不得祖母手艺精致。陛下平日里看个乐子，臣便满足了。萧福玉并未立马接过，扫了眼青年手中的香囊，又瞥了眼青年腰间相同颜色的另一个香囊，无声地笑了。男人这种玩意儿，总是自作聪明，做些欲盖弥彰的蠢事。朕记得你与宁回之自幼相识，是为至交好友。怎么？难道你也信了传闻那所谓的巫蛊之术？朕在你眼里就是个被邪术迷惑的昏君。臣没有宁回之那样虚伪的好友。陛下，从前是臣有眼无珠，与小人交好，如今他害得陛下祭祀推迟，本就罪无可赦，无甚好说的。恶心的野男人，虚伪的贱男人。香囊与彩绳朕便收下了，但是日后朕不想再听到谢卿诋毁宁回之之事。啊！谢无居不可置信地抬着头，险些以为是听错了，却见天子神色痛苦，瞳孔涣散，重复道：不可以诋毁他。陛下，退下吧，朕累了。微臣告退，给朕滚出来。原来陛下还和旁的男人有臣不知道的秘密啊。沈昭，给朕跪好。一个野男人送的彩绳，陛下还不让人碰，有这么宝贝吗？你瞧什么？你也给朕跪着。朕的软榻好钻吗？陆青，你与朕的密谋都被这厮听全了，有何想法？这次是臣不够谨慎，下次绝不会透露半点风声。你觉得我会给你下次机会？沈昭，朕让你说话了，给朕滚去外边跪着。那陆长青呢？朕还有事交代他。滚吧。滚就滚。陛下，臣瞧沈大人的脸色似乎是气狠啊，就是不知道是气谁呢。哼，陆青，你再把心眼耍在朕身上，
就滚去外边和他一块儿跪着。臣错了，陛下您消消气。宁府的事绝不可透露半点风声，但凡朕从旁人耳朵里听到什么与此事有关的萧灵卫以及陆清你，朕即便不忍，也宁可错杀所有，绝不放过一个。陆清，你能体谅朕，对吧？臣绝不负陛下所托。嘴上的伤若金疮药治不好，便去寻太医，免得朕总记挂。退下吧。臣告退。宁回之，你给老子滚出来！谢小将军，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倒是想问问宁大公子，宁大人，你到底想做什么？瞧不上陛下的是你，如今舔着脸接近他的还是你。明眼人都知道陛下厌恶你，你得不到他的心，就用这般下作的法子。谢小将军，话可不能乱说，你无凭无据污蔑朝臣，可还有王法？无凭无据，还要什么凭据？哼，你儿子青天白日鬼鬼祟祟藏在屋子里，顶着一副死人像，不就是沾染邪术被反噬了吗？我警告你，再让我看见陛下受你邪术蛊惑，做出什么违心之事，莫怪我不念昔日最后一点情谊。谢家果然了不起，简直不把咱们放在眼里。母亲，你说谢无居如此愤愤不平，不正是表明方才我喂的心头血生效了？我便知道那柳先生不会骗咱们。哎呀，只是苦了我儿，要受这剜心之痛。若能让他回心转意，什么都值得。陛下，听闻如今端午将至，这成州又挨在鹿鸣河畔，那成州知府正筹备龙舟赛呢。奴才昨夜路过还瞧见了，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一点不比上云京的差。陛下要去看看吗？你都这么说了，朕似是不得不去了。朕这便更衣。来福，你说那鹿鸣河畔华州的汉子当真个个俊俏高大吗？那是自然，陛下若不信，尽管去瞧瞧。那便去吧，看多了不听话的男人，也该寻些旁的乐子。陛下，臣知错了，陛下想让谁效命都是应该的，臣不该在御前闹，臣以后再也不会了。陛下想去瞧龙舟，臣陪陛下去，好不好？朕便准了，给朕滚远点。陛下，知道臣跪在外头时都在想什么吗？还能想什么？不过是觉着自个儿是上云京最有用的男人，而朕却有眼无珠，瞒着你去用旁的男人，心中愤愤不平，极度怨朕罢了。陛下是不是最喜欢看男人嫉妒，看男人为了你冲昏头脑，闹出笑话？怎么，如今不喜欢看了？心情好时勉强解闷儿，心情不好时，你们闹出的笑话于朕而言也不过聊胜于无。尤其是某些人钻同一张软榻这样的笑话。这常州知府日日来行宫求见陛下，要是献宝，要是送美人，陛下都不见见他。臣看他可是殷勤的很呢。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这样的人有爱卿一个还不够吗？哼，不过朕倒是有些好奇，这成州知府送来的美人，朕怎么一个都没瞧见？谁知道呢？反正不是臣干的。那这几日你都干了些什么？白领朕的俸禄了。哪能啊！臣见那成州知府每日忙着去给陛下寻美人，就先替陛下去府衙里头瞧了去了。谁知不小心就瞧见了些有趣的玩意儿。本想等祭祀后再禀报陛下，但陛下既然问了，臣自然不得不说了。朕听闻这知府尤为钟爱他的发妻，你如何让这位赵夫人写下的证词，
我不是湖州来的。陛下怕是对钟爱二字有所误解。这成州知府靠着赵家在上元京的势力，才从一介候选举人坐到了如今的位子上，自然在府里要做足面子，哄着骗着那位赵夫人。但是在外头，娇妻美妾在怀，提起发妻也只是嫌弃他人老珠黄。臣只是让人抓走那发妻去城外庄子上瞧一眼，他自然知道该怎么说。娇妻美妾在怀，哪个男人不想要？沈爱卿也是男人。臣觉得恶心。所以你就擅作主张，把朕的美人都赶走了。沈昭低头恶狠狠地咬了他手指一口。萧福玉抽了他一耳光，继续道：夫妇一体，除了感情还有牵扯不清的利益。朕可不觉得你只是让那位赵夫人看清了夫君的真面目，便能让他写下成州知府倒卖茶盐的证词。好吧，其实也没什么，臣只是断了那公子一根小指而已，就像陛下对宁回之做的那样。那赵夫人如今反应过来，定然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却要不知臣的身份，尽管心中有怨，也只好让程知府日日来献美人，打探陛下的口风了。若是能在陛下知晓前找到臣，杀了臣，自是最好不过的。那你还不滚下去？陛下这是又想让臣去当诱饵啊！人证物证都在陛下面前了，还不够？朕不但要治他的罪，还要他将贩卖茶盐贪污的银钱都吐出来。你擅作主张打草惊蛇，如今那成州知府自然早已将赃款转移，哪怕他落了狱砍了头，朝廷也捞不到半分好处。你不去，谁去？其实陛下想要臣去，不必说太多理由。话未说完，长果已到。朕让你去，你便去，是要这样吗？臣告退，待臣回来，陛下自然便知臣与陆长青谁更有用。陛下，无事。陆明河到了吗？就在前头了。他是天子，他怎可亲自摸摸？我不管你是谁，都别想用他的身体做这些不该他做的事。这本就是他的命，为宁回之生，为宁回之死，就是他的命。去你的破命！他是天子，天底下最尊贵的命才是他的命。陛下，可怪不得臣冒犯了，老实点。放肆！这么和朕说话，要造反？哼！怎么，朕不过睡了片刻，爱卿眼里就没有礼法，没有朕了？陛下觉得自己只是睡着了，就当是睡着了，不好吗？不好，我要杀了他，杀了他们。还没被雷劈够？劈了2次都没能将臣劈死，可见这狗老天也没几分本事。每一次莫名锁在梦境里，再从梦境里挣扎出来，总让人疲倦不堪，并且这一次他逃离梦境的时间显然比上次要久。哼，你还要压在朕身上多久？哦，陛下，臣也困了。萧福玉试图将人推开，却被男人铐住手腕，动弹不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凉。陛下，您若不想睡，臣也愿奉陪到底。至于明日要处死臣，还是将臣乱刀砍死，都请便，大不了臣不活了。陛下笑什么？臣这般以下犯上，陛下不是应该在生气吗？沈昭，你的手在抖，你在怕什么？陛下何必明知故问呢？罢了。萧福玉四肢松懈下来，软在男人怀中，没有说话，呼吸渐渐的绵长。沈昭自身后抱住他，揽在他腰间的手渐渐的不怎么抖了，但仍旧没有松开，就这样抱着直至天明。
微臣参见陛下。似乎在成州时，你的脸色便不太好，病了。陛下是在关心微臣吗？其实臣无事，倒是臣的母亲近日病了。陛下你也知道，臣的母亲为人妾室，与京中其他夫人赴宴时，难免遭人排挤，郁结于心，便成了心病。臣看在眼里，也难免担忧过甚，寝食难安。陛下觉得臣脸色不好，约莫也因如此。你想要朕赐你母亲一个诰命？陛下生气了，臣保证，臣绝不会如从前般不识好歹。也是他。朕不会因你的事生气。那不如这样，从御书房到宫门口步行只需2个时辰。只要你愿意像方才爬到朕面前那样，从御书房爬到宫门口，朕就给你母亲一个诰命。还没想好，若是不愿，便罢了。唉，朕大可寻旁人来讨朕的欢心。臣愿意，臣愿意。萧福玉勾起唇角，本是晴空万里，却有一道惊雷劈在御书房的殿顶上。可那道惊雷也只能劈在殿顶上，他可不是反派，哪怕这狗老天目睹他要戏耍主角宫，也不敢真的劈他。他猜对了。与此同时，御花园某个男人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秋千上，什么档次的野花也能飘来御花园里。沈昭满腹牢骚，烦躁不已，一朵野花远不够熄火，谁知头顶忽而有电光闪烁，他下意识地抬头，却见那道闪电直直地劈在了御书房的顶上。随之是一声惊雷的炸响，沈昭忽然起身，不做片刻停留，疾步朝御书房奔去。原来是一份赏赐的圣旨，他的陛下似乎越来越大方了，应付一个这般上不了台面的男人，也能封赏一个诰命。开宫门吧。统领这是又去巡逻视察了。什么巡逻视察？每次统领心情不好时，都会一个人跑去冷宫不见人影。说是巡逻，但往往待上1日才会出来。今日端午，下职会早些，咱们也能早些回去。反正有统领在宫里，陛下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沈昭，你又找打。那雷到底劈在哪呢？怎么面色如此难看呢？朕面色难看，是因为朕热得慌。好，没事了。沈昭这才松了口气。爱卿方才如此紧张，朕本该赞许几句，谁知转眼便饿得发绿。怎么，今早8个小猫馒头都没把你喂饱？早膳自是吃饱了的，只是此刻臣又饿了。爱卿既然连太医都带来了，朕自是不能负了你的好意。吴太医，进来。这分明是沈大人把他拽过来的，怎么此刻又是一副坏了他好事的死样啊？这群武夫忒不讲理了。敢问陛下，近日来梦魇是否少了许多？的确如此，朕近日睡得还算安稳。微臣早就说过，内药虽苦，但若日日按时喝下，定是有用的。朕近日来不曾喝过什么药。这就奇怪了。沈大人日日都来太医院抓药，还学着把脉，记录了陛下每日脉象，微臣这才好每日调整药方。要不还是沈大人来说，你先退下吧。微臣告退。难怪朕用膳时总觉得有股药味，但朕并未尝出苦味。爱卿这是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法子？陛下都说了是见不得人了，臣自然不能说呀。不说？你要抗旨？臣若说了，陛下下次便不需要臣下厨了。陛下身边有用的男人那么多，臣要做最不可取代的那个。陛下准吗？朕不喜欢太贪心的男人。陛下，这世上只有2种男人，因为无能而被迫清心寡欲的男人，以及贪心的男人。臣以为陛下与臣皆是后者。
若非要这么说，那朕最喜欢的还是爱卿从前那般，明明贪心却嘴硬的模样，口是心非的男人，最好玩了。朕饿了，臣去下厨，陛下就等着被喂饱便好。萧福玉懒懒地倚在榻上，目送男人气急败坏地离开，忍俊不禁。某些乱臣贼子啊，不嘴硬的时候也仍旧好玩。季英不是好东西，扎第二个小人。沈照不是好东西，扎第三个小人。谢无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扎第四个小人的时候，额外多加了一根针。宁回之去死吧！陆大人平时看起来如此和气，背地里竟如此的阴险。要不要告诉老大？萧灵卫犹豫片刻，抬头望天，似乎什么都没瞧见。罢了，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跑去跟老大告状呢？这样陆大人便欠他一个人情。届时陆大人若真能争得圣宠，把老大比下去，还不得让他当陪嫁呀？让长公主先过去。且慢，今日时间紧，不知长公主可否让我们先行过去？母亲，你封的是诰命，不是封的太后。那又如何？如今你深得圣宠，就连为娘的诰命，那都不过是一句话的事。若事事都要谦让，那么你争夺圣宠的意义何在呀？都说爱屋及乌，陛下既然疼爱他，想来知道今日之事，也不会怪罪他失礼啊。毕竟从前他就连在御前都不用行礼。公主，这崔夫人也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让他们先过去吧，何必跟蠢货计较？也不知这陛下心里到底是如何想的。那宁家，闭嘴！昨日岭南知府死了，知道他怎么死的吗？他自然知道，因为府中小妾在行周公之礼时，意淫侮辱天子容貌，被神不知鬼不觉从床底爬出来的萧灵卫挖了舌头，悬挂于岭南城门口，不尸3日，成了干尸。阿娘，可是昨日我们在城门口看见的是2具尸体啊，还有一具是谁啊？还有一具，嫩嫩，还记得你平王叔吗？记得，王叔去皇陵修皇陵了。你平王叔命不好，只是不小心在皇陵里迷了路，谁知公头误触机关，将他压死了。那具尸体是送你平王叔回京来了。想要活得久呢，就不要再掺和上云京里的任何事，知不知道？娘就你一个女儿，咱们娘儿俩只要不去找陛下不痛快，自然不愁吃穿。我特意备了10个模样俊俏的男宠，等陛下生辰的时候送过去，陛下肯定会高兴的。陛下高兴，可有些小肚鸡肠的男人未必高兴。唉，囡囡啊，还是娘重新替你备份不出错的礼品吧。这上云京里的男人，他们小心眼起来可是不好惹。这样的蠢货，有宁府一个还不够吗？哼哼，好一个神指挥使！72座州府，本想着能揪出来7、8个贪官也已经不错了，谁知沈昭这混账人还没到，便先敲诈勒索了北边30几位知府的上万两白银，说是谁给的钱多，便少查几本账本。诸位知府半信半疑，最后还是信了。毕竟这位神指挥使一瞧便是奸臣面相，背着陛下收些贿赂，再寻常不过。待他们携着见面礼来赴宴，本以为是场贿赂宴，谁知酒也没有，菜也没有，只有一位甩着麻绳捆人的指挥使。如今沈昭马不停蹄，已经在回来的路上。萧福玉又扫了一眼信件上最后一句话：待臣回来，陪陛下过生辰。哼，你们沈大人愈发胡闹了。行了，等着给你们沈大人接风洗尘吧。陛下，暗卫传来密件。来福。陛下，奴才在呢。
让季英来见朕。陛下，季统领怎么可能？去吧。是。微臣参见陛下。跪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龙椅上的人都未曾出声。他垂眸一动不动，就这样一直跪着。瞧你身上的汗，为朕巡逻辛苦了。到朕跟前来，朕给你看一点消暑的宝贝，看看吧。陛下，臣想好再说，朕不想听废话。臣从未想过要杀他，派去的人也只是重伤了他的腰腹。只是你险些误了朕的大事。臣不会误陛下的事，若那夜沈照不中用，臣的人会替他将人证送到陛下面前。陛下从前让臣杀了他，臣日日铭记于心。若他死在回京路上，一石二鸟，不好吗？陛下这段时日定是日日赏人巴掌，比之前，陛下掌掴男人的手法愈发精巧了，想来有人出力不少。季英，朕从未想过，这些人的名字里，有一日会混进一个你。臣也从未想过，臣只是完成了一件陛下亲口吩咐的事，如今陛下却为了曾经的眼中钉肉中刺，会站在他那边质问臣。陛下，沈照他知道您曾想杀了他吗？尽管陛下的掌掴是为了给另一个男人出气，臣仍旧不胜欢喜。接下来陛下又要为了他如何罚臣。陛下看臣的眼神何其陌生，仿佛在看另一个人。可是陛下，这座皇宫会吃人，您目光无法触及的每一处阴影里都有吃人的怪物。如今在陛下眼中，臣约么也是怪物了。你不是怪物，你只是一条欠管教的狗，朕的狗。但你需记住，朕的狗可以有很多条，谁有用，朕便用谁，大方嘉奖谁。但朕目前愿意戏耍的男人，只有沈昭一个。你把他弄死了，朕玩什么？玩你吗？朕罚你什么，你都愿受着，是不是？那若朕要你去给沈昭道歉呢？好，臣去。去外边跪着，朕瞧见你便来气。滚吧。谁也不知季统领如何就触怒了陛下。1个多月下来，日日都能瞧见季英跪在天子殿门外。哼，陛下见都不想见你，你跪在这里给谁看啊？我也不是不可以在陛下面前替你说情，只要……好狗不挡道。宁回之站不起来，痛到面容扭曲。陛下，2月未见，您又瘦了。爱卿也瘦了。臣可没瘦。陛下要摸一摸吗？朕瞧你愈发没个正经。等下朕会让季英进来。陛下罚他，与臣有关。自己看。朕会让他亲自与你道歉。所以臣要做什么？看在朕的面子上，原谅他。他要杀臣。朕知道。臣若不能，朕不是与你商量，而是命令你原谅他，此事就此结过。陛下，这不公平。哼，公平与朕的宠信，你只能选一个。臣其实别无选择。听朕的话，就是最好的选择。来福，让季英进来。是。陛下，奴才在外头瞧见宁大人晕倒在殿外，还吐了不少血呢。吐血便吐血了，都是男人，谁没吐过似的。待他醒来，自是已经好了。来福公公一个阉人，可真能操心呢。阉人怎么了？阉人也是人呢，不就少了根伺候陛下的东西吗？有什么了不起呢？但他才不羡慕呢。陛下，平身。我这刚一回来，陛下便说你有话要对我说，那就快些说吧，说完就滚。我和陛下还有要紧事儿。我要与你道歉。
那日回京路上埋伏偷袭害你重伤的幕后主使是我。无妨，反正本该你付出的代价，陛下都会用其他的法子亲自补偿给我。陛下，臣已经接受了季英的道歉，可以让他滚。最后一个字没说完，只听得一声闷响，季英晕了过去，倒在地上，面色惨白。来福，去宣太医。来福公公，快请救救我们大人！陛下那样重视您大人，这太医定是为咱们大人请的吧？行吧，吴太医，给他凑合着看2眼就行了，陛下还在里头等着呢。哎呀，怎么了？要死了呀？那倒不是，这位宁大人本就心口受了伤，气血两虚，后心又这样挨了一脚，怕是要昏迷个4、5日。虽说寻常人皆是如此，可老夫分明记得当初宁大人被那位沈大人在崇明殿捅刀的时，尚且没有这般严重，第2日就自个儿醒了，今日也是奇了怪了。寻常男子的体质不该下降如此严重才是。太医院里都知道，这位宁大人的脉不能像寻常男子那般看。今日这般再寻常不过的变化，于这位宁大人而言，却像是一向被老天眷顾的紫微星，有一日忽而也开始暗淡了一样，玄乎得很呢。暂且稳住了脉象，可莫再晒着了。来福心中一喜，这样的好消息禀告给陛下，陛下定会满意。嘿呦，宁大人也忒可怜了，还不把你家大人扶回住处好生歇着。陛下呢？地下热得受不住，便去主殿后边用冷水擦身。沈大人偷偷跟去，被陛下赶了出来，然后便这样了。难怪气得想砍人呢。来福公公，季统领就是中暑太深，七窍闭塞，老夫已施了针，半个时辰后便会醒。吴太医辛苦。来福公公，你来瞧瞧，我这刀擦干净了吗？陛下！敢叫唤一声，让他听见，现在就砍了你！你想做什么？我可是陛下的人。一个阉人也配说是他的人？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不在的这2月，你帮着季雍争宠的事。可惜他再怎么使手段，也捞不到宠爱，捞不到名分，废物一个。说吧，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不许给他好处。有些事陛下看不清，咱家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季统领才该是陛下放心信任的男人。你太危险了，太危险的刀握在手里，陛下总有一日会弄伤自己的。沈大人，陛下唤你呢。陛下，怎么，朕赏给你的绣春刀不够干净，还需问旁人？想知道干不干净，怎么不来问朕？陛下听见了，臣与来福公公闹着玩呢。哼，既然嫌朕赏的刀不干净，那朕就收回。没规矩的混账东西，给朕滚！臣告退。奴才谢陛下做主。多大点事，哭成这样？陛下如何学会的挽刀花啊？一把锋利的刀，若甘愿被朕驯服，自会告诉它的主人如何使用它，且不被它弄伤。奴才明白了。你给他送去，想出气出气，想挑衅便挑衅。奴才谢陛下。陛下果然是菩萨转世啊，就连他这等小奴才的委屈都看在眼里。哼，沈昭好大的福气。陛下，奴才还有事要禀告。来福忽然想起什么，凑近了陛下耳边，将今日吴太医替宁回池把脉一事尽数复述。哦，算是个好消息。他所穿的这本书
有2个主角，但一本书的笔墨有限，其中一位气运涨了，那么另一个必会跌下去。既然宁回之的跌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他的气运在涨呢？而且就连这狗老天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无可奈何。让陆长江来见证。是。陛下，统共72条被喂过心头血的青虫残渣皆在瓶中。臣按照陛下吩咐，每日将青虫尸体碾碎，笔尖沾其血，写下陛下名讳，不曾有一日懈怠。起初确有异象，但凡写下陛下名讳的宣纸便会灰飞烟灭，但这几日臣已能完整写出陛下名讳的前2字，只剩玉字仍旧无法存留于纸上。宁回之到底是何等妖物？他的血竟能有如此反常之事？他是什么东西你不必管。这用心头血写名讳的法子并非空穴来风。原书中曾提及，当时反派造反，主角兽硬生生地挡下反派砍向主角公的那一刀，性命垂危，太医院束手无策。后来还是主角公感念主角兽的救命之恩，按照一位隐士天师所言，舍了一滴心头血，亲手写下主角兽的生辰8字，从阴曹地府拉回了主角兽的命。甚至因为这滴心头血，主角公的亲友团对主角兽愈发仇视了，也让主角兽愈发的不可自拔地爱上主角公，不尽群臣反对，封为摄政王。萧福玉的记性一向极好，看过的书便过目不忘，自然便记下了这心头血的妙用。既然写生辰8字有用，那么写他的名讳想来也差不到哪儿去。做得不错，这件事只有你我知晓。臣明白，臣明白，天知地知，陛下知，臣知，只是连沈大人也不用告知吗？轻声道：哼，你若想差事被抢，臣自是不在意。陛下今日将头发竖起来也很好看，臣告退。只是削断头发，沈昭一脚踹掉我半条命，陛下只是削断他的头发，我不接受，我不接受。也不知为何，这次被沈昭踹了一脚之后，他比上次被沈昭捅了一剑还要虚弱许多。难道是因为他喂心头血太频繁的缘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沈大人被削了头发，无异于在御前受辱。他那么要面子的人，其实已经很重了。小厮隐隐惧怕他这般癫狂的模样，后退了几步，心中却忍不住鄙夷。宁回之却听不到这般逆耳的话，将小厮赶了出去。到底哪里有问题啊？到底如何才能让萧福玉彻底的爱上他，离那些个男人远点？萧福玉生来便是爱宁回之的，他生来便该用他的皇室血脉、天子地位为心上人铺路。宁回之自是察觉到了，如今他也在朝中如鱼得水，也愿意回应萧福玉一点心意。他知道，只要回应一点，就足以让萧福玉愈发不可自拔地爱上。鲜少有人知晓，当年冷宫大火烧死费后并没有死，他只是隐姓埋名，装疯卖傻，藏在了宁府的柴房里，当了数十年的砍柴妇。但宁回之却早已察觉，因为萧福玉总是毫不保留地与他宣泄心事，甚至还带他去过冷宫。眼下天子的生辰将至，宁回之笃定这个礼物萧福玉一定会欣喜若狂，然后加倍地报答于他。可心底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蛊惑他，这不是幻觉，他就该跟着这段文字中宁回之做同样的事。宁回之渐渐地笑了起来，这是不是意味着连老天都在帮他？萧福玉，你就该爱我，你就该是我的。陛下，此事过了，臣溜进来见陛下还未睡着，便想第一个与陛下说声生辰快乐。有何值得特意说的？哼，当然，爱卿不一样，爱卿月月都过。陛下睡得不安稳，想来一时片刻是不会睡了。陛下，闭眼。
萧福玉向来不听旁人的，毕竟他可是陛下。沈昭只好用手捂住他的眼睛，凶巴巴地警告他，不准偷看。约莫过了一盏茶，眼前的手终于放下，无数如星子般闪烁的萤火虫在床幔里无声地飘动。如何？哼，不过是些应付小姑娘的把戏，臣当朕好糊弄。这些萤火虫，臣在行宫外的山坡上抓了整整2个时辰，臣特意从话本子里学来的，怎么就成了糊弄？朕不要你觉得，朕要朕觉得。区区萤火虫也想入朕的法眼？行吧，陛下，您再看看呢？沈昭打了个响指，只见方才还杂乱无章飘动的萤火虫，像是听见了什么指令，乖乖的在空中排成了4个字：陛下万岁。陛下喜欢听话的东西，所以这调教好的萤火虫可入得了您的法眼。哼，朕若是喜欢听话的，怎么会瞧上你这么个玩意儿？臣知道，陛下喜欢调教人。陛下，阔别2日，臣很想您，白日想，夜里想，饿了想，不饿也想，就连在梦里也想，尤其是在臣。沈昭贴在陛下耳边，压着气音将剩下的半句荤话说完。臣现在才说，会不会太晚了？晚了，但你这2月为朕办的事，朕很满意，比这生辰礼还让朕满意。萧福玉垂眸，恩赐般的碰了碰沈昭的唇角，随即便见男人饥渴滚动的喉结。这么饿呀？朕的俸禄不够喂饱你。陛下明知故问。夏夜燥热，这样清甜可口的冰粉最能填饱男人饥肠辘辘的肚子。萧福玉单薄的脊背紧紧贴在白玉床上，眼尾发红，汗珠从他的鼻尖滚落，又被男人急切地舔去。他瞳孔微微放大，倒映着床幔里飘动的萤火虫，在这微弱的光亮下，每一处异动都逃不过恶犬的眼睛。相贴的渴求被沈昭一同裹入掌心疏解，揉碎了，混进汗水里，难以分出彼此。似乎只有这般分别2月的狂热思念才得以消解。萧福玉疲惫的连眼皮都睁不开，靠在男人胸膛里沉沉睡去前，心里还忍不住骂了句混账。这般饥渴难耐，来日若是真的失了气，怕是要被舔干净每一根骨头缝里的肉，昏死在榻上。好在萧福玉并没有在梦魇，梦里他变成了一块肉骨头，被某只甩着尾巴的大狗兴奋地压在怀里舔来舔去，简直比梦魇还馋人。沈昭呢？沈大人已经在小厨房忙活1个时辰了，还未出来呢，也不知在偷偷鼓捣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萧福玉哼笑了一声，撩起眼皮看向铜镜里的人，他的眸光落在此处时微微一顿。只见铜镜中美人身着黑色龙袍，头戴帝王冠冕，12留下眉明目艳，与往日不无不同，唯独抚弄鬓发的左手无名指上多了一枚桃花纹路的金戒。那戒指形状奇特，左宽右窄，宛如一片桃花花瓣包裹住纤纤玉指，花瓣连接处交缠出一朵细致雕琢的桃花。萧福玉不动声色地放下手，陛下，臣亲手做的长寿面，全天下就这么一碗。哼，一碗面，爱卿都能说出花来。不能咬断。朕偏要。沈昭盯着他，张开血盆大口，凶狠地咬掉小毛馒头的脑袋。陛下，您下榻穿衣时就没察觉到什么不同吗？什么？沈昭气闷地扭头。没什么。萧福玉俏出声。沈昭猛地转回头，紧盯着他唇边玩味的笑意。毋庸置疑，他又被他的陛下当狗耍了。陛下，这可不是普通的戒指，他的陛下今日穿着朝服，揽在怀中调情，别有一番滋味。
磨蹭许久，直到萧福玉面露不耐，甩了他一耳光，沈昭方才慢吞吞地伸出指腹，轻轻拨动着戒指上的桃花。一根泛着冷光的银刺从戒指侧边的孔洞里飞射而出，钉入了殿门的漆红木框里。是，萧福玉回首，意味不明地看了男人一眼，将戒指侧边的孔洞对准沈昭。沈昭挑了挑眉，一动不动，任由他对准。萧福玉垂眸，学着沈昭的动作，轻轻拨动那朵桃花，银刺飞射而出，擦过沈昭的面颊，留下一道血痕后，没入身后远处的屏风里。果然是好东西，下次再有什么野男人敢在这面前造次，朕便用爱卿送的宝贝赐他一死，好不好？陛下说好，自然就好。想你了。沈昭低头，顺着陛下塞帕子的手想一路吻上去，那只手却像是预知了他的饥渴，瞬间便抽走了。朕的寿宴马上开始，爱卿这副吃相还是收起来为妙。毕竟爱卿亲口说过很多次，不喜欢男人不是断袖，可莫在寿宴上露馅儿啊。殿内，沈昭一口气儿将8个小毛馒头吞下，被人勾起的饥渴仍旧无法填补。他的目光落在那碗长寿面上，从揉面到出锅，这碗面耗费了足足1个时辰，他的陛下却只是赏脸的吃了几口便丢在一边了，定是故意留给他的。沈昭拿起萧福玉用过的银筷，端起长寿面，埋头恶选扑食。吃了陛下的长寿面，日后7月的生辰他也要和陛下一块过。